云起，等退出组织，我们就在这里定居好不好？丫头，就这么想退出吗？这10几年来，不是训练就是打打杀杀，时刻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一刻安宁的日子。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很想快点脱离出来。难道你就不想吗？猜猜这里面是什么？龙之戒，原来你已经拿到手了。可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在你去欧美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呢。运气好，所以就拿到了。这一次你跟我一起退出好不好？云起，把龙之戒还给组织，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定居，幸福的生活下去，好不好？好。为什么？哼，苏洛，你简直愚蠢，简直愚不可及。你知道组织那么多的秘密，你觉得组织会放过你吗？居然还想退出，实在是太天真幼稚了。而且，你怎么会天真的以为我会跟你一起退出啊？哼，下辈子不要这么愚蠢了。哼，云起，你难道就不天真吗？哼，你觉得戒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龙之戒呢？龙之戒呢？你把它藏哪儿了？啊？云起，你永远都得不到龙之戒。还有，别在我的坟头哭，脏了我轮回的路。你这个贱人，你怎么不去死啊？你还醒来做什么？去死！去死！去死！好痛啊！这简直就是凌虐，太无耻了！三姐，快打！快打死他！这番凌虐，这些巴掌，我苏六全都记下了。小姐，小姐，小姐，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任何时代，而是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碧落大陆。这里是以武为尊的世界。大陆上有4个国家，分别是东邻、西晋、南封、北漠。4个国家呈口字形围成一圈，在他们中间则是那传说当中的黑暗森林，里面魔兽横行，如果不是武者，根本别想踏入。苏洛现在就在东邻国大将军府，他的父亲是护国大将军苏子安，而他呢，则是大家口中所谓的废柴草包、呆子白痴4小姐。在碧落大陆，每个孩子5岁的时候都会进行一场天赋测试，这场测试重要到足以决定人的一生。
在这场测试之前，苏洛曾是苏家的骄傲，因为他一出生就天生异象，霞光满天，彩虹铺道，神鸟围绕整个帝都飞行了一圈。当时人人都称苏家四小姐必成大器。但是呢，在5年之后的天赋测试上，这位最被看好的苏家四小姐却是爆出冷门，竟是天赋为0的废柴，根本不可能习武。由于期待值太高，落差太大，苏子安一怒之下将苏洛扔到了偏院，任由他自生自灭了。而苏洛的母亲也被嫌弃，最后郁郁而终。哼，难道我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废柴？我苏洛在现代经历了10几年的魔鬼训练，哼，就算是天赋为0，我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小姐，3小姐和5小姐今日到花园里散步呢，2人都没带丫鬟，不知道在说什么呢。不吃了，我先出去一下。五妹啊，听说那个死丫头又醒过来了。哼，她命贱得很，下毒都毒不死，打也打不死，真是讨厌。那怎么办？那婚事岂不是……你放心，下次我一定弄死她。哼，我倒要看看，现在谁敢再对我动手。听说这苏西天赋很高，现在小小年纪已经是2阶武士了。现在我虽然还没有能力报仇，但收取点利息却是没问题的。我倒要看看这一对合作无间的好姐妹内斗起来是如何的精彩。三姐，你干嘛？你自己摔倒就算了，干嘛要连累我也摔进去？五妹，是有人踹我，不是我想摔的。这里就你跟我2个人，你觉得谁会踹你啊？你还不快上去找披风来给我穿！可是，要不我们喊人吧？不行，要是把男人叫来了，被人看光了怎么办？你快去！不行，那把你身上的衣服扒下来给我穿！五妹妹，住手！快住手！五妹妹，那你还不快去！走水了！林州走水了！大家快去灭火呀！哎呀，快跑！快跑啊！你又进来干嘛？吴妹妹，你别太过分了，我也是有火气的好不好？过分？谁过分了？如果不是你把我推进来，我会这样狼狈。你记住了，出去后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可我也不是故意的，确实是有人推我。谁推你啊？啊！你倒是找出来给我瞧瞧呀！看来今天跑来这大将军府，果然是个不错的决定。没想到竟碰上这样一场好戏，还从来不知道大将军的几个女儿竟这般有趣呢。传说中白痴愚蠢的，反而机灵聪明；平日里被捧到天上的，却被整得狼狈凄惨。这丫头年纪小小，头脑鬼得很，诡计迭出，身手倒也勉强可以看看。至于容貌嘛，一双美眸清澈动人，流光溢彩，不过眼底却是被隔了一层，反射出冷酷决绝的黑暗，黑得如同深渊，似乎谁也走不进他内心深处呢。哼，
这丫头绝对是阴险狡诈，喜欢暗算，喜欢躲在暗处阴人，就算杀人还面带微笑的那种人，简直与我如出一辙呢，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看吗？啊，这个男人什么时候来的？在我之前还是之后啊？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是我的警觉性太低，还是他的武功修为太高？看够了？哼，好一个阴险毒辣的女人，好一个道貌岸然的男人。非也非也，本王与你是同类人。嘿，好个腹黑狡诈的男人！等等，刚才他自称本王，如此说来，他还是一位王爷了。过来。过去？他叫我过去，我就过去，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啊？丫头，你现在可打不过本王，怎样，还要继续吗？放开我！丫头，闲着无聊，我们来玩个游戏如何？你说，就猜池里那两人吧，如果他们能躲过去不被发现，就算你赢；如果他们躲不过去，便算本王赢，如何？那赌注是什么？胜者为王，败者暖床。胜者躺好，败者扑倒。这个男人还能再无耻一点吗？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好不好？第一次见面，说话怎么就能这么露骨呢？我一个现代化过的人都觉得脸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你非要胜者为王，败者为后？若你执意如此，也不是不可以呢。还为王为后呢？你不是太子吧？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哪里有那么复杂？如果我赢了，你欠我一个条件；若是我输了，那就亲本王一口。这个男人不占我便宜，是不是会死啊？我真想狠狠抽他。他眼底的笑随性且慵懒，但与此同时呢，又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绝世锋芒。这个人举手投足间气势逼人，流露出浑然天成的王者霸气。好，这个条件怎么说都是他占便宜，亲一口而已嘛，又不会少块肉。他现在什么都缺，正需要送上门来的冤大头呢。于是两个各怀鬼胎的阴险男女开始了他们第一次交锋。这要是被发现了，难道要说我们姐妹俩下水游泳？可这是春天呢，又不是夏天。哎呀，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静宇，你们府上这是干嘛呢？这是烧着玩呢？可能是下人不小心弄出来的吧。哦，将军府的下人原来都如此胆大包天。也有可能是妹妹调皮弄出来玩的。现在既然没事儿，那便回去吧。今日老师教的功课，靖宇还有点不明白，正好请教太子殿下。哼，这恶作剧竟敢在大将军府里作弄，当真是胆大包天呢。靖宇，你可要好生查查。想不想看更精彩的画面呢？哦，将他眼眸深处的冷静彻底打破，该是很有趣的事吧？游戏还未分胜负呢，你急什么？哼，胜负嘛，不过一念之间罢了。哎呀，你作弊！有规定不能作弊吗？简直是只猪，还是最蠢的那只！
谁呀？滚出来！再不出来，就别怪我动手了。如果这时候出去的话，在太子面前就丢脸丢大发了。我可是觊觎太子妃之位很久了，如果现在出去，就什么都没有了。算了，既然祸是三姐惹出来的，那就让她自己出面摆平好了。等人散了，记得拿披风给我，不然我揍死你！难道他是在以这种方式表示对太子的爱慕之情？这简直是无耻！还不快起来！太子殿下，府中妹妹调皮捣蛋，惹是生非，不小心冲撞了您千万莫见怪啊！这就是你家那天赋惊人的妹妹，这出场方式倒是特别。太子这是什么眼神啊？那明明是三姐好不好？怎么可能是我苏西呀？太子殿下误会了，刚才那个可不是武妹妹。武妹妹温柔贤淑，天赋卓绝，修炼都来不及，哪里会调皮捣蛋呢？哦，那不知是府上的哪一位？哎呀，刚才我干嘛没事说自家妹妹，随便诬赖个奴婢就好了。现在太子细究起来，我要如何回答呀？父亲对三妹一向器重，而且三妹与母亲和妹妹的关系一向和缓，能不牺牲的话，尽量不要牺牲了。其实，不瞒太子殿下，那个丫头其实是。你吞吞吐吐不肯说实话，难道那丫头竟是？是。太子殿下英明，那丫头其实正是我那不成器的四妹妹。四妹妹？他爷爷的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哥，真他妈太无耻了！竟然将我这个无辜清白的人拉出来顶缸，就说那出丑的人是我。好，很好，苏静宇，你给姑娘我记住了，姑娘我小气得很，这个仇你就等着吧。丫头，还不快出去成亲？如果我现在出去，我那大哥铁定大吃一惊，然后将我当扫地丫头给打发了，你信不信？苏洛笑得娇艳如花，露出的白牙却是泛着森森的寒光。太子妃？因为当初这个苏洛小时候据说是神鸟附体，所以他刚一出生，皇后就将他定给了太子了。那么苏静宇当着太子的面扯谎诬陷他，一来是为了苏西和苏婉洗刷嫌疑，二呢，他是为太子解决难题，三嘛，自然是为了他那个宝贝妹妹开路。苏静宇啊，苏静宇，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虽然你做事的手段我很讨厌，但是引发的后果还挺让人满意的。哎呀，可怜的丫头要被牺牲了呢。哼，需不需要友情提醒一句，你现在抱着的是你未来的嫂子呢？错，本王现在抱着的是本王未来的王妃。好冷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我可是传说中的废柴，又是庶出，更何况是太子即将休憩的未婚妻，他一个小小的王爷敢娶？太子在得到苏洛就是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这个真相之后，整个人神色就是一亮，眼底流光溢彩。太子带着令他满意的消息高兴而去，挥了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荷花池畔，曲终人散。从中午等到了傍晚，又从傍晚等到了夜幕降临。苏西等得脸儿都白了，嘴唇发紫，却怎么都等不来他这位好三姐给他送衣服。可怜他还不知道，当时他一手用力过猛，直接将苏婉给摔晕过去了。
等我回去后，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鬼啊！苏洛双手枕在脑后，整个人躺在屋顶，颇有一些悠闲自在。他慢慢地回想着白天的事儿，想到苏西和苏婉各自吃瘪，他就心情大好。更想到了往后这俩姐妹内斗互掐，他心情就更加愉悦了。想着想着，苏洛的脑海当中忽然跳起来一张邪魅妖娆的俊颜，他将那人的情况说给了绿萝听，当时把这丫头给激动的手里的碗都端不稳了。小姐，如果没猜错的话，您遇到的是晋王殿下，不，绝对是晋王殿下。晋王殿下很牛掰吗？这世上还有谁比晋王殿下更牛的吗？据说晋王殿下的天赋测试是整个大陆第一，5000年来历史第二。小姐你说呢？5000年来历史第二，这也太夸张了吧。哎呀，当然还不止这个啦。据说晋王殿下是3系法师，3系耶，有多少人连1系都没有？可是晋王殿下3系同修。据说3系同修的法师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成神呢。当年天赋历史第一的强者就是早早成神永生了。晋王南宫流云竟然那么厉害，如果真是如此，那胜者为王，败者为后，这句话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以他的天赋，要得到那个皇位应该不是很难才对。啊，这张脸我下午才刚见过，应该不会认错才对。难道……怎么，不认识本王了？南宫流云？你心里果然有本王啊，不然也不会迫不及待地调查本王了。你觉得呢？据说晋王南宫流云冰冷倨傲，冷酷残暴，不苟言笑，生性洁癖。说有人触碰到他的手，不管是谁，剁手；说有人触碰到他的身体，不管是谁，剁碎。你真的是这位晋王殿下？南宫流云慵懒随意地望向苏洛，带着压抑，嗜血妖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强者霸气。似乎他一跺脚，整个东陵国都要震3震。在他咄咄逼人的深眸之下，苏洛的美眸却依旧清淡如水，宛如海水般波澜不惊，淡然自若。忽然他的嘴角缓缓地勾起了一丝弧度，顿时天气似乎从阴霾风雪转到了晴空万里。丫头，你在担心什么？本王又不会吃了你。在这场眼神与眼神，气势与气势的较量当中，他们竟然没分胜负。或许我无意中发现了一颗蒙尘的珍珠，石头里的翡翠。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来套赌注啊！喂，丫头，你不会故意耍赖装忘记吧？什么？赌注？故意耍赖的丫头。下午说好的赌注呢？苏婉被发现，而苏西安然无恙，所以下午的比赛，我们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算是扯平了。不，你确实赢了本王，而本王呢，也确实赢了你，该这么算才对吗？你耍赖吧你，哪有这么算的？你一开始也没说不许这么算呢。这只狡猾的狐狸，若是在现代混，该有多少人落进他的陷阱中啊！乖，过来。哼，我又不是小狗。就在苏洛蹙眉之时，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再睁眼时，他竟然已跌落在他怀中。抬眸对上他那双妖娆的眼眸，似乎一眼万年。你
靖王殿下是何等的尊贵，又是何等的天赋卓绝。苏府现在的老祖宗也不过才5阶强者罢了，但是我们家的靖王殿下不过18岁，却已经是6阶。靖王殿下从小到大何曾受过一丝委屈，现在竟然被人打了。这个没有一丝灵力的废柴丫头，当真是狂妄嚣张。丫头，你的自信心真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本王是该为你勇敢鼓掌呢，还是嘲笑你的愚蠢呢？你可知，在这帝国主动攻击5阶以上的强者，是死罪。你已经被判处了死刑，明白吗？什么？被强吻了，还不许我反抗了？这算哪门子律法？怎么，专门向着权贵强者？在这以武为尊的世界，拳头大就是硬道理。不公平是吗？可谁叫你是废柴呢？你干嘛？拿我当人偶玩呢？走，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此刻他的瞳眸似乎闪着一种璀璨的光泽，隐隐有一丝兴奋的光影流动，似乎忽然之间疑惑得到了解释一般。测试神殿。测试神殿？去做什么？你觉得测试神殿还能干嘛？可测试神殿不是只有每个月的初1才进得去吗？傻丫头，你要习惯。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拥有特权待遇的，比如本王。为什么要带我去啊？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去吗？本王的赌注已经收回来了，你的不预备收了？啊？那么就容我也来耍耍这文字游戏好了。哼，反正又不是我亲口提出的条件，不是吗？走，不怕。我喜欢。可惜了，我是天生废柴，注定达不到如南宫流云这样的高度。等测试结果出来，谁说一定不会有大反转呢？但愿吧。到了。1楼是给普通百姓测试的，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进入，直接上去即可。2楼是给文武百官级别的人测试的。苏洛以为是要进这层，但是他发现也不是。而3楼呢，能上去的人极少，只有皇室中人才有资格进这儿。天赋灵力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其中以赤色最差，紫色最强。而大陆有史以来能够拥有紫色天赋的非常稀少，屈指可数，很可能几百年才出那么1位。天赋测试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将手放在水晶球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只管往里面输入灵气就好了。水晶球后面有7条水晶棱柱，若是一个人的天赋灵力够好，那么这些水晶棱柱就会从第一根开始变化颜色。这他妈速度也太快了吧！啊，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紫色，东陵国有史以来才出了几位，屈指可数啊。但是苏洛这丫头竟然达到了紫色灵气。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个小丫头那么好的天赋，竟然会被当成废柴？此事一定要查个清楚。10分钟，30分钟，1小时，他的灵力犹如大海一般连绵不绝，如此长时间的输入，他的神色竟没有一丝的疲惫。随着时间的流逝，紫色灵气缓慢的爬升，慢慢的越过下品，达到中品，最后竟然停在了上品，紫色上品。他原本以为苏洛能达到蓝色灵气就不错了，但最后呢，竟然是紫色上品，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呀！天赋强大到可怕。
但是那紫色灵气竟然还在诡异的往上爬，默默地爬着，速度比蚂蚁快不了多少，但是事实上它一直未曾停过。接近了，竟然接近了顶点。然而事情忽然在这一刻发生了骤然巨变。就在水晶棱柱被灌满的时候，那七彩水晶棱柱忽然间就像宕机黑屏了一样，所有的色彩全部消失了。就在这个瞬间，七彩水晶棱柱又恢复到原先透明、清澈、冰冷、不带一丝色彩的样子。洛洛，我没事。刚才怎么回事啊？我的测试结果到底如何了？是不是依旧是废柴？若你是废柴，那全天下的人就都是草包了。这么说，我不是废柴了。苏洛顿时心情一松，目光如电，期待地凝视着南宫流云。事实上吧，可能这水晶球出了点问题。啊？什么意思啊？放心，你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这点谁也无法否认。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艰难了点儿。不过这10年都等过来了，也不在乎再多等几天吧。啊？难道我这种突然收回去的是特例？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告诉你个好消息。说。你的天赋确实强大。看到刚才浮现在周围的光芒了吗？还记得是什么颜色？绿色中带着橙色。傻丫头，难道你不知道绿色代表木系，而橙色则代表火系？你是说？没错，你拥有双系元素，分别是木系和火系。真是很让人羡慕啊，木系和火系。啊？你在羡慕什么呀？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丫头。如若是别的元素，双系也就罢了，但是木元素和火元素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代表了什么？你知道吗？是吗？木系和火系同时出现，那就代表了炼药师的现世。丫头，你知道炼药师吗？哎呦，求解释。元素天赋的人本来就少，而炼药师需要火木双系这样苛刻的条件，所以炼药师在大陆上一直都非常稀少，地位很高。就拿你来说吧，若是当你们家老头子知道了你的天赋，绝对会将你供养起来，旁人别说欺负你了，就连说你一句都不敢的。炼药师这么有用吗？当然，听说过突破极限丹药没有？只要1颗，就能让困在极限的人突破禁锢。如此你还觉得炼药师不重要？现在知道自己的天赋有多逆天了吧？心里舒服了点没有？可是……等我3日，3天后我会告诉你答案。看来有必要去一趟落霞峰了。就算南宫流云对我是真的又怎么样呢？我的心早已支离破碎，被毁得干干净净，哪里还能再爱上旁人呢？云起，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龙之戒被我吞进了肚子，你是永远不可能找到的。明姐会饶恕你吗？小姐，你怎么还这么悠闲淡定啊？大事不好了！哎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急也急不来。来，喝口水，慢慢说。小姐，这可如何是好呢？一大早的，太子就亲自带人过来，说是要跟你退婚呢。啊，原来是这事儿啊！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哎呀，小姐，您快想想办法呀！原本与太子定亲，您就被欺负成那样，
若是被退了亲，你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这门婚是迟早要退的。若是太子不上门退婚，往后我也会亲自去退的。太子这退婚退得正合我意，我怎么可能会去阻止呢？四小姐，夫人请你去大厅，有要事相商。哼，你叫我去我就去，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四小姐，您在开玩笑吗？本小姐从不开玩笑。既然四小姐如此不识抬举，那么奴婢就不客气了。哎呦，不过是个奴仆，竟然也敢对我动手动脚，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怎么会？这不可能！哦，错觉，一定是错觉。四小姐是废柴，根本不可能袭我，她怎么可能会赢我？既然四小姐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老奴我不客气了。呀！小姐。啊。苏洛以前的记忆告诉他，这些年来这位桂嬷嬷可没少欺负他，更有甚者还故意让厨房送猪食过来给他吃。在他病的时候，非但不给他喝药，还把药换成了尿。原主气得反抗，他却用粗粗的针来扎他。这种老妖婆死了最好。桂嬷嬷好心来请你，你到底把她怎么了？我可没动手啊。不过呢，动脚倒是真的。那她怎么无缘无故就摔成这样了？刚才桂嬷嬷走着走着就自己撞墙上去了，然后就自己晕了，真的是很邪门呢。这怎么可能啊？四姐，你说谎的不打草稿的吗？这谁知道呢？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呀。哎，不过最近府里有些晦气，倒是真的。哎，今早还听外面的下人说，昨晚荷花池闹鬼呢。听说那只鬼呀，长得那叫一个青面獠牙，张着血盆大口。闭嘴！行了，桂嬷嬷自己爱摔就让她摔吧。你赶紧的和我去大厅见太子。因为这退婚的事儿啊，必须要苏洛自己亲自到场，亲耳听到宣读的圣旨，那这才奏效。平日里他为苏西做牛做马，到头来还不是随便就被舍弃了。不知道桂嬷嬷醒来之后，知道苏西如此轻慢她，会作何感想呢？怎么这么没规矩，还不向太子行礼？你就是苏洛？说实话，眼前这丫头长得倒也不差，犹如出河般绽放，比着我的妃子们，有过之无不及。是。哼，就因为你，本宫被人嘲笑了10几年，你说你该当何罪？那么请问太子，当初是苏府上赶着要结亲的吗？明明是你那亲爱的母后大人，看着苏家四小姐兆头好，这才急急定下的，生怕被人抢走似的。若要论罪魁祸首，该当找皇后，找我做什么？这还真是捡柿子专挑软的捏，真当我不会反抗吗？苏洛，这丫头怎么回事？以前也没那么大的胆子，见到太子不是唯唯诺诺就是大气都不敢出，现在他居然敢跟太子顶嘴，是谁给了他这权利？牙尖嘴利，诡言巧辩，粗俗无礼。太子殿下说的是，太子殿下英明神武，能言善辩，风流倜傥，从不恃强凌弱，从不欺凌弱小，从不以权压人，臣女哪里比得上？大将军果真是教的好女儿啊，真会夸本宫呢，本宫佩服得很。
还不快跟太子赔不是？啊，父亲，女儿夸的不对吗？难道太子殿下不英明神武，不能言善辩，不风流倜傥？难道太子殿下恃强凌弱，欺凌弱小，以权压人？哼，退婚？虽然本姑娘也想退婚，但是由你提出来，本姑娘心里就是不爽。这婚是你想退，就这么容易退的？这太子多疑善变，我若把握不好，倒是会吃亏。所以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才对。有趣，果真是有趣的很。苏大将军，本宫没说错，你果真养了个有趣的女儿。太子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夸苏洛有趣，又用一副很有兴致的表情打量他，莫不是这婚事又不退了？太子殿下，本宫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今日这婚事还是要退的。不过，你很想嫁给本宫对吧？本宫也不是不讲道理的，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若是你能够回答出本宫的问题，本宫就答应你，给你个侧妃的位置。哼，太子妃的位置我都不稀罕，还会稀罕一个子虚乌有的侧妃？太子殿下，这侧妃的位置，您既然这么宝贝，就自个儿留着吧，赏给谁都行。不过臣女怕是担当不起啊。好大胆的女子！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咱们英明神武、聪明睿智的太子殿下，这是要强抢臣女吗？好说不好听啊。哼，威逼臣女，也得你有这个资格。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本宫又何须给你颜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府四小姐礼仪不端，教养不淑，实难担当太子妃之位，故此废除当年婚事，从此男婚女嫁，互不干系。钦此。丫头，往后千万别出现在本宫面前。什么？太子殿下，您之所以退亲，是因为不举？太子殿下，您之所以退亲，是因为不举？你这臭丫头怎么说话的？怎么跟太子说话的？太子不罚你，那是他的仁慈。你自己好好反省吧。你怎么能？你怎么就这么不知廉耻？可是父亲大人，太子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呀。平日里你母亲是怎么教你的？一点规矩礼仪都不懂，什么话都藏不住，活该被太子退婚。什么话都藏不住？他这意思岂不是表示他也信太子是？想必很快太子不举这件事便会传遍大江南北了。不过这做父亲的心还真是偏呢，他不是早就知道太子退了我之后很快就会定下苏西吗？却故意在我面前摆什么大家长威仪，真当我是傻子吗？父亲，太子殿下是因为我不懂规矩礼仪，所以才不要我的吗？是不是我懂规矩知礼仪了，太子殿下就会要我了？你若是争气些，又岂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这能怪谁？这个女儿今天是怎么回事？说出口的话明明跟以往一般懦弱，却总能噎住我的嘴。那如果我现在天赋灵力达到子阶，父亲是不是就重视我了？太子也不会退婚了？子阶？你懂什么叫天赋子阶吗？别说天赋子阶，就是蓝阶不青阶。若是你有青阶的天赋，父亲我就亲自给你下跪，斟茶倒水。
当年就是因为苏洛这个小废柴，他被同僚足足耻笑了半年之久，这件事儿简直成了他的梦魇。那爹爹，若是我一不小心成了木火双系元素，一不小心就成了炼药师，你会不会对我很好很好？木火双系，洛洛呀，你真是想成为强者想疯了吧？木火双系有多难得，你知道吗？咱们苏府之所以会有如今这样的地位，一方面是你祖父这位定海神针，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苏家有一位木火双系的炼药师，你懂吗？还炼药师呢，你别异想天开了。那位炼药师现在虽然还只是中级炼药师，但是那也是各个势力极力笼络抢夺的对象。皇室之所以笼络他苏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家里这位炼药师。这位炼药师可不是别人，正是苏子安的亲大哥。他常年醉心于炼药，苦练了几十年才堪堪升到了中级炼药师。哼，异想天开吗？苏洛的视线落在了他那双白皙的手掌心当中，这只手测试结果告诉他，他的天赋可不比任何人差，而且还是天才中的绝顶天才，100年都难得一见的那种。他的天赋绝对不能埋没，他要站在世界顶端，让那些曾经践踏过他的人仰头俯视他。哎呀，这个不争气的女儿，真是看到她就气愤。哎，这没你什么事了，快走吧。哦，父亲大人，今日你叫我走，他日您可千万别后悔哦。父亲确实后悔，父亲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怎么就让你这样丢脸的东西生下来。哼，苏洛呀，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既然你只是最低贱的废柴，那你就滚回去过你狗一样的低贱生活呀！快滚！只是看见你就生气。即便是苏西骂苏洛是狗，苏子安也没有反驳一句，这足以说明在苏子安的心中，苏洛在这个家里面确实没什么地位。哼，苏子安，既然你今日如此，那么他日也别想借着我苏洛的光。苏子安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对苏洛的冷漠使他失去了什么。在绿萝的陪伴之下，苏洛缓缓地走出了正房。此刻外面阳光正烈，耀眼而刺目，苏洛的脸上是平淡的笑容。婚事终于被退掉了，他也算是松了口气儿。至于太子对他的仇恨嘛，想必太子最近忙得很，应该没有时间来找他的事儿。哎，小姐，那有一块紫鱼玉佩。小姐，看到这枚紫鱼玉佩，小姐怎么笑得这么奸诈？好绿萝，真是太谢谢你了。进来吧，坐。哼，叫我坐我就坐，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南宫流云，规矩点，不许动手动脚。不要这样小气嘛，人家很累的。本王为了你，这3天可谓是千里奔波，万里长袭。你就这么回报本王的？其实呢，苏洛尚不知道南宫流云这一趟何止是千里奔袭呀，这一路上的艰难和落霞峰的险阻根本不是现在的他所想象得到的。这些艰难在他脸上却一丝都看不到，以至于苏洛完全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那真是辛苦你了，不过希望你的辛苦没有白费。丫头，真是好狠心呢。本王对你掏小做敲，你却还是这副不冷不热的表情，这怎么可以？来，先给本王香一口。南宫流云，你堂堂晋王殿下，传说中的天才强者，怎么这样一副德行？就不怕传出去别人笑话你？傻丫头，本王只对你如此，旁人谁会知晓？这丫头气鼓鼓的模样好萌好喜欢。
再捏一把。哼，做好了，别动手动脚的。这只妖孽，南宫流云，你不会是没有得到结果，所以故意扰乱我的注意力吧？太聪明的丫头不好玩。丫头，告诉我，你最近是不是经常会头晕目眩？这是怎么了？确实，有时候会头痛，而且还会晕晕乎乎的，特别困，特别想睡觉，睡着了还不容易醒。那丹田会不会有一种胀胀的感觉？就是摸上去硬硬的。能让传说中的晋王殿下紧张成这样，绝不会是小事。那么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对，有时候会有胀胀的感觉。怎么了？你是不是见过一枚戒指？一枚戒面上刻着龙的戒指。龙之戒？当初他在云起的面前晃晃那锦盒，其实里面装的是结婚戒指，他自己买过来的，想要和云起结婚的。就在最后死的那一刻，苏洛将龙之戒吞入腹中，然后整个人跳入悬崖。悬崖下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就算死也不会让云起有机会得到龙之戒的。为什么现在南宫流云会知道龙之戒，而且还问出来了？这枚当初那位客人花费30亿美元巨资布下的任务戒指，究竟有何奇妙之处？难道我的穿越时空跟这枚龙之戒还有关系不成？你知道龙之戒？确实见过，那又怎样？你吞过它，是不是？没想到南宫流云一语中的，直指重点。不过他在兴奋什么？你别紧张，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这丫头面颊粉嫩，肤如凝脂，雪白中透着粉红，似乎能拧出水来，手感真是好呢。傻丫头，胡思乱想什么呢？龙之戒呢，是有灵石的保护，如果被宿主吞入，宿主没有当场爆体身亡的话，就说明龙之戒已经认可了这位宿主。旁人就算将这位宿主解剖了，也是得不到龙之戒的，因为宿主已经与龙之戒合二为一了。抱歉，不过小心谨慎是我的本性，想来是很难改的了。小心谨慎是对的，完全不需要改。而且本王就喜欢你这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你这人是不是故意找虐呀？送上门去的他不要，偏偏要缠着我。是你没有发现自己到底有多诱人，傻丫头。若是被你虐，本王心甘如饴。不许打岔！你是怎么知道龙之戒的事的？还有，我身上发生的事，真的跟龙之戒有关系吗？非常有关系，大大的有关系。好口渴啊！茶叶没有，就只有开水，将就着喝吧。让谁喝水呢？他二大爷的，真难伺候。哼，请晋王殿下喝水。不够亲切。这个人，南宫流云，现在可以喝了吧？流云，或者云。玩够了没有？还真当自己是大爷了？洛洛丫头真小气啊，一点都不好玩。那找你觉得好玩的丫头去。那哪能啊，本王就缠着你。这还是传说中那位冷酷邪魅、强势霸道的晋王殿下？这还是那位举手投足间强弩灰飞烟灭的南宫流云？这还是那位有着深度洁癖、生人勿近、轻者剁手、重则剁碎的东陵国二皇子？就这妖娆邪魅
慵懒斜似，嬉皮笑脸，吊儿郎当的模样，真的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天赋超强者？这不科学。这人内心是不是也被穿越了呀？你想干嘛？想把你解剖看看，内心是不是被人换了？什么呀？现在可以讲了吧？龙之介跟我身上法身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不许再卖关子了。其实此事说起来很是复杂，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呢。丫头，你知道龙之介的认可代表了什么吗？代表什么？那就意味着你苏洛除了木火双系元素之外，还有空间元素，明白吗？空间元素法师？这世上不是木火风水雷5大元素吗？怎么还会多出来一个空间元素来？那是因为空间元素法师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大陆上消失了，所以后来大家几乎都忽略了空间元素，将6大元素称为5大元素。怎么有人的运气会好到这种程度啊？天赋灵力子阶上品，元素法师双系，而且还那么好运的是火木双系，得以进修炼药师，而且他竟然还是失传已久的空间元素法师。哇，空间呐，真是想想都让人流口水。虽然在大陆上也是流传着空间戒指，但是空间法师的空间与空间戒指这种储存器，那是完全2种概念了。空间戒指仅只是储存器罢了，但是空间法师的话，他的空间是随身自带的，犹如一个自己开辟的世界，而且这个小世界还会随着宿主的修为慢慢的变大，最后能达到什么程度谁都说不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世上只有空间法师才能制作空间戒指。正是因为空间法师基本在大陆上消失了，所以现在空间戒指非常的昂贵。就像是东陵国，整个东陵国也只有皇帝陛下手中才有那么一只储存空间并不大的戒指。丫头，龙之戒这件事你绝对不可以说出去，不然的话就连本王也保不住你。我自然不会说出去。不过龙之戒跟我的木火双系元素有什么关系吗？这其中关系很复杂，简单的来说就是你的空间元素太过霸道，将其余2系给压制住，所以你现在还无法修炼。等你的空间出现后，应该就会好了。那要什么条件，我的该死的空间才会出现呢？如果一辈子都不出来，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无法修炼了？看来祸福从来都是相依，一个人不可能尽是好事连连的。这事儿呢，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别卖关子了。想要开启你的空间，必须要有3样东西，一是空间草，2是天灵水，3则是龙之血。凑齐了这3样，你就可以开启空间了。这3样东西都是什么啊？到哪里去找啊？我一个不受宠的庶女，哪里找得到什么空间草、龙之血的？空间草我已经带过来了，至于龙之血，落日山脉就有几倍铁甲龙，咱们找个时间屠龙去。至于这天灵水嘛，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难道就在这苏府之中？好聪明的丫头，一猜就中。天灵水就在你们苏府之中，而且还是苏府的镇府之宝呢。竟然真在，那还等什么呀？事不宜迟。既然是苏府的镇府之宝，那我就不客气的笑纳了。找你父亲大人要去。要？怎么样啊？当然是去偷啊。
其实不必如此，你完全可以去告诉你那位父亲大人，告诉他你是木火双系，而且还是未来的空间元素法师。他知道了，只有为你高兴的，这天灵水岂不到手了？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不傻。我家父亲大人冷漠刻薄，自私自利，别说他信不信我说的话，就算他信了，那又如何？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工具，只要有人出的价码诱惑得了他，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把我给卖了。还有，南宫流云，别对我用激将法，没意思。好犀利的丫头，这丫头果然没让我失望。好愚笨的王爷。既然你自己都清楚，那本王也就放心了。还好，苏丫头被欺负了这么多年，非但没有自卑怯懦，反倒宠辱不惊，淡定从容，似乎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的心性根本不应该出现在15岁少女身上的，但是她偏偏就做到了。不愧是我南宫流云看中的丫头，果然够聪明。事不宜迟，既然决定要去偷天灵水，那改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行吗？行，你说了算。于是呢，商量妥当的两个人做了一番准备，套上了漆黑的夜行衣，将头发塞进黑色的布巾当中，脸上更是蒙上了一层黑布，全身都被黑色笼罩，唯有一双灵动清新的潋滟美眸露了出来。就在临出门的时候，苏洛嘴角忽然勾起了一抹浅笑，眼底更是闪过了阴险狡诈的神采。走吧，这枚玉佩可是苏静宇的，如果一不小心遗落到藏宝阁中，真是想想都让人兽血沸腾啊，激动万分。就算我这趟什么东西都拿不到，光是这枚玉佩我就赚回本钱了。我就是要让我那位自私自利的父亲气得半死，谁叫他那么冷漠绝情，我就是要将这件事情栽赃给苏静宇，谁叫这个人欺负我还栽赃过我，既然他做了初一，那就别怪我做15了。看来我要将这丫头追到手，倒是要花费很大一番功夫呢。果然太聪明的丫头不好骗呢。不过这丫头以后总归是要睡到我床上的，追不到就骗，骗不到就继续追，反正我的时间多的是，以后就跟她耗上了。黑夜中，两个黑色的身影如同狸猫一般的轻盈，悄然消失在了苏府的偏院。南宫流云速度快如闪电，驱使带着苏洛依旧飞快。好久没有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什么鬼隐山林退出组织啊，我骨子里果然还是最喜欢这种危机重重的场面，真是让人心跳加速啊。南宫流云对苏洛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示意他来调虎离山，而苏洛呢，趁机进入偷盗。南宫流云他朝着藏宝阁2楼飞射而去。来了，偷袭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这藏宝阁的守护者。这是苏洛爷爷的2弟，他从小就沉浸在武道当中，年轻时在外闯荡，后来呢回归家族，常年守在这藏宝阁当中。也正是因为有这位6阶强者的守护，所以藏宝阁这么多年来，即便是有人光顾，却并没有人能拿走一点东西，反而都把性命留在了这儿。宝阁重地，闲杂人等且退回。若执意要进的，格杀勿论。格杀勿论，那就看看谁格杀谁吧。好大的口气！既然你想送死，
那老夫就成全你。好，既然你一心求死，那就尝尝我的地狱火吧。高山流水，后会有期。哼，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苏府是什么地方？留下！苏伯武久追不下，心中更是恼怒，恶狠狠地发誓绝对要拿下这无耻小小，给他颜色瞧瞧。然而他哪里知道，南宫流云并未真的受伤，他不过是在行使调虎离山之计罢了。也不知道这宝贝究竟被藏在哪里，想来想去，第3层的可能性最大。奇怪了，这些书很常见，怎么会珍而重之地放到第3层呢？按道理，第3层不应该是更加名贵的宝贝吗？诶，就是它了。啊？怎么会？哈，看来这就是天灵水了，还真是得来不费功夫呢。哼，苏靖宇，你不是冤枉我吗？不是栽赃我吗？那我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做真正的冤枉，什么叫做真正的栽赃。糟糕，苏子安果然带人过来了，看来他也不蠢呢，终于想到来藏宝阁看看。原本如果要是找不到这宝贝的话，苏洛就打算藏在3楼最隐秘的角落。人啊，都有惯性。如果苏子安看到3楼如此狼藉，他第一反应就是查看这个里面最珍贵的宝贝，看是否被盗。那么如此一来的话，隐藏在暗处的苏洛就可以将他藏东西的所在看得一清二楚了。此时他逃跑的方向并不是他自己的偏院，而是苏靖宇的院子。在距离苏靖宇院子很近的那条路上，苏洛很是不幸地碰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3日之前被苏洛狠狠一脚踹向了墙壁而晕死过去的那位桂嬷嬷。桂嬷嬷今日才刚刚苏醒过来，她挣扎着起来，就要想去夫人的院子告诉夫人是谁将她打成重伤的，她还要告诉夫人一定要小心提防这位四小姐。有刺客！有刺客！哼，苏靖宇啊，苏靖宇，可是你自己要走出去，给我留下机会的，到时候可千万不要怪我哟。苏洛迅速地取出了怀中的小匣子，拿了里面的那瓶天灵水之后，正要将匣子闭上，然后就在此时，借着明亮的烛火，他看到盒子下面竟然压着一张陈旧的纸条。他拿起一看，发现那是一张类似于地图一样的东西，只不过线条歪歪扭扭，看得不是很清楚。而且这张地图还不是完整的，应该只是完整地图的1/4。这到底是什么地图？还泛着黄色，似乎是很有些年头了。不过既然是跟天灵水放在一起，想必也是很好的东西，总归不能便宜了苏靖宇。苏靖宇，冤枉人很好玩吧？那你就好好玩玩吧，希望这一次千万别把自己玩死了，因为妹妹我还有好玩的招数在等着你呢。而那边呢，南宫流云得到了苏洛的提示后，很快便自发自动地将跟在他后面那长长的尾巴一样的人群带到了苏靖宇的乾坤院。点灯。可恨可恼。更让他愤怒的是，除了天灵水之外，还有那张藏宝图。那张藏宝图才是最最贵重的东西啊！那可是传说之中八荒神木的开启地图啊！整块大陆上的强者都在寻找这个，虽然那只是一张碎片，
但是拿出去那可是引起天下大乱的宝藏图啊！找，必须将盗贼找出来，千刀万剐！这枚紫玉玉佩，难道是盗贼遗留下的？这算什么？盗了东西还留下信物挑衅，好嚣张的盗贼！将这枚玉佩送到佣兵工会，让他们尽快查出有关这枚玉佩的所有信息。还不快去！大将军，这块玉佩卑职见过。你见过？到底在哪儿见过？就在……若是冤枉了大少爷，那岂不是……哎呀，刚才我不多话就好了。说，是大少爷，这块玉佩是大少爷的。你说什么？说谁不好？竟然说这块玉佩是大少爷的，这怎么可能？大将军，那贼人进了大少爷的乾坤院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你说什么？那贼人进了大少爷的院子后就消失了？你再说一遍。小的没有说谎，那贼人真的消失在了大少爷的院子里，而且桂嬷嬷在距离大少爷院子不远的小道上被杀，还有个丫头为证。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靖宇，你想干嘛？欺师灭祖吗？爹爹，您终于来了，您可要给我做主啊！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二爷爷却一个劲儿的指责我是贼。不是你是谁？那个贼人就躲在你的院子里。若你是清白的，为何不敢让人搜？哎呀，二叔，子安，二叔亲眼看见那贼人进的乾坤院，就算靖宇是你儿子，那也逃不脱干系。那个贼人受了重伤，步履彷徨，根本就跑不远。若不是靖宇一个劲的拦着，我早就捉住对方了。二叔，藏宝阁被盗了。你说什么？什么东西被偷了？天灵水，还有藏宝图。进去搜。父亲大人。来人，将苏靖宇扣起来。父亲大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证明你是清白的，没人会冤枉你。进去搜。搜查了一个遍，却什么都没有发现。苏子安的眼底有那么一丝复杂的神色，他既欣慰此事与他儿子无关，又郁闷怎么找不到一丝线索呢？哎，那个是什么？拿出来看看。这是……他的视线往下移，竟然看到了一只熟悉的小木匣子。顿时苏子安和苏伯武的脸色瞬间就变得灰白了。可是现在匣子里却空空如也，别说什么天灵水了，就是压在底下的藏宝图也不翼而飞了。逆子，快说，天灵水去哪里了？还有藏宝图呢？快说！爹爹，你们在说什么呀？什么天灵水，什么藏宝图？我怎么每个字儿拆开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明白了呢？还给老子装傻！说，天灵水在哪儿？是不是你喝掉了？快说，不然老子掐死你！那个天灵水可是晋级的宝贝，老爷子打算冲击7级的时候才用的，但是存着存着，竟然被人给偷走了。如果老爷子能够冲到7级，那我们苏府就真的一跃而上，成为东陵国第一世家了。但是现在没了，什么都没了。还不知道老爷子出关后会不会气得吐血。爹爹，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没有偷啊。这是什么？紫玉玉佩。哼，这是你的吧？但是3日之前儿子不小心丢了。丢了？现在你说丢了？将他关起来好好审问，就算那个贼不是他，也绝对跟他有关系。怎么样，本王表现的还好吧？
勉强过关吧。关丫头，拿到天灵水了？那当然，也不看谁出马。我还以为戒备有多森严呢，也不过如此。你就吹吧，如果不是本王将那老头引开，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对了，这张图是什么？你见过吗？怎么？难道还真是藏宝图不成？这东西你哪来的？这个东西可绝对不简单的呀，哪里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得出来的？而且据我所知，苏洛是苏府的庶女，而且还是很不受宠的那种，手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宝贝？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引动的南宫流云如此认真对待？也不是特意找的，它就藏在天灵水的匣子里。我本来想将匣子栽赃给苏静宇的，但是看到这张纸条就抽出来了，免得便宜了苏静宇。你这丫头是吃什么长大的呀？怎么运气就这么好啊？去偷天灵水，还能顺出来藏宝图？在这短短的几日相处之间，眼看着他不是天赋灵力子阶上品，就是木火双系修炼药师，要不就是空间法师，现在竟然还给他顺手捞出了一张八荒神殿的藏宝图。这丫头不会是幸运女神的私生女吧？问你话呢，快说，难道这真的是藏宝图？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就是很贵重？哎，怎么能用贵重来形容它呢？这根本是无价之宝，天灵水跟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哎呀，真的假的？哇，这只手的运气真有这么神吗？还能骗你啊？这碎片呢，是八荒神木的地图之一。八荒神木啊，那可是无尽岁月中超然的存在。据说那里出来的人，就算最普通的人，一招就能灭了咱们大陆上的一个国家。一个最普通的人出来，只一招能灭了咱们一个国家，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若是至高强者过来，岂不是一招能灭了我们整个国家？这简直就是令人难以想象。传说确实如此。据说很多年前，八荒里强者争斗，最后火拼而死，其中至高强者的尸首就埋在八荒神木之中，包括他们随身的神器都埋葬在八荒神木。至高强者的随身神器，好想过去挖宝啊！那你可有的等了。你现在别说一阶，就连最普通的灵气都还没有，怎么去啊？再说还有另外的3张藏宝图碎片呢，也不知道藏在哪儿。你这丫头运气真是没话说。哎，我真怀疑啊，某天你闭着眼睛，藏宝图就自动飞到你面前。看来这个重任就只能交给你了。对了，现在有了空间草，有了天灵水，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找龙之穴吧？经过了今晚南宫流云和苏伯武的打斗，苏洛明白了，在这个世界有实力才是王道。他的空间迟迟不能开启，木火双系也迟迟不能修炼，真是为难死他了。这种明知山有宝却是打不开锁的感觉，那真是很郁闷。你想什么时候去啊？等这件事稍微平息了再说吧。唉，我还真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难题啊。落日山脉并不近，来回一趟，就算顺利的话，怎么也要1个月的时间。说是现在我突然消失，我那便宜老爹将怀疑的目光瞄到我身上，那可就不妙了。看来我得想个法子，暗暗消失一段时间才行。当日苏洛吃过午饭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却是发现自己的院子被人砸了个稀巴烂，唯一的丫头绿萝也被打了个脸色红肿，身上遍体鳞伤。而此刻苏婉
还在那里耀武扬威，一鞭子一鞭子的打着绿萝，那样子就像在凌虐一只狗。住手！你在找死吗？苏洛，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一个普通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想找死吗？哼，那么请问高贵的一阶武者阁下，你来我这个小院儿撒哪门子气啊？苏洛，你到现在还想隐瞒吗？那天荷花池的事，你是不是看见了？苏婉自那日之后一直被苏西羞辱辱骂，这样的日子她简直没法过了。后来在丫鬟的口中无意中得知苏洛那日竟然经过那里，她一想起自己那么狼狈的样子被苏洛看到，一股子气就忍不住冒出来。哦，三姐姐，你是说那日掉进荷花池却突遇大火，结果又重新跳进去，最后却被人丢上来，在无数个世家子弟面前出糗的是吗？你果然看见了。是啊，我还光明正大的看了呢。怎么，三姐姐，你做得出来还怕别人看呢？哼，人的劣根性还真是可怕，专门捡软柿子捏。苏西那么欺负他不敢反抗，因为我是他眼里的废柴，所以他心中有气就找我撒，真是欺人太甚。苏洛知道不止这一次，这样的事儿在以往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苏洛，你该死，你这个该死的废物！那一天所经历的一切是苏婉心中一辈子的痛，她只要一想起那天的事儿，就恨不得狠狠地掐死苏西。苏婉，你不过是一阶武者罢了，你不过也是庶出罢了，但是你在我面前一直高高在上，优越感很强。一阶武者很了不起吗？你这个废物，永远都不懂修炼者的世界，去死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打一阶武者的脸，真的很爽呢。你怎么会这样？苏洛他不过是个废物而已，怎么会有这么残酷的眼神？他此刻的威慑力，竟然比威严的爷爷还要强，这怎么可能？这个人真是我从小伺候到大的小姐吗？她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草包小姐吗？唉，一阶武者很了不起吗？还不是被我这个废物抽飞。那么这么多年来，你到底在骄傲什么？你竟敢打我！啊，这怎么世上总有那么蠢的人呢？明明就被打了，还一个劲儿的问，你竟然打我！你找死！找死的是你！这一边是替以前的苏洛抽的，这一边是替绿萝抽的，这一边……苏洛，我不会放过你的，绝不！小姐，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欺负别人总比被别人欺负好吧？可是，三小姐找老爷告状了怎么办啊？小姐以前不是很惧怕老爷吗？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几乎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现在却怎么似乎一点都不惧怕呀？嗨，我那便宜老爹现在可没闲心管这闲事儿，他正有事忙着呢。再说了，苏洛这个便宜老爹也不是傻子，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苏婉一个一阶武者都打不过一个普通人，那养着这个女儿还有什么用啊？这不废物吗？哎呀，你一阶武者都打不过他一个废物，还有脸到这里来哭？爹爹，可是他打我。行了，此事确实是苏洛不对，但是你也有错的地方。没事你去他那院子做什么？子乌，去告诉苏洛，这3个月内他就待在院子里，一步都不许出门。要是踏出院子一步，就打断他的腿。
让他在院子里好好反省反省。仅仅只是关禁闭，这么便宜就放过他，这绝对不可能。这个女儿也是个不成器的，惯会惹事，却一点不会替我分担。苏子安的心中闪过了一丝恼怒，想起前几天就是这个苏婉在太子的面前狠狠地丢了回脸。你也回去院里待3个月，好好反省反省，好好学学你五妹妹。这是要关我禁闭了，还要学学苏西。这苏府当中最骄纵妄为的就是苏西，好不好？爹爹，将三小姐拖回去，好好看管起来。这一个个的都不省心。老爷子快要出关了，可那天灵水完全不知所踪，还有那张藏宝图究竟会在哪儿呢？靖宇那个臭小子死活不承认，从他口中也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苏子乌冷着脸走进了院子，传达了苏大将军的命令。苏洛呢，很是乖巧地表示他一定好好待在院子里反省，每日面壁思过，好好的反省，坚决向五小姐苏西学习。苏子乌当场砰的一声关好了门，重重的铁锁把院门锁上。往后就算是送饭，那也是从墙上递进去的。小姐，这刑罚简直太轻了吧！若是以往，老爷绝对会让人将小姐鞭笞的。早就说过了，要你别担心了吧。这些日子，苏洛几乎将这大陆的通史翻了个遍，而且还看了一些关于草药的书籍。毕竟往后他修炼的道路包括了炼药师，而且他很快就要进落日山脉，凭着他这双手的运气，他觉得他还会有不凡的机遇。小姐，这3个月咱们可要好好在院子里待着，不要再惹事了，行吗？这次老爷小小的惩戒一番，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下次说不定就没那么简单了。本小姐正式通知你，玉露丫头，这3个月你就好好待在院子里，替小姐我反省吧。小姐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好吃的。小姐，难道是龙鳞马？怎么不是？苏洛一时有一些难以置信。据他所知，这龙鳞马是妖兽的一种，实力非凡，最普通的龙鳞马也相当于人类5阶高手了。5阶是什么实力？举个例子，苏西这个小小的天才到现在才2阶，苏靖宇才不过3阶，而堂堂的护国大将军苏子安也不过才就是5阶。南宫流云当真是奢侈至极，不愧是传说中的靖王殿下。过来。好奢侈的车厢啊，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吧？怎么，正义女侠这是预备要打抱不平了？没那闲工夫。靖王殿下果然会享受，坐最招摇的马车，喝最香浓的清茶。还有，找最倔强的女人，抱最好看的女人，亲最喜欢的女人。南宫流云！南宫流云的视线始终锁定着苏洛，他美眸中尚有残余的情感。苏洛呢，白嫩嫩的脸颊毫无预兆的红了。前世的记忆纷沓而至，悬崖上那永难忘怀的背叛如潮水般涌了过来。苏洛的心中忽然闪过了一抹惊慌，下意识的他猛然用力的将南宫流云往外推去。南宫流云的脸色布满了阴霾，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他那双漆黑如墨的深眸阴寒的有些吓人，死死地锁住苏洛俊美的脸庞之上，凝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苏洛呆住了，他下意识地捂住红唇，想笑又不敢笑，尴尬中又带着一丝歉意。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强势霸道的男人这么脆弱，一推就倒？那个，你还好吧？
很痛吗？哎呀，应该很痛吧？刚才那碰撞声重得吓人呢。想试试？还是不要了。过来。我又不是傻子，现在过去，那还不是自动送上门给他蹂躏？才不要呢！你要干嘛？哼，还说不过来？这不是主动送到怀里来了吗？明明是你在作弊！他和他的龙鳞马合谋陷害我，现在反而说我投怀送抱，真是岂有此理！那又如何？有本事你也捕捉一头去啊！现在嘛，该是你补偿本王的时候了。你要怎样？伺候本王。怎么伺候？你觉得呢？喝了这杯酒，前尘往事一笔勾销。来吧。南宫流云单手扶住苏洛的腰肢，将她固定在怀里，另外一只手覆盖她后脑勺，深深地吻下去。他的吻强势霸道，不容人拒绝。放开！这种热情亲近让苏洛很不自在，会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世的背叛。很讨厌我吗？他的视线一直牢牢地锁在他脸上，所以没有错过刚才他眼底闪过的一丝厌恶以及委屈。真的很讨厌吗？很讨厌吗？苏洛扪心自问，自从在这个世界里苏醒，南宫流云对他帮助无疑是最巨大的。虽然他有的时候喜欢上下其手，但是他对自己并无恶意。但是呢，苏洛又怎么可能跟他讲述上辈子的事儿呢？那件事儿，那个人，他真的不想再想起了。我的伤心与你无关，别问了。你的伤心与我无关，那与谁有关？南宫流云，你是我的谁啊？你管的未免也太宽了吧？你是本王的妻，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我答应了吗？你苏洛这辈子必须是我南宫流云的妻。哼，那就走着瞧吧，看这条路走到底，究竟会如何吧。不愧是龙鳞马，一路神速前行，原本10日路程，愣是2天之内就到了。落日山脉是东陵国最大的魔兽森林，它坐落在东陵国西北部，其覆盖面积大约有一个行省的范围，里面经过千年万年的滋养，古木繁茂参天，魔兽横行无忌，非武者绝技不敢入内。多吃些青菜，到了里面就只有烤肉了。你也吃啊？你夹给我，我就吃。哼！你们放开我爷爷！你们快放开，快放开！爷爷快要被你们夹死了！死老头啊，你看清楚了没啊？我们这盘菜里有苍蝇，你说吧，该怎么办吧？几位爷，我们田里一向干净，怎么会有苍蝇呢？这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呀！哎呦，弄错了，这难道不是苍蝇啊？啊，你说吧，现在该怎么处理啊？啊，这些菜就当小老儿免费赠与各位的，您觉得如何呀？免费赠与？你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吃白食的？喂，你看清楚了，是你们家的菜里有苍蝇啊！啊，看到了吗？是，几位爷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这可不是我们故意讹诈啊，是你们的吃食出了问题。看在你拿出50两银子的份上，
这件事儿就此结果吧。50两，怎么拿不出来啊？赵公子，求求您高抬贵手啊！这50两，就算您卖了我们祖孙俩，也是没有的呀！没有。这丫头长得不错嘛，白白嫩嫩的，再长大点想必不得了。既如此啊，那就将这小丫头抵挡了50两吧。看你这么穷啊，我们就吃点亏算了。苏洛眼中就森冷起来了，看老人家的神色以及周围人的反应，这位赵公子应该是当地一霸，背后势力惊人。你们这些无耻之辈，专门欺凌弱小，强抢民女，当真是可恶至极。苏洛觉得眼前这位小姑娘她有几分熟悉，应该是姓柳。她似乎是和苏西玩得极好，以前和苏西还合伙害过她来着。苏洛单手支撑着下颚，饶有兴致地看着下方演出的戏剧。他倒是没想到，这位同苏西一样性格的柳姑娘怎么会在这儿上演了一出救人的好戏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哟，小美人儿，你这是要投怀送抱呢？无耻！你瞧，现在风头被人抢去了。南宫流云，在你眼里我就一蠢货是吧？怎么说？那位赵公子一看就是地头蛇，那位柳姑娘能救1次，还能救2次、3次，保不准他这前头一走，人家就带人过来，将这酒楼都给拆了。这不叫救人，而是害人。更何况看他现在这表现，不给那对祖孙惹麻烦就不错了。我的洛丫头一定不知道，她侃侃而谈的样子是怎样的光彩照人，艳光四射。也只有聪明如她，才会在救人的时候考虑诸多的问题，真正做到帮人解决麻烦，而不是带来困难。两人的对话还未完，下面忽然形势逆转，因为那位柳姑娘眼见着久攻不下，而赵公子又处处卡她油，他一怒之下，另外一只手单掌化成弧形。公子！赵公子一脸的难以置信，倒在地上时死不瞑目。赵公子身后那排保镖眼见着自家公子被干掉，一个一个眼含血丝，目眦欲裂。他们全都不要命地朝着柳姑娘扑过去，誓死要斩她于刀下，为自家公子报仇。然而柳姑娘身边的那几个同窗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全都是帝国最高法师学院的资优生，都是传说中的天才。于是呢，一场混战即将展开了。酒楼的主人，也就是那对祖孙两个人看到赵公子倒下之时，眼底全是惊恐和绝望。这次可算是倒霉透了。你们外乡人不知道，赵公子是当地郡守的儿子，唯一的一位儿子，没想到就这样死了。不过是郡守的儿子罢了，很了不起吗？这里是落日山脉边沿小镇，能在这里做郡守的，会是普通的酒囊饭袋吗？这位郡守大人武功深不可测，据说至少在5阶以上。5阶？那位姑娘也真是，救人就救人吧，怎么将赵公子杀死了呀？哎呀，这样的败类不杀，难道留在世上危害乡邻不成啊？那也可以暗地里杀呀。现在牵连上王老伯和他孙女，赵郡守又是最为护短的，这叫他们祖孙俩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是在救人还是害人？就是呀，那姑娘看着漂亮又聪明，怎么行事这么鲁莽？他们倒好，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却叫人祖孙俩怎么活呀？我这张乌鸦嘴全给说中了。我的洛丫头总是这么聪明。这可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不好骗呢。好好看戏吧，别乱走神。此时大堂中的打斗已到了白热化，现在已经到了尾声。
虽然他们人多势众，一拥而上，但是那又怎能敌得过帝国学院出来历练的那几位小天才呢？很快，赵家的保镖就已经被全部身首异处，死得不能再死了。放心吧，往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们了。快别跪着了，起来起来。哎呀，看来又是南宫流云这妖孽惹出来的祸呀。说了不要跪着了，除暴安良是我们武者的责任，你们不用这么感激我的。苏洛没忍住，差点一口水喷了出来。感情这位柳姑娘还以为人家跪着不起来是因为太过感激她的缘故呢，当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好了。谁？柳姑娘耳尖听到了嘲笑声，噔噔噔地跑了上去，直接锁定苏洛。刚才是你在笑我？你是？我认识你吗？不会的，这个人绝对不会是苏西那个草包废柴四姐，一定是有人相似。再说，就凭苏洛那个白痴，他怎么可能会有资格坐在靖王殿下身边？是的，其实啊，柳姑娘看到门口的龙鳞马的时候，就认出了完美绝伦的靖王殿下。为了给靖王殿下留一个完美的印象，她才会一反常态出手去帮那对祖孙两个。她相信靖王殿下一定会对这样的他心生好奇的，然后他再假装不经意地碰到靖王殿下，相信就能凭此接近心中男神。也因此，当苏洛发出嗤笑之声之时，他才会抓住机会，直接朝2楼飞奔而去。靖王殿下，您也是去落日山脉吗？靖王殿下，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若华，柳若华。在帝国学院的时候，您还曾指点过我修炼。说完了。按照苏西的话来说，靖王殿下就是9重宫阙的神奇，只看一眼就是对他的亵渎。现在能面对面的站在他的面前，柳若华觉得好紧张啊，心都从嗓子眼跳出来了。那就滚吧。难得有一次接近靖王殿下的机会，我怎么可以如此轻易放过呢？下一次谁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靖王殿下，您这是也打算去落日山脉吗？我们队伍也是，不如我们一起。哎呀，怎么净顾着看戏啊？再吃一根青菜，乖。苏洛很想翻个白眼儿，他好想问啊，亲爱的靖王殿下，您这是给我拉仇恨呢吗？没看到对面那姑娘双手青筋都抱起了，恨不得将我掐死吗？来，将这碗汤也喝了，可口又滋补，很是不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那么到底是哪里弄错了呢？靖王殿下，怎么还没滚呢？对南宫流云来说，他的世界只有2种人，一种人是自己，另外一种人是外人。能被他纳入到他的世界的，他绝对护短偏心，没有任何的道理。不被他纳入他的世界的，他一向果敢、狠辣、冷酷、残暴、嗜血。而现在呢，他的世界里就只有苏洛，旁人皆是浮云。是的，没错，这个阴冷淡漠的如同地狱中走出来的修罗，他绝对是靖王殿下。但是他怎么会？他没想到一个人的脸皮会这么厚，怎么赶都赶不走啊。同时他又有一些好奇，南宫流云究竟出色到什么程度，能让这姑娘如此执着呢？吃饱了吗？还没呢。哎呀，吃不下就别硬撑。想看戏吗？本王自会叫他们演给你看。不需要。天哪，是我太无知，还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竟然有女人会推开靖王殿下的靠近，我是疯了吗？刘若华，你不是很能吗？你不是仗着自己是当朝丞相的女儿，和苏西一起当以前的苏洛是条狗吗？现在呢，很嫉妒是不是？很疯狂是不是？很想杀人是不是？你是谁？你是苏洛，别否认了，你手腕上的刀伤就是我划的。柳三小姐，幸会了。怎么会是你？
想起刚才晋王殿下对他殷勤讨好，那柳若华几乎当场崩溃了。因为太过激动，柳若华紧握苏洛的手，很是用力，力道大的几乎生生地掐断他手腕儿。苏洛眸色一暗，余光瞥了一眼南宫流云，忽然闷哼一声，南宫流云的脸瞬间变得张狂阴厉，也不知他如何出的手，只见一道衣袖残影飞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此时柳若华已经不在2楼这个包厢了，只见他纤瘦的身子犹如箭雨一般的射向了1楼大厅，疼得他几乎晕厥过去。若华，你怎么样？有看受伤了吗？我的手好痛！天哪，这手……柳若华的好友李婉看到他手时，双手掩住口鼻，眼底是完全的震惊啊！此时柳若华那只右手手腕被齐根切断，伤口的鲜血不断的喷涌而出，看起来非常吓人。好凶残哦，齐腕切断，这样会不会太不怜香惜玉了？南宫流云好深的城府和算计。柳若华被丢下去后，一切的后续反应全都在他算计当中，包括他被吓得弹起跌倒，自己将自己的右手腕砸向冷箭，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比，几乎算无一策。这样的南宫流云无疑是非常可怕的，选择与他为敌是最愚昧的方式。如若他诚心要得到我，那我该如何自处啊？单纯善良的好丫头，不该幸灾乐祸哟。还疼吗？已经不疼了。厚厚的掌心触感让苏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是谁伤的若华？还不快滚出来！晋王殿下，怎么会是他呀？本王伤的，如何？还有事？没事儿，殿下您慢慢用膳，慢慢用。他身后有不认识晋王殿下的，还想热血的往上冲呢，但却被刘维明死死的拉住。因为刘维明很清楚，如果真的是晋王殿下出的手，那柳若华这手腕只怕就是白白折了。谁叫他得罪谁不好，偏偏却得罪那个活阎王晋王殿下呢？南宫流云以前的名声有这么恐怖？就这么想看我？要不要更深入的看？不想，一点都不害人。到底哪一面是真正的你呢？你喜欢哪一面？喂，傻了？南宫流云这只狡猾的老狐狸，竟然在文字上设下陷阱给我跳。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最喜欢我自己。丫头，我也最喜欢你呢。那你岂不是很亏？本王从不做亏本生意，不信，那我们来打个赌如何？不赌，一定又是胜者为王，败者暖床那套，我才不上当呢。正在这个时候，楼下大堂传来一阵喧闹争吵的声音，无数的士兵将整座酒楼团团围住，密密麻麻的，水泄不通，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赵郡守几乎都要崩溃了，他背背长枪，跨下马，飞速地朝着酒楼赶过来。就在刘维明他们商量着离开的时候，赵郡守带来的人马刚好将他们团团围堵在门口，双方对峙，谁也不让谁。柳若华声称赵公子死有余辜，赵郡守则是一心为子报仇。赵郡守一意孤行，今日必须要去柳若华项上人头，即便他爹是丞相，也改变不了赵郡守的初衷。但是呢，刘维明他们又岂会答应？他们一个一个都是朝中大族，每个人家里面的长辈官职拉出来都比这位郡守大。自尽或者被杀，选一样。哼，你一个小小的郡守也敢威胁本小姐？信不信要不了多久，本小姐就能让你锒铛入狱？自尽
还是被杀？你想杀我，可问过晋王殿下没有？晋王殿下，晋王殿下在武者心目当中，那绝对是震撼的存在。大陆有史以来第2天赋，不到20就晋级了6阶，听说已经到了6阶巅峰，距离7阶也仅仅只是一道门槛了。这样的天才谁不膜拜？谁敢与他为敌呢？晋王殿下，难道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得罪了晋王殿下，这才导致被杀？就是晋王殿下。晋王殿下和我们都是要进日落山脉的，他现在就在楼上，不信你去看看。如果你杀了我，晋王殿下不会放过你的。你还不知道吧？我爹爹已经和陛下暗中有了默契，不久的将来，我就是晋王妃。哼，你敢杀我？此话一出，众人哗然，围观众人一个一个皱眉，他们可不希望晋王殿下娶这么一个脑残又跋扈，而且还断手的女人。哟，晋王殿下，轮到您英雄救美的时候了，您怎么还不快去解救您的未来王妃啊？再不去，美人就身首异处了。怎么，吃本王的醋了？我苏洛吃糖吃盐，就是不吃醋。倒是晋王殿下，您真的不去？去呀，怎么不去？再不去，本王的未来王妃就生气了。晋王殿下，晋王殿下，可是来劝和的。本王没别的意思，不过睁大你的眼睛瞧清楚了，这位才是本王未来的王妃，长长脑子，别什么人说都信，被人坑蒙拐骗了也不知道。晋王殿下，您不能这么做，您不能，求求您救救若华，求求您了。以后别乱说话，否则本王的未来王妃会不高兴的，后果很严重的。这个男人不占我便宜会死吗？苏四小姐，苏洛，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求求你救救我吧，求求你了。我堂堂丞相府嫡女，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等我回到帝都，到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这些人。等等，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放过我的性命。不需要，是关于你的身世。哼，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吗？你觉得苏将军真的是你亲生父亲吗？你觉得苏家真的是你的根吗？告诉你，不是。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就算你死了，苏家的人还没死绝呢，我自然会去问他们去。苏洛面上不动声色，他心中却是闪过了一丝狐疑。哼，这世上除了我，没人会告诉你。苏家人根本就不知道。苏洛呢，微微蹙眉，他想起原主在苏府的遭遇，那根本就是非人的生活。苏婉也是庶出，他的天赋也不行，但是他与自己的待遇却是全然相反。难道我的身世真的另有乾坤？好，现在你可以说了。没有人知道柳若华附在南宫流云耳畔说了些什么，因为南宫流云的脸色从始至终都是淡漠冰冷的。落日山脉极其浩大，群山连绵，古木参天，各种珍禽异兽时出时没。山脉足足有一个行省的范围，在靠近中央深处更是有数不清的珍稀草药。魔兽都有地域的意识，越是实力强大的魔兽，越是占据山脉内围中央的位置，所以能进入的人极少。千万年累积下来，珍贵草药数不胜数。还要多久才能见到铁甲脊背龙啊？进入山脉已经2天了，但是呢，
这2天他们遇到的不是魔兽兔子，就是魔兽獐子，这表明他们还在外围打转呢。铁甲脊背龙在中央森林，至少还需要3、4天。怎么，这就累了？倒不是，瞧，百年灵芝、百年人参到处可见，可是都带不走，多遗憾呢。要是有空间的话，这些珍贵药材我肯定全部卷走。这些药效太差了，等进入中央森林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保管让你采到尽兴。中央森林深处的药材更加珍贵，所以这些药材不采也罢，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对了，后面那些人一直跟着我们，没关系吗？前2天南宫流云救下了柳若华之后，这支小队就紧紧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落日山脉。不过呢，他们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也没有上来打招呼。也不知道这次南宫流云是怎么想的，竟然默许让他们跟在后面。虽然离了有1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以南宫流云以往的性格，他不应该是一副厌烦的表情，然后将那些人赶走吗？所以他是不是打着什么主意呢？就算是废物也有点用处的，所以呢，要物尽其用，不要随便浪费了。很快你就知道了。让苏洛有一些疑惑的是，南宫流云并不是直线往里走的，而是在绕兜兜转转的圈子，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害怕吗？苏洛虽然天赋惊人，但他现在毕竟还是没有任何灵力的普通人，在这个魔兽横行的原始丛林里，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儿。有什么好怕的？难道你觉得我没有丝毫自保能力吗？他现在确实没有任何灵力，但前世10几年的魔鬼训练和杀手生涯，那可不是白经历的。那种杀戮嗜血的本能，练就一颗无所畏惧的坚韧心脏。来了。什么来了？蟒荒蛇，4阶魔兽，攻击力强悍，还有剧毒。好烈的毒啊！苏洛扪心自问，如果碰到这大蟒蛇，要想打败它几乎不可能。蛮荒蛇的存在告诉他，进入到落日山脉之后，要平平安安完好无损地走出去绝非易事。在森林里要步步小心，时时警惕。丫头，蛇本逐末了，这蟒荒蛇最有用的不是毒啊？难道是它的内丹？不都说蛇的内丹可解百毒吗？很快你就知道了。最爱卖关子的人就是他了。苏洛有一些郁闷地嘟起了红唇。之前柳若华跟他说的关于他的身世，他竟然瞒得死死的，根本不和他透露半句。此时蛮荒蛇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了，他口中吐着蛇信子，蜿蜒地爬了过来，面容狰狞，凶相毕露。然而呢，让苏洛惊奇的是，他竟然完全无视他和南宫流云，直接越过了他们，朝后面挪去了。这让期待南宫流云和荒蛇大战一场的苏洛有一些失望啊。难道蛮荒蛇也知道柳若华的心比较黑？但论起心黑，又有谁能比得过南宫流云呢？好好看戏，绝对精彩，包清满意。是吗？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了。柳若华他们看到蛮荒蛇的时候，眼底闪过了一抹狂喜。他们这次来落日山脉，任务物品之一就是蛮荒蛇的内丹，因此他们在进入落日山脉的时候就花费了很大一笔钱买了红心花带着，而红心花是最能吸引到蛮荒蛇的。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也是南宫流云一直让他们跟着的原因。蛮荒蛇的内丹能解百毒，特别是森林中的瘴气，所以南宫流云必须为苏洛准备好。忽然，蛮荒蛇头顶上的冠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乎闪过五彩的光芒，亮晶晶的，却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惊惧感。这蛮荒蛇快要进阶了，大家快加把劲打死它，不然等到它进到5阶，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蛮荒蛇非常记仇，
只要攻击过他，除非将他杀死，否则他会一直追杀到底。4阶的蛮荒蛇他们还能打斗，但是5阶就只有被凌虐的份儿了。然而他的发现还是迟了一步。只见蛮荒蛇全身似乎笼罩着金色的光芒，浓绿色的浓雾四处弥漫，腥臭气味在丛林当中乱飘。他头上的冠花似乎一瞬间就褪成了玉角，玉角非常耀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断有光华流动，像闪电劈过一般。天哪，这只蛮荒蛇竟然还会雷系法术！雷系是所有元素当中攻击力最强的，也是最稀少的，而魔兽中修炼雷系元素的那就更少了。谁也没想到他们的第一个任务物品会妖孽到这种地步。撤，快撤！第二个被击中的不是别人，正是柳若华。因为他之前受过了伤，身上血迹还未干透，所以非常吸引蛮荒蛇的注意力。很快一支队伍就被蛮荒蛇给拿下了。队长，快想办法呀！救命啊！救命！救命！他知道以晋王殿下冷漠的性格，他绝对有可能看着他们被蛮荒蛇吞噬，然后潇洒转身离去。怜悯、同情、仁慈，这些个美德不会出现在晋王殿下的身上。晋王殿下，救命啊！求求您了，您再不出手，我们就死定了。性命可只有一条啊，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天之骄子，怎么可能就这么无能的死去呢？于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朝南宫流云大喊救命。啊！直到这一刻，刘维明他们才真正的认识到晋王殿下是如何的冷血无情。亏他们一开始跟在晋王殿下的身后，还期望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得到他一臂之力相助呢。天真，他们简直太天真了。报价吧，都说说自己的性命值多少银子。果然，最懂我的人还是我的洛丫头呢。刘维明完全没有想到，远离的晋王殿下之所以不出手，只是在等他们自己报价呢。这也太……想要性命的话，就快报吧，不然的话，蛮荒蛇下一口咬的就不知道是谁了。不管如何，他都是要杀死蛮荒蛇的，但是他却非要这些人花费买命钱。更何况，这蛮荒蛇还是靠刘维明他们吸引过来的呢。南宫流云还真是雁过拔毛，算计到底呀！果然，他说自己从不做亏本生意，这一点倒确实如此。我名下有5间商铺，我可以全部贡献出来。我用2个带花园的宅院换。我有1000两。原来你的命就值1000两啊，还挺贱的嘛。1万两啊！我的枪！之前刘维明他们一拥而上，各显神通，各种火球啊、水箭啊、锋刃术呀砸上去，却是根本破不了人家防御，也没有给表皮造成一丝的伤害。然而呢，南宫流云却只是随意那么一挥，一道金色剑芒却如同切豆腐一般的直直刺入蛮荒蛇的心脏最中央，透背而过。一招，就仅仅只用一招，而且还只是轻轻的挥一挥衣袖。割下来。殿下，您要这只玉角？对于晋王殿下这种程度的高手来说，这只玉角并不算很有用吧？还挺好看，拿去随便玩吧。不要，无功不受禄。不要？这位姑娘脑子是不是吓傻了？这可是蛮荒蛇的玉角啊，玉角！无数人为了得到它而拼尽性命，她竟然说不要，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晋王殿下怎么偏偏对她这么好？不要的话，就丢掉算了，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丢掉！一瞬间，几乎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了苏洛那只拿着玉角的白皙手掌上，那眼底分明就是期待他赶紧扔掉。
苏洛见他们几乎要流口水的急切模样，心中暗觉好笑，口中却是说道：既然如此，那好吧，我就先帮你保管着，什么时候你想起来了再还你。内丹，他本来想趁乱取走内丹的，因为这是他们任务的物品，但既然晋王殿下点了名，他又怎敢贪墨？殿下，这内丹您可要卖？可是那是我们的任务物品，而且蛮荒蛇也是我们引来的。不公平！公平是什么东西？我宠我家小洛洛，还需要别人说三道四？这些人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瞎说什么？如果不是晋王殿下出手，我们早就全军覆没了，你还想白拿战利品？这刘为明倒也不笨，审时度势，说话还留有余地。他不想白拿，那是要用条件来换喽。苏姑娘，这内丹我们确实有非要不可的原因，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割爱？晋王殿下怎么可以？晋王殿下是那样的高贵无比，宛若九重天的神奇。苏洛这个小贱人，怎么配得上他？洛丫头，这次你可误会本王了。蛮荒蛇的内丹药性太烈，唯有这个方法才能让你不受任何伤害。这次就放过你，下次注意了。刘为明万分失落地望着苏洛，内丹已被他吞掉，却是再也拿不回来了。其实他哪里知道南宫流云从一开始算计着蛮荒蛇的内丹，不然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会让这些人跟在他的身后呢？好大的排场，好强的气势，只是不知道花轿中的人是何方神上。南宫流云一向冷厉残酷的冷眸，似是有一丝细缝皲裂。漆黑如墨的幽深美瞳中妖曳邪魅，笑意盎然。他对他很是熟悉，也很是亲切，完全不似对苏洛那样的态度。你怎么来了？你不也来了吗？你真以为晋王殿下喜欢你吗？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多管闲事的下场可不太美妙哦。看见没？他们两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不过是脚底下的烂泥巴，给晋王殿下提鞋都不配。是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他们口中神奇般高贵的晋王殿下了？哼，世人总是那么好笑，你不在意的东西，别人硬是觉得你非常在意，还反过来嘲笑你不被在意。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那位就是瑶池宫的少公主，人称瑶池仙子，无论是天赋武功还是家世，都不是你一个废物能比的。啊，你还不知道吧？他们两个呢，就是世人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没有比他们更般配的了。哼，我得不到，苏洛这块烂泥巴更加别想得到。是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苏洛在他的眼中就这样被轻视？哇，凤凰，浴火凤凰！龙，竟然还有神龙啊！苏洛所谓的屠龙，不过是铁甲脊背龙，这种龙和传说中的神龙根本完全不同两种概念。凤凰和神龙的现世让大家很是激动，但眼下的情况却非常不妙，因为两只神兽浴血对战，可苦了下方落日山脉里的魔兽们了。此时几乎所有的魔兽都开始往外狂奔，企图远离这两只战斗的神兽，免得遭池鱼之殃。一时间，无数的魔兽如汹涌的潮水般往外涌来，如万马奔腾，气势汹汹，无可抵挡。情况不太妙。南宫流云一双妖艳的紫眸蕴着浓浓的寒意。
确实，魔兽潮要来了。魔兽潮？余下的人一个一个神色大变，眼睛满是惊恐。但凡发生魔兽潮，在场的武者们几乎是九死一生。但同时呢，这又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奇遇啊！因为魔兽潮的发生必然会因为有绝世宝物出土，而这2只几乎绝迹于世间的神兽互斗，极有可能就是在争夺着天才地宝。中央森林，南宫流云一双妖夜眼眸看着苏洛，深眸处璀璨光华，有那一瞬间的暗淡。每次魔兽潮虽然危险，但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是以往，他自然会前去探险，但是现在他身边跟着个毫无灵力的苏洛，他能保证自己全身而退，不敢确定苏洛会毫发无伤。你去吧，不要管我。柳若华虽然讨厌，但他话中说的却是没错。以他现在的实力，他连站在他身边的资格都没有啊！他和瑶池圣女那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实力相当，身世匹配，而他呢，在他们面前似乎渺小的忽略不计，只能低低的仰视着他们。我怎么会不管你呢？真是孩子话。小西西，宝物怎么也比不上性命重要。多谢提醒。他的目光落在了苏洛的脸上，轻飘飘的，清淡如水，却让苏洛瞬间有了一种如芒刺背发寒的悚然感觉。这个女人真的如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清淡如水，无悲无喜，超凡脱俗吗？无数的魔兽飞奔而来，气势汹涌，杀机腾腾。2只脚根本跑不过4条腿的魔兽，而且就算是跑到外面也不一定安全。只见他抱起苏洛，旋身飞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小树屋上。瑶池仙子回身朝南宫流云望了一望，看到他抱着苏洛的身影清雅明丽，美眸似蒙上了一层水雾，谁也看不清那漆黑如墨的眼眸深处蕴含的意思。瑶池仙子飞旋而去，婉约优雅，仪态大方。她身边10几位侍女神色如冰寒笼罩，冰冷地射向了苏洛，随后也跟着飞走了。苏洛细眉微蹙，直觉告诉他，这位瑶池仙子笑得有些神秘。果然，就在他飞了没多远，忽然空中无数秃鹫将他团团围住。秃鹫王似乎盯上了瑶池仙子，招招狠厉，凶狠残忍。秃鹫王7阶魔兽，而且是飞行类魔兽，比同阶陆地魔兽更难对付。此时瑶池仙子的情况看起来非常的凶险，秃鹫王一直紧追着他，紧咬不放。乖，就在这等我，哪儿都不要去。南宫流云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可到底在你心中还是他重要啊？这个女人容貌武功都是上上选，城府心计又深，再加上不凡的家世，老天还真是厚待她，给了她得天独厚的优势。果然这样的人才是南宫流云的绝配吗？我苏洛一个大将军府不受宠的废柴庶女，又算得了什么？苏洛静静地坐在小树屋里，或许是孤单使人寂寞，此时的苏洛心中有种浓浓的挫败感。在前世的世界，苏洛那是金牌杀手，有一种泯然于众的地位，绝大多数人对他来说都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但是自从来到现在这个世界，他就常常有种挫败感。在这里，他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他可以凭借着前世的身手打败1阶的苏婉，但是如果和2阶的苏西真正对战，他就未必能赢过了。何况那瑶池仙子这样强的人，
是的，瑶池仙子一直对他笑，神色平淡无波，但是从他那笑容当中，苏洛很是明显地读出了一种情绪，不屑。似乎只要他稍微动动手指，就能摁死自己那种轻视。我苏洛不是废柴，相反，我还是3系元素的超级天才。只要给我机会，我将来的成就就不会比任何人差。苏洛握拳，这一次他必须要找到龙之穴，将空间打开，这样一来的话，他的木火双系才不会被死死压制，他才有机会开始修炼。时间一点一滴渐渐的流逝，但是南宫流云却是一直都没有回来，也不知道魔兽是不是都跑光了。此时四周围非常寂静，静得诡异而阴森，似乎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忽然暴风起，狂风呼啸，吹得整个大地都在震颤，小树屋在风中摇摇欲坠。苏洛趴在窗口往外看去，他看到了不远处一道乌黑如墨的龙卷风飞速地朝他所在的地方呼啸而来。他犹如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咆哮着，张牙舞爪，似乎整个天地都任由他为所欲为，无人可以阻止。他发现他整个人，应该说是整个小树屋离地而起。很快小树屋就脱离了那株千年古树，被龙卷风连根拔起，卷飞在空中。该死的南宫流云，就知道关心他的瑶池仙子，将我随便留在原地。还有这该死的龙卷风，怎么偏偏将我所在的小木屋给卷飞了？那边上明明还有别的小木屋嘛，这样也能被选中，我这到底算是什么运气啊？此刻呢，苏洛坐在小树屋当中飘飘荡荡，犹如坐热气球一样。此时若是有人看到，必然惊愕的下巴掉一地，因为世上还没见过屋子飞上天呢，这也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了吧。这似乎是一枚蛋，而且还是一枚不小的蛋。难道在天空中飞还能捡到蛋？莫非鸟妈妈还能边飞边产蛋？不会吧，这颗蛋不会这么正巧就在空中这么孵化出来吧？这是什么生物啊？哎，这刚破蛋而出的小东西在找什么呢？此时这小家伙圆滚滚的小身子已经躺落在苏洛的怀里，小肚子一挺一挺地呼吸着，闭着眼睛打起了呼噜。他的2只小爪子还牢牢地揪住苏洛的衣角，怎么扣也扣不下来。这小家伙也太旁若无人，太自来熟了吧？啊？难道他以为我是他妈？话说这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物种啊？说他是小狗吧，长得是有点像；说他是小龙吧，可他偏偏都长得圆滚滚、呆萌呆萌的，完全不像是神龙那样张牙舞爪、狰狞恐怖。最重要的是，刚才那颗蛋究竟是怎么滚进来的？人为还是天意？还有我的小木屋，在龙卷风呼啸之际，怎么会保持得完好无损啊？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靠！我苏洛好不容易重生一次，不会就这么陨落在这个时代吧？龙？哎呀，我千辛万苦来到这落日山脉，排除万难，为的是什么呀？那就是龙之血呀！既然刚才战斗的那只是龙，那么这家伙应该也是龙吧？对的，没错，这绝对是龙。之前那颗足球大的蛋，绝对就是龙蛋。哈哈，神龙血我搞不到，但是小神龙现在就在我手里呀！啊，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如果龙妈妈知道苏洛有这种想法，可能要气得吐血了吧。她的小龙好不容易被孵化出来，竟然遇到了凤凰寻仇，没办法，她只能随机选择一个小地方将小龙蛋存放起来。但是她又怎会想到，这个随意挑选的小木屋里竟然藏了人，而且那么巧，她最需要的就是龙之血呢？若是龙妈妈知道，只怕要气疯了。她这叫什么？她这叫自动送上门求虐。看到了苏洛，小神龙似乎很是兴奋，小小的嘴张开，口中发出了一声悦耳的龙吟之声。那龙吟声就落在苏洛的耳边，震得他脑门生疼，头疼欲裂。龙妈妈正和火凤凰打得激烈呢，他抽空回头一看，发现自家小宝贝竟然躺在一个渺小人类的怀里，而那个人类竟然还拿着一把匕首，比比划划的。这还了得呀！此时呢，苏洛看到一只体型庞大的神龙朝他扑了过来，那威严的龙威震得他心脏剧烈跳动。他眼底闪过了一丝骇意，来不及多想，他抱起了小朦胧，转身就跑，这绝对是下意识的动作。神龙阵阵一灭，震得苏洛鲜血上涌，那龙威犹如千军万马奔腾，震耳欲聋。神龙在追杀苏洛的时候，他身后的火凤凰也没有放过他，也正是有了火凤凰的干扰，所以苏洛才有了一丝逃跑的机会。完蛋了，怎么办？难道束手就擒？不行，就算我现在将小朦胧还回去，神龙也绝对不可能放过我。现在还没有到绝路，一定还有机会的。果然是天不亡我，很好，非常好，错过这个时机，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苏洛心中大喜，将小朦胧抱了出来，另外一只手探入怀中，预备拿出那玉盒子。他从苏家倒出的天灵水，还有南宫流云给他的空间草，都放在那玉盒里。哎，玉盒子呢？我的玉盒子呢？我明明记得很清楚，之前独自待在小树屋的时候，我还亲手将玉盒子拿出来看过的，怎么就不见了呢？难道是掉落古树的时候丢掉了？不会啊，明明将小朦胧揣进怀中的时候，玉盒子还搁在我怀里啊。可是怎么忽然间就不见了？啊，难道掉悬崖上了？哎呀，这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明明龙之穴就在我面前，可是空间草和天灵水居然不见了。这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就在他郁闷的团团转的时候，小朦胧一直仰着小脸，一双迷茫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细细的小爪子揪住苏洛的裤管，一双小短腿随着苏洛不断地打转，而且他嘴里还嚼着东西。苏洛脑中灵光一闪，他忽然想起之前小朦胧吃蛋壳的情节。不会那么倒霉吧？这只小东西，他竟然将小玉盒给吃进去了。天灵水和空间草刚吞下去，应该还没有消化完吧？靠，这柄匕首，南宫流云还说集合上品精铁打造，吹可断发，锋利异常，竟然被这小家伙当午餐一口啃掉了。我这是拐了什么呀？原以为是宝，却没想到抱了一只小祖宗回来。怎么可能这样呢？空间草和天灵水不见了，我这空间岂不是再也打不开了？小家伙，你说我是把你清炖呢，还是红烧呢，还是爆炒呢？他想明白了，空间草既然南宫流云得得到一株，那么肯定还有第二株。至于天灵水嘛，既然苏家之前拥有，那么这世上肯定还有，只要他花点时间就能找到。只是这龙之血嘛，若是不是机缘巧合，却非常难得。苏洛没有要杀了他的意思，只是想取他一点点血而已。他担心自己一刀下去，这小龙会不会一命呜呼啊？我可不是你龙妈妈，
不要乱拱来拱去的。毫无防备的苏洛被震得耳膜生疼，胸口气血翻涌，差点有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哎呀！就在此时，忽然一道浓郁的金色光芒笼罩了小呆龙。只见从小呆龙的口中飞出了一团血，这一团血中有苏洛的鲜血，也有他自己的。只见这小团鲜血竟然诡异地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图案，这个图案散发着浓郁的黑色神秘气息。这难道是小朦胧？这是与我缔结契约了，而且还是平等契约。小朦胧，你叫什么？摸摸，这什么名啊？算了，往后我就叫你萌萌吧，好不好？难道莫非这就是我的空间？不过这个空间可真小啊，只有10平米大小，而且里面除了一口灵泉，居然什么都没有。更加让苏洛失落的是，小朦胧可以以实体进入，而他却以灵魂的状态进入的。他的灵魂进来之后，身体却依旧还在外面，这让他多少有些郁闷，因为这就表明了他这个空间跟传说中的随身空间不一样。传说中的随身空间主人是可以身体进去的，如此一来的话，有人追杀的话就可以随意进出躲避，那可就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最好的宝贝了。苏洛呢，之所以敢劫持小朦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笃定到时候有了空间，神龙要追杀他，他也可以躲进空间去，到那时安全就有了保障。但是现在看来，可能要从长计议了。泉眼不过木桶般大小，泉水清澈见底，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苏洛喝了一口灵泉，顿时觉得似乎身体里的污秽都被洗涤一空，全身舒爽无比，神清气爽。苏洛突然有种感觉，这灵泉跟他自苏府偷盗而来的天灵水竟然是完全一样的。他曾经小小的尝过了那么一点点天灵水，所以此时一喝他就察觉出来了。苏洛忽然有一种无语凝噎的感觉，之前为了那天灵水他千辛万苦去偷，被他那便宜老爹追着何府的乱窜呢，却没想到打开空间之后，这天灵水不是论瓶儿装的，而是整整一口灵泉呢。幸运女神也太眷顾我了吧，我无以为报的。就在苏洛自恋的时候，忽然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他感觉到一种腾腾的杀气由远而近，靠近了他。出了空间，抬头一看，果然紧追他不放的神龙又追过来了。或许是喝了空间灵泉的缘故，苏洛感觉到自己整个人轻盈了起来，简直是身轻如燕，速度比之前快了一大截儿。而且之前他被震得吐了血，跑得筋疲力尽，在一口灵泉之下，现在这些个症状竟然全部消失了。哎呀，我的空间已经打开了，小朦胧的血对我已经没有用了，我正好可以将小朦胧还回去啊！我怎么就这么笨呢？竟然没想到这个办法。此时苏洛可以清晰地看到小朦胧正撅着小屁股，整个人趴在泉口，对着那泉水咕咚咕咚地喝着，那灵泉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苏洛的心中那叫一个肉疼啊！小萌萌，乖啦乖啦，快点出来呀！哎呀，你家主人快要被你龙妈妈一掌给拍了，你还不快点出来！这不听话的小家伙，等我逃过这一劫，看我怎么打他小屁屁！苏洛，竟然是你！这才分开多久啊？你就这么狼狈了？你就不狼狈？苏姑娘，靖王殿下怎么没跟你一起啊？靖王殿下有事离开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有事要找他吗？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靖王殿下早追着瑶池仙子走了，把你抛下了。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只是靖王殿下的一个玩物，
随时都可以弃之不顾的棋子。你胡说什么？我胡说，笑死我了，真是笑死我了。不然你告诉我，靖王殿下是不是去找瑶池仙子啦？刘若华猜的一点也没错，南宫流云难道不是去找瑶池仙子了吗？他丢下我，将我独自留在小树屋里，可不就是为了去找瑶池仙子了吗？哎呦，苏洛啊苏洛，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靖王殿下有多疼你呢，没想到你受宠的也不过只是这2日罢了。哎，蛮荒蛇的内丹还在他身上，难道我们不该拿回来吗？不是已经被他吞进去了？你傻呀，蛮荒蛇的内丹哪有那么容易消化？说不定现在还完好无损的在他肠胃里呢。不确定的话，剖开他肚子不就知道了吗？你没看到吗？靖王殿下已经抛弃他了，要不然的话，靖王殿下怎么会跟随瑶池仙子而去？难道你觉得这贱人比得上瑶池仙子吗？要你选的话，你会选瑶池仙子，还是选他这个废物？难道你觉得靖王殿下的眼光比不上你吗？只要他拿到那颗内丹，他就有机会成为蓝海大师的入门弟子，那么往后他修炼的路途将会一帆风顺，反之则艰难重重。一群蠢货！你们想干嘛？靖王殿下如果知道你们杀了我，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哼，扯虎皮扬大旗。哼，靖王殿下，先不说靖王殿下还会不会为你报仇，就算他为你报仇，可这落日山脉最多的就是魔兽。当魔兽将你的骨头都啃掉时，不知道靖王殿下还认不认得出来哪块骨头是你苏洛呢？你们！刺客，没想到刘维明竟然和我一样，也精通刺客之术。他能够感觉到苏洛身上没有任何灵力，这足以说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废柴了。而他自己已是3阶法师了，但他的偷袭竟然没能成功，这让他有一种浓浓的挫败感。有本事别跑，有本事你别追呀！这时候不跑，当我傻的吗？若是刚才没有动手，倒也罢了。既然已经动手，就必须要斩草除根，不然的话，若是以后苏洛在靖王殿下面前告黑状，那我们几个就没活路可走。虽然靖王殿下舍下他而走，但谁知道喜怒无常的靖王殿下什么时候又想起他呢？不对劲！天哪，那是蛇精吧？蛇精你个闲人板板哦，那是龙，是神龙。既然刘维明和神龙都想杀我，那么就让他们先自相残杀，等杀出结果来，再来找我 PK 吧。祸水东引，借刀杀人，这些个手段苏洛最熟练了。可怜的刘维明他们还不知道这条神龙是苏洛引来的呀。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只要与苏洛分开跑，就能逃离神龙的威胁呀。可是呢，人在危险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惯性，咬紧前面的目标不放手，所以就注定成为他们的悲剧了。他怕杀了苏洛伤到小龙，但是这些个渺小的蚂蚁们却是毫无顾忌的，于是他的龙息完全没有控制。这位少年极其喜欢柳若华，对他几乎是千依百顺，但是龙息蔓延过来最关键的时候，他拉了柳若华一把，而柳若华呢，将他往后方一推，他自己则是借力逃跑了。我们分开来跑，不然的话，我们全都会死。刘维明狠狠地瞪了苏洛一眼，他知道苏洛必须得死在这落日山脉，若是被他走出去，天知道晋王殿下知道他们要杀他的消息后会怎么对付他们。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人形肉盾
果然没了。哎呀，神龙大人，累了吗？要不要休息下？别！苏洛急得脸上冒汗，他的脑海当中不断地呼唤着小朦胧，喊得几乎脑子抽筋了。可是呢，小朦胧却是死死趴在灵泉上，仰着小脸，一双萌萌的大眼睛闪着泪花，可怜兮兮地望着苏洛，那样子可委屈了。我就想不明白了，明明那边是他亲生母亲吧，他非巴望着我不放。哎呀，难道真的是自家的不如别人家的香？怪不得有些小孩自家有山珍海味，却非赖别人家吃糠咽菜呢。小朦胧两只小爪子死死地扒着灵泉边缘不放，大眼中泪花滚滚，好像苏洛就是拐卖孩子的人贩子一样。这谁家的小破孩啊？快拎回家去吧，我养不起呀！我只是想将他原物奉还，好不好？搞得好像要抓他上断头台似的。要不主人，我拿个大水桶，给你装满满的一桶带回去。还不够。不如咱们先给你龙妈咪请个安，问个好。哎呀，毕竟你孵出来之后啊，你妈妈还没见过你呢。会被拎走的。苏洛只觉得眉心一阵的抽搐，然后他阴恻恻一笑，一把拎起了小朦胧。你以为我就拎不走你吗？哼！您呢？赶紧的拿回去吧。话说神龙也挺苦的，千辛万苦的生下来，又孵化了许久的小朦胧出生之后，竟然连家都不要了，害得他这个做妈妈的还要在后面追，真的是丢死人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若是神龙发现小朦胧与我缔结了契约，只怕会直接一爪子将我拍死吧。苏洛小心翼翼地在山脉中走着，希望能找出一条出去的路。他现在实力低微，不敢再到处乱跑乱撞，所以一路上他都非常小心。他这次进山脉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虽然过程非常惊险，但是运气却非常好，总是有惊无险。不仅打开了空间，还阴差阳错的和一只小神龙签订了平等契约。不过可惜的是，小神龙被他妈妈抱回家了。苏洛叹了口气，慢慢的寻找着出山的道路，却不知道那边南宫流云找他几乎要找疯了。南宫流云苍白着脸，死死地盯着那株千年古木，紧握着拳头，指节根根泛白。古木依旧，但树上的木屋却是不翼而飞了，似乎被人连锅端走，干干净净，就连一点碎沫都没有留下。南宫流云只觉得靠近心脏的位置一阵阵的绞痛，痛得他几乎窒息。三师兄，都是瑶瑶不好，累得你受伤，又累得苏姑娘不见踪影。三师兄，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丢下她，她也不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洛丫头怎么会不见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一时情急将她丢下。如果不是我丢下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三师兄别太着急，谁也不知道苏姑娘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说不定她现在正有奇遇呢。你不明白，她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我的洛丫头完全不会灵力，落单后在这野兽纵横的日落山脉如何存活？说不定现在已经……只要一想到这儿，南宫流云就觉得心脏一阵阵的揪痛。不行，我要去找他。三师兄，你现在伤成这样，怎么去找？又能坚持走出多远？就算找到了他，如果他正遭遇危险，你能救吗？他为了救瑶池仙子，腹部被秃鹰王的利爪狠狠地划过，当场就血流如注了。好不容易止住了血，他就强撑着来找苏洛，可谁知苏洛却不见了。三师兄，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将伤养好，相信我好吗？我现在就派人去找，相信很快就会将苏姑娘带回来的。必须要找到她。好，我必须尽快将身子调养好。我的洛丫头还在等着我。都
都听到三师兄的话了吗？现在你们几个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到苏姑娘。是。记住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奴婢一定不辱少公主使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小小的草包庶女，竟然敢跟少公主抢男人，这不是自己找死吗？小贱人自己死了倒也罢，若是没死，哼，到时候看我们如何折磨的她生不如死，让她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秦宁带着3个人在山脉中飞奔，一路上草木倒飞，快如闪电。因为之前神龙追苏洛的时候一路云回而过，所以线路还算明显。秦宁知道柳若华之前和苏洛在一起，一询问，苏洛果然命大，竟然逃过了那场龙卷风。秦宁阴冷鬼笑，看来我们为少公主立功的时刻来。这次进入落日山脉遭遇让苏洛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实力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迫切地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修炼。苏洛足足奔行了2个时辰，最后他躲在了一片悬崖峭壁的后面。此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月影朦胧。苏洛将呼吸调节到了最低，心脏跳动也放得缓慢，整个人隐藏在黑暗当中，似乎与黑夜的峭壁融为一体。苏洛，我知道你在那里，出来吧，不要躲了。既然知道我在哪里，为什么目光还要四处张望啊？这叫知道我在哪儿？真当我是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懂的废柴丫头啊？这位侍女为什么会来找我？而且她的身上带着浓浓的杀意，难道那样冰清玉洁，似乎不染世俗尘埃的女子，竟然也会派手下来杀我？虽然不合理，但也不是不可能。柯南说得好，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真相。看来瑶池仙子也不过如此嘛。原以为她是怎样的气质高洁，怎样的超凡脱俗，怎样的不食人间烟火，却原来也是一个会因为男人而疯狂的女人罢了。苏洛一动不动地潜伏在峭壁下方，等待着翠羽靠近。忽然黑暗当中一道银芒亮起，苏洛已经闪身来到了翠羽身后，断了半截匕首朝着他脖子狠狠划过。为什么要追杀我？你必须得死！告诉我真相，我给你个痛快。你觉得这个交易怎么样？很有骨气嘛。你也看到了，我这个匕首很钝的，一次是杀不死人的哦。很好，我很欣赏你的骨气，希望你还能继续保持下去。苏洛脸上是淡淡的鬼笑，他笑得轻松自在，匕首却是毫不留情地朝着翠羽的手指剁去。翠羽疼得眼泪鼻涕一并流出来，几乎要疼死过去。不等翠羽说话呢，第2根手指又被剁飞，第3根。我说，其实你不用着急的，这还没剁完呢。是少公主要我们来杀你的，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去找少公主报仇。他为什么要杀我？果然是瑶池仙子要杀我。难道你不明白吗？我们少公主自小就对靖王殿下一往情深，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分不比别人。在所有人眼中，少公主和靖王殿下都是一对璧人，而你，靖王殿下竟然吻了你，所以你不可饶恕。就因为他吻了我，所以你们瑶池仙子非要杀我？我的猜测果然没错。是，因为靖王殿下从来不许旁人靠近，能靠近他的只有我们少公主，现在却又多了一个你，所以你必须死。原来如此，
什么狗屁仙子，什么超凡脱俗，什么不食人间烟火，全是狗屁！可笑南宫流云，他自诩聪明绝顶，却看不清他身边的女人，竟如此蛇蝎心肠。南宫流云呢？他现在怎么样了？晋王殿下和我们少公主在一起。这是实话，没有说完整的实话。南宫流云，当你看到被连锅端走的小树屋时，会不会心生愧疚？当你知道我生死不明时，会不会着急？为什么来找我的不是你？有了你的瑶池仙子，我就真的无所谓了？如此想想，之前你说的那些信誓旦旦的话，当真是可笑之极。哼，果然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人嘛，还是只有自己最靠得住。说吧，你们瑶池仙子派了多少人来杀我？不说吗？很好，相当的好。我的手！我说呀，其实啊，你可以再等等的。苏洛笑得如和煦春风，但在翠羽看来，似乎来自修罗场的恶魔阴森诡测。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人，他们每个人实力都比我强，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是吗？那就走着瞧吧。看在你和盘托出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自己了结吧。不，让我动手的话，我怕自己忍不住会将你身上的肉一片片切下来。我现在还没杀过人呢，别因为你而脏了手。是你自己撞死的，我可没动手杀人哦。然后他开始迅速地打扫痕迹，足足消耗了半个时辰，他才将一切痕迹抹去，之后向深山里前进。他知道瑶池仙子要杀他，他只有3条路可走，一条是避开瑶池仙子，找到南宫流云。瑶池仙子绝对不敢当着南宫流云的面杀他，但是他这一条要操作起来难度很大，而且他现在也不想见到他。第2条路就是躲进深山老林当中，让对方永远也找不到。至于这第3条路嘛，就是将瑶池仙子派来的人全部干掉。但是这一条对于现在的苏洛来说太不现实了。大山巍峨，连绵不绝，苏洛不断地往深山密林里钻，一路上他都小心地抹去痕迹，希望不被对方发现。走了大约有1个时辰，忽然一道危险袭上心头，苏洛顿时有种脊背发寒的感觉。他知道他被人跟踪了，他的气息比翠羽要强，应该是3阶武者。苏洛能够杀死翠羽，靠的是偷袭，但是现在这个人已经是3阶了，这下子难办了。苏洛让自己和黑夜融为一体，尽量减少存在感。竟然被发现了！一剑蕴含着力道，绝对不是现在苏洛能够破解的。苏洛就地翻滚，避开那致命袭击，然后撒开步伐就朝前方飞奔而去。他知道，若是当面战斗，此人随随便便就能轻松地 KO 他。如今他只有躲避了。苏洛见到丛林里的藤蔓，心中一喜，他掀开了藤蔓，进入到一个隐秘的山洞。苏洛身后紧贴洞壁，他屏住呼吸，将自己的心跳压至最低，犹如冷血动物冬眠一般，只有一丝丝的生机几乎可见。瑶池仙子，要男人不会自己去争取吗？杀我一个外人算什么本事啊？苏洛的拳头紧握着，眼底闪过了一抹怒意，他发誓等他实力提高之后，绝对会好好的回敬他。但是现在苏洛只能将怒火隐忍，然而他隐忍得太迟了。哎呀，真是阴魂不散呐！苏洛整个人躲进了一片汪洋沼泽当中，整个人埋进了淤泥里，身上都是烂枯树叶，只有一双眼睛露出地面。每当他快追到苏洛的时候，对方却总是像泥鳅一般的滑不留手，一个不小心就让他跑掉，这让娥皇非常不高兴。娥皇发泄般的一剑射向了沼泽，
剑芒闪着金色的闪电，激起一片片烂泥纷飞。这剑芒中蕴含着灵气，剑光凌厉，招招致命。一道金色的光芒在苏洛右侧闪过，带起的剑花却擦过了苏洛右臂。他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疼痛，疼得脸上冷汗直流。在这一瞬间，他似乎以为自己的右臂被斩断了。足足过了1个时辰，娥皇的疯狂报复才终于平静下来。苏洛咬牙自沼泽中爬了出来，右手手臂鲜血淋漓，疼得他几乎要晕过去。瑶池仙子，很好，这个仇我苏洛记下了。因为失血过多，苏洛有一种头晕眼花的眩晕感觉，他的心中暗暗叫苦，他现在根本就跑不动，如此下去，他早晚会被娥皇追到。忽然他灵光一闪，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宝贝空间，空间里虽然什么都没有，但还有灵泉，这可是疗伤圣品呢。苏洛自空间中取出了一盆水，全都喝进去。此时灵泉犹如琼浆玉液一般的香醇浓郁，清气袭人。原本虚弱的精神强了许多，神志复苏，不再昏昏沉沉。之后苏洛又取了一盆水洒在伤口上，伤口虽然没有立即痊愈，但是鲜血却是慢慢止住了。臭丫头，原来你躲在这里，害得老娘一阵好掌。看剑！闪避不及，苏洛被一道剑芒刺中，那剧烈的疼痛几乎让他当场晕厥过去。而且此时刚才好不容易止住的伤口再次崩裂。我不能倒下，说是现在倒下，那就必死无疑了。就算要死，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哼，小贱人，竟敢勾引靖王殿下，死100次都不够。你放心的去吧，靖王殿下自有我们少公主照顾。苏洛却是一把抱住了嫩绿那只踹出去的脚，因为重力的关系，两个人双双的朝悬崖下方跌落。然而来不及多想，此刻两人已经坠入深渊了。呼的2声，两人双双落水，水花飞溅，震耳欲聋，一时间两个人全都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苏洛薄如蝉翼的睫毛微微的颤抖着，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着头顶的岩石。此时发现四周围光线很暗，而他呢，则是被溪水冲到了岸边上。苏洛发现自己全身都在疼，疼得好像整具身体被撕得4分5裂，疼得几乎麻木。他从空间中取出一盆水，艰难地喝下去。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恢复过来。这条甬道的尽头到底在哪儿啊？难道真的没有尽头吗？我还真就不信了。每具尸体都已风干，似乎早已死去多年。很是显然，这些人生前肯定是有过激烈的打斗的。哼，没想到你的命这么大，这样都摔不死你。你不也没死？这不会是真的吧？竟然是紫火药鼎，真的是紫火药鼎。什么是紫火药鼎？哼，说你是废物吧，你还不信？连紫火药鼎都没听说过。紫火药鼎可是天下炼药师追求的顶级神器，用了这药鼎，炼药的成功率会提升整整1倍。哼，算了，跟你说简直是对牛弹琴。你连炼药师是什么都不知道吧？哼，不好意思，
老子还真就是木火双系，预备级炼药师是也。传说当年的紫火老人归隐，难道最后竟是死在这里？紫火老人，这又是谁？哼，你连紫火老者都没听说过？他老人家可是大陆上唯一一位宗师级炼药师，天下多少名门士族都跟在他老人家后面巴结。你竟然连紫火老人都没听说过，当真是无可救药。我跟你没话讲。苏洛知道大陆上的炼药师分成初级炼药师、中级炼药师和高级炼药师，还有超级炼药师以及宗师级炼药师。炼药师的等级分明，想要晋级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因为炼药师稀少的缘故，每个炼药师都十分的珍贵。苏府里面的那位不过是初级炼药师，但他的存在却可保苏府几十年不倒。哇，上古丹方竟然还有无名丹方！天哪，发了，这次发达了！无名丹方是紫火老人的手记，他记录着一生的丹方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里面还有很多失传已久的上古丹方，包括着紫火药鼎，这些都是炼药师梦寐以求的宝贝。大陆上无数的高手为了讨好炼药师而在寻找这本无名丹方，但是呢，就算翻遍了整块大陆，却是没人找到。却没想到这一次追杀苏洛，他竟然歪打正着，找到了无名丹方，还有这紫火药鼎。你过来。你想杀人灭口？杀人灭口？确实需要杀人灭口，不然的话，若是这里的事儿从你口中传出去半句，都会给我们瑶池宫带来天大的麻烦。所以你必须要死，是吗？但是现在你还不能死，将那本无名丹方拿过来，快拿起来！现在这重要时刻，我绝对不能死。发现了紫火老人的洞穴，这样的功劳谁能比得上？有了这样的功劳，往后就连秦宁那个贱人都要在我之下。或者我拿着了这些东西远走高飞，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哼，没见过世面的蠢货。收。咦，怎么回事啊？书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好端端的书怎么会不见呢？这还真是见了鬼了。所以嫩绿第一反应是窜到书架前不断的寻找。此时的苏洛却是低下身，装作找寻，却是将那把匕首悄然地拔了出来。这到底在哪儿呢？怎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是……如果此时嫩绿转身就跑，那么他虽然断了一只手腕，但性命却是无忧的。可惜如今他也恨死了苏洛的，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放进心头之恨。于是他想也不想地忍着剧痛，捡起了和手腕一起掉落的长剑，然后致命一招攻击苏洛。接住哦，可别再丢了。无名丹方。空间法师。没错，本姑娘就是空间法师，可惜你到死才知道，太迟了。这药鼎也没什么奇妙之处嘛，怎么会这么重呢？是的，刚才苏洛已经试验过了，他想要将那药鼎挪动，却发现无论他如何用力，却是根本动不了分毫，似乎药鼎就长在地上一样。收。于是苏洛感应了一下，他有些发愁，他发现他搜刮了一圈之后，这小小的10来平米空间竟然被填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间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墙角还有一堆黝黑的石头，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用。唉，
既然装不下，那就弃掉吧，等待以后有缘再过来。刚放进去3块石头，忽然苏洛只觉得脑袋一阵的眩晕，一股莫名其妙的刺痛让他几乎站不住脚了。苏洛此时再次检查空间的时候，忽然他的嘴巴张成了 O 的形状。竟然可以这样！苏洛惊奇地发现他的空间竟然变大了。空间竟然还会变大？这些石头难道还能促进空间变大升级？不管是不是，试试就知道了。竟然是真的！看来有机会，我还要去找找这些黑石头。此时他却还不知道这些黑石头里面蕴含着怎样的能量，也不知道这些个黑石头对他将来的修炼带来多大的便捷。刚才我毫无顾忌的扫荡屋中宝贝，莫不是都被对方看进眼里了？对方的出现，我竟然毫无所觉，这已经足以说明对方的武力比我高上许多。哼，苏洛，你这条贱命还真大。娥皇自追丢了苏洛之后，就一直沿途寻找，后来在悬崖边找到了打斗的痕迹，他二话不说，扯了根藤蔓就溜了下来。如此一路寻找，竟然在这里发现了别有洞天。然而最重要的发现却是在苏洛的身上。娥皇怎么也没想到，传说中的废柴草包竟然是这大陆上几乎绝技的空间法师，而且他的空间竟然还不小。虽然说炼药师也很稀少，但是比起这几乎绝技的空间法师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若是空间法师的事儿传出去，那必然整个大陆都将为之轰动。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这个臭丫头竟然就是空间法师。本来还想杀她的呢，但是现在却不能杀了。相信小姐会很高兴将苏洛这小贱人献给公主大人的。到时候控制了她的心神，她就只能为瑶池宫卖命了。小贱人，这回看你往哪儿跑！万里长征25000里都过来了，眼看着就要到了，却在最后关头被敌军拦截。这还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我偏偏是可恶的螳螂。南宫流云曾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谨慎，不要将我是空间法师的事透露出去，不然的话会有性命之忧。现在我最大的底牌被瑶池仙子的侍女发现了，若是传扬出去，如果我不走呢？你觉得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嫩绿竟然被杀死了。嫩绿和他一起自小长大，一起习武练功，他的武功娥皇是最清楚的，与他不相上下，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嫩绿竟然死在了苏洛这个草包手里，还真是死不瞑目啊。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了你这个小贱人。他恨不得一剑了结了苏洛，可惜现在他却不能杀，因为现在苏洛可是大陆上几乎已绝迹的空间法师呢，而且还是毫无自保之力的空间法师。若是将苏洛放到拍卖场拍卖，凭这小贱人的天赋和容貌，应该能拍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价吧。还真是笔让人不得不心动的财富呢。怎么偏偏就被看到了呢？这样的话，娥皇肯定会提高警惕，我之前的小手段就不能用了呢。老实点儿，别想逃。你以为那是普通的绳子？真是可笑，那是捆灵锁。没有灵力的普通人还想解开？做梦吧！灵力吗？自从空间禁锢被打开之后，我苏洛就已经不是一点灵力都没有的废柴了。而且就算你有灵力，不懂的方法，那也是徒劳无功。好吧，
这条法子又不能用了。走着走着，苏洛假装脚下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他电光火石之间从空间中掏出那柄新得到的匕首去切，却是悲哀的发现竟然切不断。别想了，你逃不掉的，乖乖的跟我去瑶池宫吧。既然知道我是空间法师，你还用这种方法请，就不怕我在你们主子面前告黑状？告黑状？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法术叫控心术，它能直接控制人的心神，让人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你觉得到了瑶池宫，你还有得选？控心术如行尸走肉？这瑶池仙子的侍女必须要在见到瑶池仙子之前截杀，绝对不能让她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不然往后的日子就没法安生了。到齐了。是。虎狼军团3000儿郎全部聚齐，等待王爷吩咐。全力搜查落日山脉，务必要找到他。找不到人，你们也不用回来见本王了。是。别人不知道，但是他却知道，这虎狼军团最低的也都是3阶实力，平均实力4阶，这样一支强力的队伍开进森林，他现在只有希望秦宁能早早的将苏洛杀死并毁尸灭迹，不然的话事情只怕要糟啊。更让瑶池仙子不忿的是，这支虎狼军团可是南宫花费无数心血暗中训练出来的，这是他的秘密部队，是他手中最大的王牌之一。他没想到南宫流云会为苏洛而暴露这支队伍，这足以说明苏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这一发现让瑶池仙子几乎咬碎银牙。三师兄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说不定已经找到苏洛了呢。毕竟虎狼军团可是你5年的心血啊。若是虎狼军团能换来洛丫头的平安，别说一支，就算是倾其全部，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要我的洛丫头平安，不管怎样的代价，我都付得起。眼看着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到那株千年古树的位置了，苏洛的心中越发的焦急。他猜到瑶池仙子就在那株千年古树那儿，等落到他的手中，自己所面对的就不是现在这局面了，到时候要想再脱困那就更困难。哼，鬼丫头，眼睛滴溜溜的转，还想跑呢？没听说过吗？不想逃跑的逃犯不是好逃犯。哦，那可真要让你失望了。你想干嘛？你不是想接近营地的时候叫得满地皆知，然后引来晋王殿下的注意吗？哼，你说我怎么可能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呢？所以啊，苏姑娘，我就辛苦点儿背你过去吧。喂，我很重的。没关系，我背得动。还想跑？这娥皇也就罢了，神龙大人怎么又来凑热闹？我不是已经将他家的宝贝儿子还回去了吗？哎呀，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事都让我给碰上了。他老人家只是挥了挥手，这娥皇就炸得尸骨无存了。想想自己一开始竟然拐走了他家宝贝儿子，苏洛觉得自己额头冷汗直冒啊。这个人难道就是之前一路追杀我的神龙大人？竟然不是龙妈妈，而是龙爹爹。渺小的人类，无耻的人类，竟敢盗走我儿！苏洛看了看身边连尸体都不剩的娥皇，咽了咽口水，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星星眼仰望大神，信誓旦旦的握拳。哎，神龙大人，那是误会，绝对是误会，绝对不是真相，我绝对没有盗走小神龙大人的意思。
坚决不承认，承认的后果就是一个字儿：死啊！给你解释机会。接下来的话关乎生死一线了。苏洛赶紧颠倒黑白的讲了一遍，大意是为了让神龙专心对付凤凰，他保护小神龙大人，这才将他抱走的。小神龙大人最后不是一根汗毛都没少的还给你了呢？卑劣的人类竟敢和我儿缔结平等契约！苏洛抹泪，为今之计只有转移神龙大人的注意力了。神龙大人呀，这无耻之徒之前见过我抱着小神龙，想要逼我交出来，竟将我捆绑成如今这模样。后来我说小神龙归还给您了，他竟然想杀了我泄愤。哎呀，幸好遇到神龙大人。神龙大人，哎呀，您如同谪仙降临，神威浩荡，龙姿威武。神龙大人救命之恩，我铭记于心，虽万死不能报也。花言巧语的人类。您也知道是花言巧语，可还不是听得很欢。无能的人类，连小小的蝼蚁都敢欺上头。其实也难怪，在人类面前，龙族确实有天生的优越感。龙族繁衍极慢，但是每个小龙孵化出来后都是天赋惊人，就算不修炼，混吃混睡长大，也是可比肩人类巅峰的至高强者。那是之前我的灵力被禁锢，当然打不过他。等日后我修习了法术，自然远胜于他。啊，这是要害死我！龙之界竟认你这等浅薄残废的人类为主，哼，浪费了。钱不钱先不说，但是残废，好吧，这是强者为尊的世界，拳头硬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不愧是威武强大的神龙大人呀！这是他家宝贝小龙，干嘛要丢给我呀？那不是好不容易才追回去的吗？收好。这是什么？神龙大人有这么好，竟然送东西给我？无知的人类，玉剑中有无凝聚而成的神力虚影，小萌若遇凶险，捏碎后，无知神力虚影自当现身相助。神龙大人的神力虚影？既然他老人家这般自信，那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吧？那往后，此玉简只能用一次，里面有套大虚空手印，能否学会，就看你自身造化了。换言之，若是我在大虚空手印没有学完之前就捏碎了这唯一一次救命的玉简，那往后大虚空手印就没得学了。还真是让人纠结的选择啊！若吾儿有闪失，而你必死。神龙大人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小朦胧一眼，而小朦胧则是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双爪子死死地揪住苏洛的衣袖不放。小龙竟然能变成小狗？看来神龙大人虽然冷漠无情，但考虑问题还是很细致全面的。你这只烫手山芋呀！唉。想起了神龙大人的警告，苏洛就想吐血了。现在他的性命可是和这小朦胧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了，若是这龙出了事儿，他必死。这小家伙玩什么不好，竟然学人家去扑蝶？你扑蝶就扑蝶呗，他还偏偏与众不同，他摇摇晃晃的小细腿在后面追着，看着蝴蝶要逃出视线之外了，一口火属性的龙息喷了出去，顿时可怜的蝴蝶化为青烟飞走。那小家伙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只已经被他龙息化为青烟的蝴蝶呢，找得快绝望了，还是找不到。于是他张着那双水汪汪可怜兮兮的大眼睛，歪歪斜斜跌跌撞撞跑回到苏洛怀里诉苦。小笨蛋，不都说小龙孵化出来之后都会有传承记忆，聪明睿智的很吗？怎么我这只契约小神龙就像是没断奶的无知婴儿，
总是做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呢？不会是因为这小家伙智力严重低下，所以他龙爹爹才会慷慨地将他抛给我吧？我的早餐！吃，乖乖等着，很快就可以吃喽。就快好了。呀，好香，好想吃！啾！难道又是瑶池仙子派人来劫杀我的？阁下可是苏洛苏姑娘，跟我们走。按理来说，娥皇已经死了，瑶池宫的人不会知道我身上的秘密，不应该留我活口啊。难道不是瑶池仙子派来的人？那又会是谁？谁派你们来的？无可奉告。好，我跟你们走。他随着踪迹寻找到苏洛，但很不幸的是，他一路寻来只找到了翠羽和娥皇的尸体，那想必嫩绿也是凶多吉少了。小心！秦宁的拿手武器就是弓箭，他这手弓箭得自神箭手吴昊大人的真传，狠辣刚劲，气势恢宏。这张弓力道遒劲，似乎要破空而出啊！10名黑衣人将苏洛团团围在中间，手中的武器舞得虎虎生风，密不透风，将他保护得天衣无缝。这些人，看他们的步伐阵势，分明是以保护我为主，即使豁出性命，也要护我周全的意思。但为什么呢？谁会为了保护我，宁肯牺牲这些实力不弱的杀手？黑袍人之前找苏洛之际，就朝天空发射出蓝色火焰。信号声响起的时候，南宫流云正在行宫最紧要的关头，可他竟然强行收弓，木然地睁开了眼眸，眸底深邃世人。找到人了？殿下请放心，第11组发回信号，表示已经找到苏小姐了，而且苏小姐安然无恙，似乎并未受伤。好，很好。我就知道洛丫头不会有事。前面带路。主子，现在第11组的人正保护着苏小姐往这里走，而且其余的人也都朝着他们那边靠拢，要不带路？可是凌风见自家殿下强行收弓，似是伤了内府，实在是不宜行动。再说苏小姐又不是找不到，只是正在往这边赶的路上，凌风想不通。带路。三师兄，洛洛找着了，我现在就去带他回来。他竟然宁愿伤害自己修为，也要强行收弓去找他。他宁愿伤害跟在他身边10几年的护卫，也要去找他。三师兄，苏姑娘若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定然不会怪你的，还是留下养伤。等我们回来。那个小贱人为什么还没死？竟然还被虎狼军团的人找到了。秦宁到底是怎么办事的？一个没有丝毫灵力的废物都杀不了，真是废物，全都是废物！不行，绝对不能让三师兄先一步找到他。他先是狂喜，但是几乎在同时，他的心又跌落到了地狱，因为隔得远远的，他就看见了一只蕴含着无尽天地霸道之力的箭矢破空而出，朝着苏洛的心脏狠狠地射过去了。果然，那支箭矢竟然穿越黑袍杀手的身体，势如破竹般的破体而出了，又继续朝苏洛的心脏射去。更加诡异的是，那速度和力道几乎不见减弱。要知道这一剑，那可是蕴含着天地之道，其中的力量在破体而出时依旧速度不减，就连苏洛都避无可避。可是呢，
这样一剑竟然被只小狗给抓住了，而且抓得那么轻松随意，似乎就是那么随手一抓。这怎么个情况？拜托，霸气呢？传说中龙族的霸气侧漏呢？虽然你龙爹爹把你的外形变成小狗，但内心还是龙，好不好？而且还是龙族中最尊贵伟大的神龙血脉，这么娇羞，是要闹哪样啊？很给你们龙族丢脸，有木有？我怎么突然有一种做人妈咪的感觉呢？这究竟是要闹哪样啊？这一天一夜，你到底跑哪里去了？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走，不要离去，留在原地等我吗？这一天一夜不断的被追杀，不断的逃亡，几次险象环生，几次面临生死，苏洛情绪从未低落过。但是面对南宫流云连番的质问，他靠近心脏处最柔软的地方，忽然闪过了一抹抽痛，隐隐的，缓缓的，淡淡的疼。放手，靖王殿下，很抱歉让你觉得麻烦了，不过您放心，往后苏洛不会再给您添麻烦了。口口声声说对我好，可遇到他的青梅竹马，还不是直接将我丢弃了？再美的承诺，也终究不过如此。苏洛啊苏洛，你到底在伤感什么呀？上辈子还没有被云起伤透吗？竟然还天真的希冀有人会全心全意对你好，哼，真是太可笑了。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如果你出事了，本王如何跟你们苏府交代？靖王殿下难道不了解苏府的情况吗？若我出事，岂不更趁了某些人的意？他们感谢您都来不及呢，又岂会怪您呢？我们什么关系啊？凭什么他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洛丫头，别试图离开本王，那样的后果你承受不起。离开？请问靖王殿下，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过吗？你受伤了。此时的南宫流云这才意识到，苏洛的一双手似乎被强行勒过，布满了几道血痕，深的似乎已嵌入肉中，还有他身上脸上都有道道擦痕。是谁？是真的在关心我吗？要不要赌一赌？可是赌得起吗？南宫流云真的会站在我这边吗？明明瑶池仙子是他心中的所在，他怎么可能会向着我呢？说，如果告诉他是瑶池仙子，结果会如何呢？是三师兄，苏姑娘受伤未愈，还是先放开她，让我来照顾吧。瑶瑶说得对，是本王太心急了。对了，苏姑娘，这一路上可有看到我那几位侍女？瑶池仙子这一招先发夺人用的可真是巧妙，直接让苏洛处于两难的境地。若是苏洛承认见过那几个侍女，那么现在他们在哪儿？为什么不同苏洛一起出现？若是苏洛不承认见过，那么当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那几位侍女是他所杀的时候，到那时他又如何自辩呢？眼前这位瑶池仙子绝对不止容貌不凡，她的心计城府也绝非一般人可比，不然南宫流云又怎么会如此信任他，对他非同一般呢？据翠羽说，瑶池仙子一共派出4位侍女，前面3位都死在我面前，至于最后1位，应该就是射箭之人吧，也不知道他如何了。回主人，在不远处的山坳里找到一个嫌疑人，身上背负着这张长弓。押上来。怎么会是他？死了？是，找到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奴婢曾听柳姑娘说过，他们曾经追杀过苏姑娘。苏姑娘，这是真的吗？瑶池仙子身边的侍女也不是简单的货色呢。他们追杀你？追杀我的人
可不止他们一伙儿。最后那一支箭矢，带着惊天动地的力量，那只漂亮无瑕的手上，真的一点痕迹都不曾留下。这一天一夜，我可谓是险象环生。若不是有幸运女神站在我这边，我早死108000次了。今日追杀之仇，来日我苏洛绝对10倍回报。追杀你的人还有谁？南宫流云，这可是你逼问的，不是我主动告状的。如果我说其中还有瑶池仙子的人，你信吗？若是南宫流云相信，他绝对不再隐瞒他，将所有的一切都会和盘托出，告诉他瑶池仙子蛇蝎心肠。若是南宫流云不信，不许开玩笑，对本王要说实话。果然，还是我期待过多了。果然，短短几日的相处，又怎抵得上从小一起长大的互相信任？苏洛似是听见他在说，就算我瑶池仙子派人去暗杀你又如何？南宫流云不信，他根本不信。我累了，想休息。好，我们就地休息一晚，明日再去做任务。不必了。相信本王，本王一定会查出凶手。查出凶手吗？都跟你说过了，你自己都不信，还要怎样追查凶手啊？是吗？那先谢谢您了。三师兄，你相信我吗？回去吧。三师兄，少公主，要不要奴婢晚上去？最好的时机都被你浪费了，回去自己到惩恶堂领罚吧。当晚，瑶池仙子就带着一群人离去，走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从没有来过一般。那群黑袍人也是消失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的痕迹。在回去的马车上多了一个人，那就是凌风。你还在怪本王？气本王那日将你一个人丢下？我和他呢，从小一起长大，曾救过本王的命。有些事你不懂，也不会明白。是啊，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有什么资格怪你呢？就像你说的，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互相信任，互相救过彼此的命。我们不过萍水相逢，短短几日的交情，所以我怎么能怪你呢？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们是青梅竹马的关系，而我们不过点头之交，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你选择救他，有什么错啊？我若是你，我也会选择救他啊。点头之交，或者连点头之交都不算。苏洛，信不信本王弄死你？就因为我拒绝你，所以你就要弄死我？传说中的晋王殿下也不外如是吗？哎呀，洛洛，你别试图挑战本王的底线呐，那样的后果你承受不起的。是吗？怎样的后果啊？我倒想试试呢。苏洛，难道你不知道，本王既然已经决定了晋王王妃是你，就绝对不会再放你走了。所以呢，不要试图拒绝或是逃跑，那样会受伤的呢。哼哼，真是好笑。南宫流云的权威受到了挑衅，他笑得艳丽无双。他是至纯的黑，从遇到他的那一刻就不曾打算放走他，这是一种执念。此时南宫流云犹如魔神附体，粗狂暴力。他激烈地挑开他的背齿，爆裂地在他唇齿间攻城掠地，激起惊涛骇浪般的激情。太过分了！凭什么他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明明抛下我的是他，明明选择相信他的青梅竹马了，现在他又凭什么来对我表现的深情款款，还非得逼得我接受不可？洛洛！啊，南宫流云，他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般虚弱？我现在应该还没有一掌打到南宫流云吐血的力量吧？啊，不好！
殿下这是要走火入魔了呀！殿下快要走火入魔了，还不快来帮忙！这个女人，她竟然将殿下打到走火入魔！我怎么可能有力气打到南宫流云走火入魔？南宫流云是怎样的实力，我又是怎样的实力啊？这个人真是胡说八道！殿下为了救你，强行发出信号召唤虎狼军团前来，以至于身体受损。殿下为了早点见到你，原本可以突破进阶，他却强行收工，以至于五脏六腑几乎移位。更何况殿下与秃鹫王一战，内伤重到几乎不治。殿下为了不让你担心，一直都装作没事人一样。可是你呢？你竟然还下得了那么重的手，真不知道殿下为什么会喜欢你这样的恶毒女人。南宫流云在那一战中竟然身受重伤，而且为了救我还一再受伤，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怎么会这样？我不想的，我没有想过要伤他这么重，我只是气急了才会砸下那一拳。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竟然伤得这么重。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了，洛洛。如果你现在留下来，往后就走不了了呢。现在你可出气了？如果你心中还有气，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殿下，那柄匕首吹可断发，而且还有剧毒，只稍稍触碰肌肤，全身都会腐烂蔓延，无药可救的。谁准你说话的？滚！自古红颜多祸水，古人诚不欺我。来，刺这里，刺下去就解气了。乖。南宫流云，够了，真的够了，快给我住手！你知道的，我南宫流云做事，从来没人敢知会半句，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意见。但是你苏洛是例外，你可以报复的。来吧，来出气吧。我南宫流云从来没有对谁真心过，唯独对你。这个人简直是恶魔，对别人狠也就算了，他对自己竟也如此狠心。看着南宫流云虚脱的近乎窒息，似乎连撑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却是依旧深眸一瞬不瞬地看着他笑。苏洛紧握拳头，他瞬间明白了，南宫流云用他的生命来算计他，步步紧逼，时时陷阱。他在赌苏洛舍不得他死，他在赌苏洛对他并非没有一丝情意。这样的男人有心计、城府、谋略，还有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资本。像这样的男人，若是给某个女子一个机会，他便再也逃不掉了。他说我是例外，难道这么多年他就只给过我机会吗？难道他不曾给过瑶池仙子机会？看来你心里还没有完全解气啊，丫头。还不够是吗？那再来，从这里刺进去，还是这里，亦或是这里？南宫流云，你别发疯了，你快给我住手，听到没有？他凭什么用自己的生命来逼迫我？原谅我了吗？我原谅了，我原谅你了。那就好。南宫流云，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殿下也不会这样。现在你吼我也没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去救他。我对这些也不熟，现在全靠你了。时间紧迫，还不快上马车？还不快走！如果我没有打伤那一拳，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南宫流云，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可是殿下过来了。殿下受伤了，还不快过来帮忙！晋王殿下受伤了？晋王殿下竟然会受伤？以晋王殿下的武功，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殿下这是怎么了？到底是谁？快去请最好的大夫过来。晋王殿下似乎走火入魔了。殿下
竟然能允许这位姑娘接近他，做连瑶池仙子都不被允许的龙鳞马。姑娘怎么称呼啊？苏。啊，苏姑娘，劳烦您进屋照顾殿下。凌风粗手粗脚的，未必能照顾好。老奴这就请炼药师去。练功走火入魔一般的大夫，就算你妙手回春，那也绝技没有办法，只能去找炼药师。在大陆之上，高级炼药师是非常稀少的，何况在东陵国境内，更何况在这小小的南冥府中。想要请他出山，除非有打动他的天才地宝、珍贵稀少的上古丹方，否则的话，你想打动他，非常难的。他连皇帝的面子都不卖的，未必就会卖晋王殿下的面子。徐管家心中焦急而且忐忑，却只能从库房当中挑选出了最珍贵的礼物，带着人急急匆匆地朝着药师府去了。让他滚进来！真是让人抓狂的发现。你来。晋王殿下有深度洁癖，即使我在殿下身边跟随了10几年，也必须在他周身保持3尺范围之外。刚才抱殿下进来，那是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苏洛这妖孽不同，想必殿下巴不得他亲近呢。炼药师怎么还没来？殿下快撑不下去了！照顾好殿下，我去就来。林峰是高手，而且是仅次于南宫流云的那种高手。南宫流云紧握苏洛右手，骨节用力掐下去，用力的简直像要掐断他手腕一样。他现在所承受的痛苦是他此时的1000倍万倍，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他自己。他凭什么在他的面前喊疼呢？那么好看的薄唇，完美的唇形破坏掉，真是可惜了。直到此时，他才深切地意识到他疼得有多深呢。姓冷的呢？高级炼药师冷艳，不是去请的他吗？怎么来的人不是他？徐管家还守在冷大师的府里，冷大师根本连人都不见了。徐管家无奈，只能先让我们将左药师请来先。左药师是中级炼药师，比之冷艳差着一筹呢。但是现在却只能先请他过来看看了。徐管家那边还在想法子呢。哎呀，太严重了，老夫没有丝毫把握，还是得请冷药师过来瞧瞧才行啊。若是能请到他，还需要请你？不知道那冷药师要如何才能请得到？难，极难呐。除非是送的宝物合乎冷药师的心意，否则以冷药师那种孤僻高傲之人的性格，是绝技不会出手救人的。就算是当今陛下下圣旨都不行？炼药师的地位有高到这种程度吗？是啊，就连陛下下圣旨也请不动他，毕竟冷药师现如今是东陵国唯3的高级炼药师嘛。可以说，若是炼药师想为帝国服务，只要报上名去，高官厚禄，金山银山，美女封地，只要你提出要求，没有威胁到帝国的安危，那简直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看来我要亲自去冷府一趟了，南宫这里就拜托你了。徐管家都请不来，你又有什么办法？还是我去。他转身欲走。文请请不来，不还有武请吗？别人怕得罪他冷艳，我林峰可不怕。相信我，只有我才能请得到他。还望左药师前面带路，时间紧迫，左药师请吧。冷管家走过之处，那些人都是难掩眼底的失望之色。冷管家没有表示满意，那就说明他们没机会了。垃圾啊，全都是垃圾！你们还敢拿这些垃圾来糊弄我们家主人？告诉你们，没戏啊！赶紧的，都滚吧！
冷管家，求求您了，求求您给点药吧，我娘快要病死了，求求您了！起开，起开！哼，想求药，除非拿得出我们家主子看得上的宝贝来，想要我们家主人施医赠药，做白日梦去吧。有怎样的主子，就有怎样的奴才。这位冷管家言行举止如此趾高气扬，那么冷药师想必也非常难缠了。不过任你是高级炼药师又怎样？难道还高得过传说中的紫火老人？他老人家花费毕生心血而铸的无名丹方，可是在我手中。还有那名扬天下的紫火药鼎，你冷药师可有？哎，左药师，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家主人啊，可没空指点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疑惑。高级炼药师就那么了不起吗？他家的一位管家就可以对中级炼药师吆五喝六，还敢当着他的面闭门，完全不将对方放在眼里。且慢！竟然还有人胆大包天的阻止？哪里跑来的黄毛丫头啊？活得不耐烦了。好粗俗无礼的管家，但是即便是他再蛮不讲理，还是有无数人跪着求他收下他们那些千挑万选倾家荡产买来的礼物。事实再一次在苏洛面前证明，大陆上炼药师是何等的令人尊崇的职业。请问徐管家在吗？徐管家，放他们进来。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竟骄傲到这种程度。冷管家将徐管家安置在厢房内，有小丫鬟小厮一直在旁边听候差遣。饿了桌上有点心，渴了桌上有热水，不冷不热，基本礼节是尽到了，但就是不让徐管家见到冷药师。哎呀，我们能忍，但主人不能忍。不行，我亲自找冷药师去。我就不信了，凭主人的威望，他冷艳还敢说出一个不字。这是预备要将南宫流云的身份告知冷药师了吗？事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这样吧，让我先试试。笔墨纸砚伺候。他记得当时在山洞里，除了拿到紫火老人的无名丹方之外，另外还有10几页紫色泛黄的短剑，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字。当时苏洛因为时间紧迫，所以没有仔细瞧，只隐约觉得那些个都是上古丹方。苏洛拿过来仔细的翻阅，果然那每一张都是一个药方，而且上面明明白白的写明了上古丹方。生肌丹，顾名思义就是肌肤再生的意思。若是有人断手断脚，有了生肌丹之后便能恢复如初了。这张上古丹方早已在大陆上失传，谁也不曾预料到会经由苏洛的手再次传出去。当然，若是这张丹方还打动不了冷药师的话，他会考虑将紫火老人紫火药鼎献出去。毕竟对他来说，这紫火药鼎不过是个死物，而南宫流云却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将这个给你们冷药师送去。别急着拒绝呀，你可知道你这一辈子的飞黄腾达可就落在这上面了。苏姑娘，你就这么有把握？不是我有把握，而是那张丹方有把握。徐管家可知道冷药师最中意的宝贝是什么吗？这不难猜，肯定是上古丹方了。但凡是炼药师，没有一个不对上古丹方有着强烈渴求的。只是上古丹方毕竟已在大陆上遗失多年，就算不曾遗失的那些部分，也都掌握在世家或者隐士大族的手中。普通的炼药师，那手中几乎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你可是呈了一张纸条给我家主人？哼，没想到啊，你这丫头竟然还有这样的心计呢。告诉你，你很幸运，我家主人已经答应见你了。跟我走吧。我们来了已经有些时候了，也不知道家中病人如何了。我们先回去看看吧。来青衣的哪一个不是卑躬屈膝、战战兢兢的？这臭丫头竟然如此不识好歹！
哼，只要出了这个门啊，你就别奢望我家主人会再出手医治，你可想好了。本管家，很期待与你再次相见。哼，不识好歹的臭丫头，有种出了这门就别哭着求着进来。行了，别紧张，我们就在这儿等冷药师。等冷药师？亏苏姑娘说得出来，冷药师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哼，更何况还要他亲自出来。据说冷药师已经10年不曾踏出这片庄园半步了，好不好？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就这样被浪费掉了。既然那半张上古丹方已落到他手中，以他的眼光，那么苏洛又何必再担忧对方不识货呢？主人啊，那臭丫头太不识好歹了，小的奉您的命令去请，谁知她竟然站起来转身就走，真是可恶至极啊！你说什么？那臭丫头还说呀，还说您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见也罢，简直没将您放在眼里啊！真是可恶！一定是你这臭奴才傲慢无礼，怠慢了他。哼，若是那姑娘不见了，看我怎么收拾你！竟然让他家主人弃炼制了7749天的丹药于不顾，直接就跑掉了。嘿嘿，这位姑娘请留步啊！我家主人亲自来了，您看，生机丹方。苏洛之前将那生机丹方一共分为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已在冷药师的手中，他递出的是第2部分。我想请冷药师去救一个人，不知道冷药师可否一步？那最后的方子，说是能治好病人，那最后的方子自然双手奉上。不过，如果冷药师没有把握的话，那就当我没说过这番话吧。行，老夫跟你去救人。冷药师果然是识货之人，不像有些人。哼，回来再收拾你。赶紧的，快上车，还等什么？南宫流云，等我，我一定会让人治好你的。马车之上，冷药师不断地询问苏洛，试图从他口中得知关于上古丹方的信息，但是苏洛却总能避重就轻地转移话题。常年沉浸在炼药当中的冷药师如何是苏洛的对手呢？最终也只能败下阵来。快，给我们主子看看。冷药师，怎样？严重吗？五脏六腑几乎已位，内脏频频出血，经脉紊乱，在体内四处游走，经络窒息，无法畅通，想上上不去，想下下不来，不觉得严重吗？竟然如此严重。冷药师的话和林峰之前的话相互映着，天衣无缝。原来林峰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南宫流云竟然真的为了我强行收工，又强行压制进阶，以至于原本就受损的身子更加严重，而我竟然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在他羸弱不堪的身上雪上加霜，以至于到了现如今这般田地。你说要如何才能治好？要治好他呀，很难，非常难。您说？需要晶石，大量的绿阶晶石，当然能在绿阶以上的则更好了。3天之内，你们可能办到。绿阶晶石，或者以上？是，必须绿阶晶石，否则难以疏通脉络。就算以后治好了，晋王殿下也只能停留在6阶，往后漫长的岁月中，再如何修炼都无法进阶半寸。到哪里去找绿阶晶石啊？而且还需要大量，哎，确实很难。绿阶晶石是什么？竟然有人没听说过绿阶晶石？怎么，不知道很奇怪吗？众所周知，要想快速提升修为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潜心修炼，还有一种是吸收晶石修炼。而第一种人往往是没有晶石，所以必须靠自己修炼。可见对于修炼者来说，晶石非常重要。还有这种事，也难怪了。以前的我是传说中的废柴，自然对修炼之道一无所知。晶石根据品质
据说又分为7种，跟天赋灵力一样，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但是大陆上的晶石极少，而且大多数都是赤、橙、黄3种，绿阶的极少。至于后面的青、蓝、紫3种，则更是稀少无比。所以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绿阶晶石，是极难的一件事了。以皇族的实力，大内库料里应该有。哎呀，但是这里距离帝都极远，就算是坐龙鳞马时间上也来不及呀。这什么晶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别说让我找，我就是见也不曾见过呀。我去找。凌风拿着晋王的令牌去了城里守备处，将仓库翻了个底儿掉，几乎将郡守大人急出毛病，这才凑够了3颗绿阶晶石。赤、橙、黄3色晶石倒是不少，但是呢，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修炼至宝，但对于南宫流云这种6阶高手来说，已经是没什么用处了。凌风紧接着又跑到了佣兵工会，发布了收购绿阶晶石的任务，1颗绿阶晶石可兑换10万金币，这样的兑换比例可算极高，所以整个城里都热闹起来，无数的人开始传递消息。最后凌风押着1车的石头回到了庄园内。苏洛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凌风抬着一筐足足有1000斤重的石头，步履匆匆的来了。快，每个人1筐原石，若有人切出绿阶晶石来，奖励1万两金币。凌风豪气十足，一声令下，顿时庄园内下属都沸腾了。人不为财死，天诛地灭。这些石头，我怎么觉得这些黑乎乎的石头这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呢？这些就是出晶石的原石。原石非常奇怪，再强大的武者也不可能一眼看到原石的内里。这些原石里面有的只是石头，有的会切出赤色晶石，有的会切出橙色晶石，还有黄色晶石和绿色晶石。没有切出来之前，谁也说不准。这些就是晶石的原石？是，都是从附近的晶石矿区里专门捡表现最好的拉来。只是想要切出绿色晶石很难。但是如凌风和冷药师所言，绿色的晶石真的非常稀少，上万颗橙色晶石也未必出得了1颗绿色晶石啊。这批原石全都是质量和表现最好的，但是经过了1个下午的切块，总共切出500块赤色晶石，100块橙色晶石，5块黄色晶石，至于绿阶的嘛，连影子都没见到。再去拉一批籽料过来，我就不信1颗绿色晶石都找不到。到底要多少颗绿色晶石才足够啊？总要给个范围吧。多多益善，但最少也要50颗绿色晶石。50颗？凌风翻遍了整座郡城，到现在手里才不过3颗绿色晶石，冷药师一开口就要50颗，这难度也太大了吧。其实也不一定要绿色晶石嘛，如果有青色晶石的话10颗就够了，蓝色晶石的话2颗就够了，如果有紫色晶石，别说1颗了，就是一点点碎末，里面蕴含的灵力那也够了。苏洛抑郁了，绿色晶石都那么难得了，更何况几乎整块大陆都以稀少著称的青色、蓝色和紫色晶石，这根本不可能啊！哎，我怎么忘记了？我的空间中就有几十颗黑乎乎的原石啊！等等，我看到了什么？苏洛只觉得眼前一道绿光闪过，这种熟悉的绿色他在不久之前也见过。这一定不是真的！凌风疯了似的，全城搜索要找绿色晶石，结果小灵宠竟然当绿色晶石是零食给吞了，他随手拨出来的竟然是绿色晶石。运气这东西真他娘的太重要了，这就是人品呐！哼，打劫了！要命的话，赶紧将吞下去的东西乖乖吐出来。哎呀，好吧，那颗就当是你的工钱了，但是其余的这些可不许再偷吃了。哎呦，你这败家子儿啊！那不是瓜子豆子，
而是绿色晶石，好不好？林峰可是挂出来10万金币换1颗的绿色晶石啊！苏洛一把将他拎在了怀里，让他盘腿坐在自己面前。看着面前那成堆的原石，苏洛想试一试自己的手气，于是千挑万选选中其中一块递给了小朦胧。这娃能动手处理的，速度比切割机快多了。免费的劳动力不用，那就是浪费资源，可耻啊！小朦胧很有作为免费劳动力的自觉，他接过了那块香瓜般大小的原石，忽然他转头用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苏洛，似乎有一些不明白苏洛为什么会挑这块。哎呀，乖了乖了，这一块肯定能出绿色晶石的。好了，快别磨蹭了，就跟你掰橘子似的，掰开就行了。好吧。黄色。来来来，乖哦，小爪子争气点，包个绿色晶石出来。小朦胧接到原石，他忽然又抬起了他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眼底清澈水波将苏洛的人影倒映出来。他不解地看看原石，又看看苏洛。这孩子在纠结什么呢？快包啊！快快快！小朦胧像看白痴一样的眼光瞥着苏洛，低头毅然决然地开始剥那块苏洛挑出的原石了。嘿，我就不信了，自己的运气会越来越差。来，将这块给包了。这一次，小朦胧依旧用那黝黑的大眼睛看着苏洛，只是这一次他眼中同情之色更是明显，明显着苏洛差点就能看出来了。结果拨出来一看，苏洛几乎要跪了。我今天这算是什么鸟屎运呢？简直是厄运附体啊！结果竟然一次比一次差。苏洛选的第一块原石好歹拨出了黄色，第二块橙色，这第三块嘛，赤色。苏洛心里想着，如果我再选一块，会不会直接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我挑选半天都挑不到一块绿色晶石，但是小朦胧随便一抓就是一颗，而且还是这么大颗，这真的很让人嫉妒，有木有？不过能找到就好。哎，快，再帮主人找几颗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运气啊？刚才小朦胧那双疑惑又不忍的眼神中，分明带了同情。他那是在同情我呀。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在拿起原石的时候就知道了里面有没有晶石，而且是什么颜色的晶石，所以他才用不解、不忍又同情的眼神看我。乖，给主人我找一颗青色的原石出来，好不好？青色。啊？这里面的就是青色晶石？啊！行，那就剥开来看看吧。青色的，竟然真的是青色的！于是基于他小黑手的缘故，苏洛连碰都不敢再碰原石了。他让小朦胧将所有的原石都剥出来，毕竟他的速度比切割机好用多了，不用就浪费了。也不知道小朦胧的爪子是什么材质的，大概跟他的牙齿是一个类型吧。所以说龙族天生是有优势的，即使它外形变成了小狗，那牙齿爪子也是非常人能比的。就在苏洛胡思乱想的时候，小朦胧已经将所有的原石都解了出来。因为这一批是紫火老人洞穴里扒出来的，所以原石出晶石的概率非常高，大约有30多块石头，除了一开始被小朦胧当成零食吃掉的，被苏洛小黑手摸过的几块，其余竟然都出了。其中黄色晶石10块，绿色晶石5块，就连青色晶石都有3块，最后竟然还剥出了一块蓝色晶石，这概率简直要逆天了。苏洛强烈怀疑当年紫火老人是否和小朦胧一样，能够一眼看穿原石里面的情况。现场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大家都沉浸在切割石头的热情当中，就连徐管家都亲自下场切了。但是他的运气显然不好，徐管家见苏洛来了，不免长吁短叹。哎呀，这一下午晶石倒是解出来几颗，但是绿色晶石的毛边都没见着，凌风都急得快发疯了。竟然一颗都没有，
这一下午，金币如流水般洒出去，竟然一颗绿色晶石都没找到。该说林峰的运气太差，还是绿色晶石真的举世难寻呢？原石没有切出绿色晶石，但是佣兵会那边却是有了消息。林峰花了20万金币才将那2块绿色晶石买到手。花费所有的人力物力，这才不过5块。冷药师的要求可是50块，这怎么够呢？就连零头都不够啊！然而他要通过什么方式将晶石拿出来呢？却又能干净地将自己摘出去呢？这是个难题。哎，林峰不是在佣兵工会发布了任务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将晶石放到佣兵工会去？到时候我可是能得到好大一笔金币呢。不过再仔细的一推敲，不行。先不说佣兵工会若是将它泄露出去该如何说，单说这几百万金币他就运不走。虽然有空间吧，但是空间也不是万能的，现在里面已经很是拥挤了，根本放不下。那我要如何将晶石送给林峰呢？给，拿去吧。什么？干嘛给我一袋子？苏大小姐，我现在没空跟你玩。啥？他发布任务10万金币也不过买1颗，现在却将整袋子往外扔？真不要？哎呀，别闹了，有空就去佣兵工会转转，说不定可以瞎猫碰上死耗子，买回来绿色晶石。林峰啊林峰，你说你主子怎么就养了你这样的蠢货，送上门的不要，非要掏巨资买。哎，姑娘，我真不是故意要赚你们家殿下银子，实在是你这孩子太不识抬举了。佣兵工会？哦，对了，你发布的那个收购绿色晶石的任务还算数吗？10万金币1颗绿色晶石的任务，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南宫流云，要怪就怪你养了一只笨蛋下属吧。自然，绝对算数。只要你可以拿出绿色晶石来，等额的金币绝对双手奉上。你能拿出来1颗吗？若是你能，我林峰往后做牛做马，给你当奴才。6阶实力的林峰收来当奴才，好主意。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哦。行啊，谁反悔谁是小狗。哎呀，瞧瞧，好漂亮的绿色晶石啊！有人竟然说不要。真的？竟然真的是绿色晶石？是吧？你自己都承认了吧？哎呀，我说林峰奴才，现在该给主人我端茶倒水了吗？就1颗吗？还有没有啊？哪里捡到的？怎么可能？这只普通的棉布袋子里，怎么可能会装了价值连城的晶石？不只是绿色晶石，竟然还有青色晶石。不，那一抹湛蓝色，不会是蓝色晶石吧？这都是哪儿来的？不就几颗破石头吗？瞧你，都激动成什么样了？破石头？啊？难道不是吗？你可知道，这里的晶石加起来足以买下一座城池了？你可知道，殿下为了找寻1颗蓝色晶石，花费了怎样的人力物力，却依旧不得？你竟然说它是破石头？你可知道，就这么1颗蓝色晶石，足以引起许多门派打战了？你可知道？哎，停！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唯一知道的是，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嚷嚷，这些晶石就未必保得住了。 1颗蓝色晶石相当于是25颗绿色晶石，3颗青色晶石相当于15颗绿色晶石，另外还有5颗绿色晶石。这也太巧了吧！加上我手中花费巨资买来的5颗，竟然正好就是50颗绿色晶石。哎呦，好消息，大好消息！佣兵工会传来消息，说是有位顾客手中握有不少的绿色晶石，但是价格要比你之前给出的翻上1倍。这也算好消息。只要能救殿下，金币不是问题。之前1颗不卖，现在还坐地起价了。徐管家，去将那任务撤。放心吧，绿色晶石已经找全了。坊内，冷药师看到那一大袋子晶石，早已经心惊不已了。
当他看到那散发出湛蓝色光芒的蓝色晶石的时候，一双眼睛几乎要被吸进去，久久拔不出来。这真是蓝色晶石啊！他这辈子只从旁人手中看到过一回而已，却连摸的资格都没有。瞬间他激动了，兴奋了，他觉得来这一趟简直太值了。那蓝色晶石散发出浓郁的天地灵气，纯净剔透，似乎灵魂都要被洗涤干净的感觉。蓝色晶石啊，这怎么可能呢？竟然真的能够在短短1天时间内收集到这么多晶石啊！而且里边竟然还有举世难求的蓝色晶石，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冷药师，蓝色晶石能代替绿色晶石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苏洛和凌风都急了。当然有问题了，这么好的一颗蓝色晶石放进去啊，到时候炼制出来的融化丹药效那几乎是翻倍的。老夫这辈子还没得到过这么好的材料，这次一定要炼制出一颗举世无双的融化丹来。这老家伙说话还真够让人心惊肉跳的。那您还不快去炼制？好，老夫这就去。他被困在高级炼药师这么多年，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契机，而现在契机就摆在眼前，他又岂会放弃？就算现在苏洛不让他炼制，他也会哭着喊着求着让他炼制呢。慢着，不怕你稀罕，就怕你不稀罕。要是您老人家不稀罕，我又能拿什么资本来跟您谈条件呢？冷药师，那可是我的晶石。你想怎么样？我仿佛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是东苍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施以腰斩酷刑的女子。斩！住手！把他们拉住！我现在忽然改变主意了，那块蓝色晶石我要自己留着。不行，蓝色晶石不能还你。凭什么呀？那是我的，再说我有用处啊。这颗蓝色晶石对我以后的修为提升可有帮助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苏洛才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呢。对方可是冷艳冷药师，整个帝国唯3的高级炼药师，不敲诈点真货出来，他好意思说自己见过冷药师吗？提升修为用丹药也可以，你要什么丹药老夫都可以换给你。不用换了，老夫直接给你。说吧，你要哪些丹药？那您觉得哪些丹药能匹配得上这颗蓝色晶石呢？您觉得您应该为这颗蓝色晶石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您这么大方的高级炼药师，应该不会占小辈的便宜的哦。不愧是晋王殿下看中的女人，简直跟她一样腹黑奸诈狡猾。但是凌风还是不如苏洛了解冷药师，在冷药师直白的世界里，这颗蓝色晶石可是决定他能否晋级超级炼药师的存在。对于他这种药痴来说，根本无法用金钱或者是丹药比拟的。更何况对于冷药师来说，他别的东西或许没有，但是丹药却是最多的。要不老夫炼制的所有丹药都分给你一半。在冷药师看来，他已经占了苏洛很大便宜了，毕竟当年那颗蓝色晶石他只有远见的资格，而现在呢，这颗蓝色晶石就揣在他怀里。所有丹药的一半？即便是苏洛都被震得有一些回不过神来了。不愧是冷药师出手，果然是大手笔，果然是败家子儿啊！一半呢？你一半不行的话，那2/3，老夫将这些年炼制出来的丹药中2/3都给你，如何？那，好吧，既然是冷药师开口，怎么都要给您面子的，那就这样说定了。
他才不会告诉冷药师，其实他本来就想敲诈一点迷药、毒药、春药之类的药丸，可谁让冷药师这么诚实呢？他要是不趁机敲他一笔，他都觉得对不起天赐良机呀。经过了3日的炼制，冷药师亲自捧着精致的小锦盒过来。老夫这么多年来的珍藏几乎都在这里了，快拿去吧。多年的珍藏一时间全赠出去，冷药师还有些舍不得，但是看他的神情却非常愉悦。莫非这老头竟真成超级炼药师了？苏洛一问，冷药师得意地摸了下巴的几根山羊须，乐呵呵地直笑。这就是您所谓的2/3？这么少？苏洛有点傻眼了。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2/3啊？怎么着也要以箱来论的吧？就这么一小盒子？你这丫头，你以为老夫炼制的是什么呀？啊，是那些下三滥的迷药、毒药、春药吗？老夫炼制的都是独门秘方。看到老夫府邸门口跪着的那些人了吗？这里的每一颗都能让他们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你。你这不识好歹的丫头，竟然还敢嫌弃！可是我要那些心干嘛呀？我府里乱七八糟一堆事儿，乌漆八黑一堆人，我要迷药、毒药、春药，自卫去的呀。你不要这些丹药，那你要什么？苏洛很诚实地将心里话说了出来，结果呢，冷药师怒了，眼睛瞪得老大，几乎要吃人的架势，气呼呼地说道：老夫岂会炼制那些初级炼药师才会炼制的下三滥的药？你也太看不起老夫了！你可知道，这里的每一颗丹药都可以换回1车你想要的药丸。原来这里的每一颗药丸都能换1车的迷药，我果然是不识货。将这瓶药剂给他喂下去，将他衣服解开。不愧是资质绝佳的纪王殿下，即便是昏迷之中，单靠着自己的经脉流转，依旧能够晋级到7阶。这就晋级到7阶了？不好！他原本洁白如玉的肌肤竟然爬满了黑色雾气，雾气越来越多，几乎将他整个人都笼罩进去。刹那之间，光华冲天，撕裂黑雾，漫天星辰之光洒落下来，在南宫流云周身呈弧形朝四面扩散。地面剧烈震动，似乎从远古传来猛烈低吼，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觉醒。光华冲天而出，朝着四周围射去，带着黑暗毁灭的力量，似乎能吞噬一切。几乎整个庄园的人都晕过去了，但是此时南宫流云却是已然盘腿而起，面如秋月，朗若星辰，双手交合在胸前，做着一个非常诡异的手势。四周围化为一片废墟，然而这片废墟的中央，南宫流云盘腿而坐，全身笼罩着神秘的黑暗气息，高深莫测，神秘诡谲。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会在南宫流云身后显出虚影？那50颗绿色晶石究竟刺激了南宫流云什么？南宫流云的血脉，他真的仅仅只是帝国的皇子殿下那么简单吗？与此同时，黑暗森林落霞峰山顶之上，一位须发洁白看不出年纪的老者盘膝而坐，沉浸在修炼顿悟当中。他倏然间睁开了眼睛，炯亮的眸光望向东方某个地方。他看了许久许久，最后眉头微皱。1000年前的预言，莫非竟是真的？黑暗祸乱，天道难测，竟连老夫都看不清了。唉，殿下，殿下！你怎么能看着殿下倒下去都不扶一下呀？快给殿下看看！哎，快点，快给殿下仔细瞧瞧！秀才遇到兵，
有理也说不清啊！这种武人只会用蛮力说谎。怎么回事？奇怪呀，奇怪的很呢。不该是这样的呀，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呢？不该是哪样？现在又变成什么样了？靖王殿下身上力量满溢的几乎要喷薄出来，不该如此虚弱才是。那有什么问题吗？暂时没有问题，至于以后，老夫也说不好。冷药师神色复杂地盯着南宫流云，一双眼睛金光闪闪，似乎很想将他抛开研究一下。但是好歹他还算认清事实，知道眼前之人不是旁人，而是那独一无二的晋王殿下，所以他只能叹气地将蠢蠢欲动的想法压住，连提都不敢提。这里的情况还得你出门处理一下。这么大的动静，郡守大人不可能不知道，他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派军过来的。确实如此，如今殿下还虚弱得很，没必要见那些外人。不愧是南宫流云，好大的手笔，好奢侈的享受啊！殿下就交给你照顾了。哎，不对，要是别的地方还好，但这里是哪里呀？温泉池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不对劲呢！哎，林峰，你给我站住！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好歹林峰得留下吧，不然……苏四小姐，请问殿下之所以来这落日山脉，是不是因为你？殿下是不是因为你才强行收工，让伤势更严重的？殿下原本的伤势已经控制住，是不是你一拳过去，将殿下打得吐血？这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刚才在殿下晕倒之际，留在他身边的你，苏四小姐，是不是连扶都没有扶殿下一下？我又不是不服，只是被南宫流云身后的虚影刺激的回不过神，好不好？怎么听林峰这么一抱怨，就连我都觉得自己十恶不赦的，就该立即推下18层地狱。而南宫流云就是那舍己为人的高大形象。就在苏洛纠结的时候，林峰望着他的眼底闪过了一抹同情，他又默默地望了一眼状似虚弱无害的自家殿下，嘴角抽了抽，镇定地转身出去。喂，不是吧？他滚进温泉池里去了。南宫流云什么时候竟变得这么重啊？潜在水底的苏洛拖着南宫流云欲往上浮，但却悲哀地发现此时他竟然重逾1000斤，任凭他如何用力地扯也分毫不动。而且更让人心惊的是，他在水底憋气憋得脸色发紫，似乎下一刻就要窒息而去了。哎，这个男人这好好的怎么就滚进去了呢？苏洛心中那叫一个郁闷。哎，今天怎么尽出邪门事儿啊？先是南宫流云身后的诡异虚影，再是好好的庄园被毁成碎渣，然后是这具重逾1000斤的身体。哎呀，真是处处透着诡异呀！苏洛虽然憋屈的要死，但是想想，最终他还是闭上眼睛，恶狠狠地主动送上香唇。南宫流云，他竟然没晕！我那么关心他，为了救他，主动帮他渡气，他竟然骗我！真是良心被狗吃了，好心没好报，恩将仇报。哎呀，我的洛丫头还真不好骗呢。洛丫头，就这么想逃离本王？明明是他作弄我，为什么搞得我好像才是十恶不赦的那一个？乖，过来。本王觉得睡了好久好久，还以为永远都醒不过来了呢，以为永远都见不到洛丫头了呢。你就不想看看本王醒过来的样子吗？拜托，你是传说中睥睨天下的晋王殿下好不好？堂堂的7阶强者好不好？怎么可以这么软绵绵的求我？怎么可以无耻的对我卖萌？他怎么可以这样作弄我？
靖王殿下好兴致啊，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很好玩是吧？若是不然，洛丫头可会理会本王？你什么时候醒的？我早该想到，林峰怎么会那么八卦，非逼得我留下来照顾南宫流云。如果不是有南宫流云的命令，他怎敢？他岂敢？哎呀，太聪明的丫头不可爱呢。洛丫头，帮本王沐浴可好？你什么时候见过本姑娘可爱过？还可爱，帮她沐浴？要不要拿刀帮她搓澡啊？亏她有脸说。果然在她之前的破败的庄园里的时候，她就醒了。她故意示弱来骗我。这样就可爱多了吗？嘴硬心软的丫头，你瞧，你的身体可不会说谎，都对本王投怀送抱了呢。这个南宫流云，乖洛洛，你在气什么呢？难道本王有说错吗？放开我！是你自己投怀送抱的，不放。别动手动脚的，那本王动口总行吧？别以为我不敢动手，本姑娘既然能打得你吐血，也不会不敢下这手。好可爱的洛丫头，本王越来越喜欢你了。怎么办呢？再也舍不得放手了呢。住手！该死，我怎么忘记了？这个男人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他之前能逼着我拿匕首刺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可恨我竟然忘记了，竟然傻傻的拿匕首威胁他，真是该死！这个该死的男人！若南宫流云没有进阶到7阶，那么这支羽箭他要么用身体去挡，要么让苏洛死，只有这2种选择。敌方这是在逼南宫流云做选择，选择自己的命，还是选择救一个废柴女草包？很显然对方算准了南宫流云最爱惜的是自己的性命，很显然对方是要苏洛睁眼看清楚南宫流云对他的残酷。但是事实却让他皱眉了，因为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身负重伤的南宫流云晋级到了7阶。喜欢本王吻你吗？温泉池里什么时候竟多了一些粉末？而且看材质，竟然是玄铁所制，而且依稀还能看得出它的原型是剑矢。本王的身子，你还满意吗？转移话题，与我何干？洛丫头在生什么气呢？本王给你做主。简直虚伪！他明知道对方是冲着我来的，却还在我面前弄虚作假，试图混淆视听。真当我是傻子吗？真当我看不到剑矢是冲我而来吗？真当我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废柴草包吗？他在保护谁？他在维护谁？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南宫流云，我现在不会追究，因为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你也别欺人太甚。我的洛丫头啊，怎么就不能稍稍笨一些啊？哎，洛洛，你相信我吗？他对瑶池仙子那般宠溺，是真的爱她，还是有别的隐情？想让我信你，继续努力吧。本姑娘的信任，是谁都会给的吗？好，好，好，本王绝对会努力的。你啊，就等着吧。发生了刚才那件事之后，我的洛丫头没有一口回绝，给彼此留有余地，这就极好，极好了。
晋王殿下行事诡辩莫测，他出手相助是情分，不出手是本分。就算拿到陛下面前，也是这样的理。算了，你回府就好，往后在家好好待着，少出去惹事儿。断臂之后，还能奢望将她嫁入皇室吗？这个女儿也不中用了。在府中，没有了前途的柳若华过着平日里被他欺负的那些个庶妹般的生活。这样的日子让他犹如万虫啃咬，食不知味。他原本就难平的心越发涌动。苏洛，我没有好日子过，你也别想好过。要下地狱，大家一起下吧。当日柳若华就约了苏西，想当面告诉他苏洛与晋王殿下的事儿。但是苏西因为学院里面的事被派去历练，所以来到酒楼的人是苏婉，苏家三小姐。苏婉，你们家苏洛回来没有？上次明明是他伤了我，结果父亲大人也不为我做主，竟然罚我和他一起关禁闭。若不是这几日我表现好，难保不会关满3个月。哼，柳小姐这话问的当真好笑。我家四妹妹因为行为不端，被父亲大人罚了闭门思过，没3、5个月是不可能出来的，又哪里来的回来没有？你说的可是真的？苏洛真的被苏大将军关禁闭了？快说呀！苏洛真的被苏大将军关禁闭了？这是真的？自然是真的，而且已经有1月之久了。此人莫不是疯魔了吧？平日里柳若华高贵优雅，尊贵至极，但这次见面，他怎么就变化那么大，有种从云端跌落泥堆的感觉呢？苏洛，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啊！苏洛根本就不在你们府里闭门思过，他去落日山脉了。不可能，苏洛天生废物，他怎么可能会去落日山脉？你肯定认错人了。是真的，那人绝对是苏洛，我绝对没有认错。他是和晋王殿下一起去的，这一点绝对不会有错。不可能，他根本不认识晋王殿下，怎么可能会跟晋王殿下一起去？而且晋王殿下是什么人呢？他怎么可能会跟苏洛一起？你将天上的仙哲和地上的烂泥巴拉到一起，相提并论，是何居心的你？简直太荒谬了！我就知道你不信，但事实就是事实，苏洛就是和晋王殿下去了落日山脉，而且，你真以为他是废材吗？这个扮猪吃老虎的臭丫头，大家都被他骗了。但因为晋王殿下又扯出了瑶池仙子，所以柳若华知道分寸，没有乱说。你确定你在落日山脉见到的那个人就是苏洛？不会搞错？绝对不会，他的手腕上曾经被我伤过，伤疤都还在呢。而且晋王殿下明明白白地喊他洛丫头，他自己也承认了，他就是苏洛，所以绝对不会有错。晋王殿下，那个贱丫头，虽然被退婚，却引起太子的注意，现在又被传和晋王殿下搭上关系。好，很好，看来我要送苏洛一份厚礼了。而且你们家的四小姐还得罪了瑶池仙子，你们可要小心了。若是瑶池宫不肯罢休，你们苏府就等着覆灭吧。瑶池仙子，苏洛竟会得罪那不食人间烟火、神仙般的仙子？瑶池仙子和晋王殿下是一对神仙眷侣，苏洛横插一杠。如果是你，难道你不怯？如若是真的，那苏洛真是死定了。瑶池宫那堪比帝国般的存在，他竟然敢得罪。很好，非常感谢你告知我这个消息，如果有后续，我自会告知你。如若是真的，这次一定要让父亲大人将他逐出家门。苏洛啊苏洛，喜欢本小姐送你的礼物吗？
苏大将军要是知道你偷偷溜出去，又得罪了瑶池宫的瑶池仙子，嘿嘿。苏洛一走就是1个月呀，了无音信呐。绿萝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有的时候会偷偷的猜想自家小姐是不是偷着就跑了。大将军不是说要小姐禁闭3个月吗？怎么这么快？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要是被发现小姐不在院内，到时候……既然是被关禁闭，就证明了他们必须要在里边的。那么到底要不要开门呢？哎呀，到底开还是不开啊？因为随着敲门声越来越久，里面久久没有回应，这让苏婉原本半信半疑的心，现在已信了8成了。敲门，大力的砸，就算砸坏了，自有本小姐担着。以苏洛最近的性格来看，他也不是好欺负的，但是门被敲碎了，他都没有出来，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根本就不在。绿萝丫头，你在怕什么呢？本小姐长得有那么恐怖吗？没有，三小姐长得貌美如花，天下少有，绝对是美人中的美人。三小姐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不走啊？哼，既然如此，你怎么连看都不敢看本小姐呢？莫非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三小姐真爱开玩笑，奴婢会做什么亏心事啊？没有，绝对没有。哼，没有吗？那么你家小姐呢？她也没做亏心事。哎呀，三小姐这次莫不是有备而来？她这话分明就是挑事儿啊！三小姐自然也没有。叫你家小姐出来吧，我们姐妹俩叙叙旧。叫你家小姐出来吧，我们姐妹俩叙叙旧。说不定她哄得本小姐开心了，本小姐大发慈悲，与父亲大人说说，就放你们出来了呢。要是我家小姐能出来，早就出来了，何必看你三小姐在这耀武扬威的？哎呀，小姐啊小姐，你要是再不出来，往后就没机会出来了，也没机会看到我绿萝丫头了。我死定了，今日说不定就会被杖毙了。好，很好，苏洛这小贱人竟然真的不在。好，很好，苏洛在被关禁闭之际，竟然敢翘家出走，这项罪名就足以将他扫地出门。如此一对应，柳若华的话倒是有8分可信。那么再加上他得罪瑶池仙子的罪名，哼，苏洛啊苏洛，等你回来之后，就等着父亲大人绑你去瑶池宫谢罪吧。父亲大人，四妹真的不见了，听说丢脸都丢到外面去了，咱们却什么都不知道。胡说八道什么呢？父亲大人，是真的，苏洛那小姐……父亲大人，您以为四妹妹依旧被关禁闭，却不知她早已翘家出走，听说在外面乱来，将瑶池仙子都得罪了呢。苏洛竟然得罪了瑶池仙子，这话从何说来？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若是真无此事，旁人为何会如此传他？此话当真？自然是真。父亲大人，女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早先也是不相信的，但是女儿为了家族安危和声誉，特地去了四妹妹的院子，女儿可以保证四妹妹真的不在。既如此，便去瞧瞧吧。因为牵扯到瑶池宫，苏子安的心中很有一些不安。瑶池宫在整个帝国那简直就是超然一般的存在，因为瑶池宫的那位常年闭关的前任公主大人，那可是10阶强者，放眼整个世界，10阶强者屈指可数的。若是苏洛真的敢得罪瑶池仙子，那么苏子安的第一选择绝对是将苏洛绑起来，亲自押送到瑶池宫去，将他送还给对方，任由瑶池宫处置。
他非但不会难过，还会鼓掌称好。父亲，进去吧，四妹妹真的不在里面。四小姐呢？还在屋内？在，小姐在屋里。哼，死到临头还敢狡辩！四妹妹明明就不在屋内，你这贱丫头，竟然还敢信口雌黄，不想活了！小姐真的在屋里，这是千真万确的。小姐这些日子一步都没有出过院门，在内室抄写《金刚经》给老爷祈福呢。三小姐怎可如此污蔑四小姐？父亲大人，四妹妹在不在，又岂能听信一个丫头的话？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进去看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三小姐，按理说做奴婢的不能说您什么，但是奴婢还是斗胆替四小姐问一句，三小姐您这是何居心啊？你这臭丫头在说什么？竟然敢这么对主子说话，不想活了是不是？三小姐，方才您撬门进来，将院子的门都给毁了，现在又带着老爷气势汹汹的过来，这是为什么呀？四小姐到底得罪了您什么？你要这样对她？你这丫头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哼，难道这丫头以为拖延时间，苏洛就会回来？别做梦了！三小姐，四小姐已经很可怜了，您为什么还要血口喷人，横加污蔑呢？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放过四小姐好不好？果然是四妹妹教出来的丫头，一样的蛮横粗俗无礼。说本小姐横加污蔑，哼，利落丫头，若是你家小姐真在屋里，本小姐给她磕头倒茶赔罪。真是见鬼了，这怎么可能？苏洛他怎么会在？这几日你都不曾出去。爹爹不是下令将女儿禁足吗？女儿又能上哪儿去啊？此时的苏婉陷入到两难的境地，私心里她是相信柳若华的，因为她没有必要欺骗自己，而且她之前也不知道苏洛被禁足，所以她的话还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但是事实上她又不得不怀疑，之前在院子里找不到苏洛，是不是她和柳若华布局来陷害她，让她自己跳入陷阱当中呢？所以此时的苏婉神色变幻不定，忽明忽暗，一时难以下定了决心。苏子安原本还想这个女儿会出来救场，却是没想到苏婉竟然这么没用。你真没出去？女儿这些日子一直在抄《金刚经》，每一页都花费无数心血，就算能出门，女儿也没时间呢。那瑶池仙子呢？你真的不曾得罪过她？瑶池仙子，她到帝都来了吗？哎呀，好可惜哦，女儿一直被关在屋子里，一步都走不出去，不然还可以偷偷跑去见一见呢。听说瑶池仙子可美了呢。瑶池仙子远在落霞峰，与这里相距108000里，苏洛又岂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跑到她面前，还得罪她？真是荒谬。看着一叠的《金刚经》，没有1-2个月的功夫，哪里抄写得出来？瞧这丫头都有些瘦了呢。我也真是糊涂了，竟然听信苏婉的一面之言，就怒气冲冲地找来逼问苏洛。苏洛明明连瑶池仙子的面都没见过，又谈何得罪于她？再说了，这个苏婉最近这段日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看来让他提早出院子是个错误的决定。既如此，父亲，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女儿实话实说，将这消息告诉女儿的不是别人，正是柳丞相家的三小姐柳若华，是她亲口告诉女儿，她在落日山脉碰到过四妹妹。柳若华，原来你还没死呢。回到京城之后，竟然还敢说三道四，看来上次没弄死你，真是太便宜你了。哼，荒谬！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妹妹的废材体质？
这样的谎话也说得出来。看来那丫鬟说的很对，你就是故意针对你四妹妹。三姐姐，你为何要如此针对于我呢？这样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你若是说我得罪瑶池仙子，那你去将瑶池仙子请来呀。你问问他，我苏洛究竟有没有得罪他？啊不，你该问问瑶池仙子，她到底见没见过我苏洛？瑶池仙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谁知道她现在在何处？那既然瑶池仙子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先不说我被禁足，只说以前的地位和资质，又哪里会见到她？又如何会得罪得了她呢？是啊，既然瑶池仙子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那么以苏洛的资质和地位，他如何见得到瑶池仙子呀？又如何得罪得了他？你自然见不到，但是有晋王殿下在，自然见得到瑶池仙子。怎么又扯上晋王殿下了？爹爹，你问他是不是和晋王殿下一起去落日山脉了？苏洛，你别想抵赖，柳若华可是什么都看见了。虽然很难让人相信，但是若果真如此的话，晋王殿下，三姐姐，父亲大人，晋王殿下是什么人呢？那是九重天上的谪仙，高贵无比，世人只看一眼都觉得亵渎。你们觉得他会看上我这样的草包废柴？可能晋王殿下忽然心情好呢。呵呵，好吧，晋王殿下心情好，就当是这样。那么请问我又如何在1个月的时间来回这里跟落日山脉之间呢？这晋王殿下可是有龙鳞马的，龙鳞马是行千里，10日之间来回一趟也不在话下。既然三姐姐说到龙鳞马，父亲大人，想必你也听说过龙鳞马。您觉得以龙鳞马那样的神兽，除了晋王殿下之外，还会允许旁人坐骑吗？听说当初太子殿下想乘坐一下，都被颠下马车，差点出事。您觉得您的女儿何德何能，可以乘坐龙鳞马？是气运比太子还尊贵，还是武功比太子还高，还是旁的？连太子瑶池仙子都不能碰一下的龙鳞马，怎么可能会让苏洛乘坐？既然乘坐龙鳞马的假设不存在，那么苏洛到过落日山脉的事儿自然也是假的。那么由此可见，说谎的人是苏婉，而不是苏洛。回院子好好反省反省，省得一天到晚出来无中生有，惹是生非。我确实不知道，也想象不出你是如何来回于家里和日落山脉之间。但是柳若华所说的话，我信。三姐姐，您可真健忘啊，这就想走了？怎么，还想留三姐姐我陪你吃晚膳？我都预备放过苏洛这一次了，她竟然还不满意。那倒不必，只是方才依稀听三姐姐说，若是我苏洛在这里的话，就下跪端茶倒水。哼，你听错了，根本没这回事。苏婉，你以为这一关就这么好过吗？你觉得我苏洛就是这么好欺负吗？凭什么每次受责骂的都是我？上次苏洛将我揍成那样，结果父亲最后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将他禁足，我也跟着倒霉。这次也是，明明苏洛就是翘家出走，在外面逍遥了大半个月，结果回来非但没被责备，父亲反而责怪我。从什么时候起，苏洛竟然步步抢先，事事都争我一头了？这绝对不可以！苏洛这件事必须要彻查清楚，必须要将他逐出家门，否则往后我在这府里还有什么地位？连你这个贱人都敢欺负我，气死我了！苏婉，这是什么表情？你耍我呢吧？怎么回事？你不是回家告黑状去了吗？你最好说实话，苏洛到底有没有去落日山脉？哈，这我还能骗你不成？千真万确啊！拿你的性命发誓。好，就拿我的性命发誓，在落日山脉，我柳若华
确确实实看到苏洛和靖王殿下一起，此事千真万确。若有一丝虚假，则让我遭受五雷轰顶，天打雷劈。可是，落日山脉离这里隔着千山万水，苏洛又是怎样来回在这之间的？什么？苏洛竟然真的回来了？是啊，方才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在。哼，竟然真的回来了。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当初在我们的追杀下，苏洛没有死，那么后来的那次，他也没那么容易就被杀死。你想想，苏洛到底是怎么迅速来回的？啊，难道是靖王殿下的龙鳞马？绝对不可能！据说龙鳞马连瑶池仙子都不认可，又怎么可能会认可苏洛？要知道，他可是连1阶武者的实力都没有的废材草包。哼，你们全都被苏洛骗过去了。是不是天赋为0的废材草包我不知道，但是苏洛身手迅捷利落，绝非等闲之辈。当初刘为民出其不备的暗杀都被他躲过去，你觉得他真的是废材吗？你说什么？苏洛竟然连刘为民的刺杀都躲过去？刘为民当初可是有3、4阶的实力，他全力一击，苏洛竟然能躲过去？这怎么可能？不过如果这假设成立的话……忽然，苏婉想起了当日在荷花水渠边上那莫名其妙的一脚。当日那一脚将他踹进水渠当中，连带着苏西也一起掉进去，最后又突然失火，引来了太子等一群人。这分明就是人为的，环环相扣，严丝合缝，这绝对是人为的，否则的话再巧也不会这么巧。难道这一切都是苏洛干的？如果苏洛真的在隐藏实力，那么还真有可能是他做的。那现在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苏洛活得滋滋润润的，我们这么憋屈受气？有了。什么？此事虽然能重创苏洛，但是有损阴德，我怕你不敢做。哼，有损阴德又如何？他苏洛做的哪件事不损阴德了？说。那好，富尔过来。这会不会太……哼，妇人之仁，若是你连这都不敢做，那仇你也别想报了。好，就按你说的办。苏洛，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如此对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小姐，这次真是太惊险了，您来的简直太及时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皇后，您还是不要再出去吧，奴婢这心现在还扑通扑通的狂跳。哎呀，就你胆小。小姐，放心吧，你家小姐我暂时还不会出门。暂时不会出门，也就是说以后……自从那次昏迷苏醒后，小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活泼开朗，自信满满，而且非常的有主意。不过这样更好，以往的我们总是被人欺负，但是现在却总能反欺负回去。是你吗，瑶池仙子？追杀之仇，一次又一次，我苏洛永生不忘。假以时日，我必将100倍奉还。最近苏洛发现空间另有一处奇妙之处，这一发现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原来在他睡觉的时候，灵魂自动进入空间后就可以练功修炼。他尝试着修炼神龙大人丢给他的那卷大虚空手印，虽然只有短短7日，但效果喜人。大虚空手印顾名思义分为3重境界，分别是大、虚和空。大是指结出手印越来越大，大到无边无际；虚呢，则是指虚影。到了第2重境界之后，手印化为虚影，伤人于无形。空则是指重力空间。到第3重境界之后，手印化大化虚，凝成一方重力空间，在这方空间当中，他便是主宰。苏洛躺在床上正在酣睡，不过他灵魂早已跑到空间中修炼大虚空手印去了。
自从凝聚出那小蝌蚪一般大小的虚空手印之后，苏洛就有种感觉，他似乎已经踏入了1阶武者的境界了，而且距离第2阶似乎也并不遥远。苏大将军府里竟然还有这样破败的房子，墙垣破破烂烂的，似乎风一吹就倒。最奇葩的是，竟然不是院门，我连翻墙都不用，直接就走进去了。这里真的是苏四小姐的闺房？不过有什么关系？哼，只要干完这一票，就有1000枚的金币可以拿了。迷魂香，竟然对我用了价值100金的迷魂香，还真是看得起我呢。迷魂香只有炼药师才能炼制，重者浑身酥软，而且迷魂香中含有强烈迷幻春药成分，中了之后情欲陡升，非常猛烈，必须发生关系后才能解去此药。趁他病要他命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苏洛也没有开门，自空间中掏出一根小小的如同香火般粗细的小管，迅速地将这根管子戳进窗户纸，朝着那黑衣人猛然吹过去。黑衣人的迷魂香不过是初级炼药师所制，而苏洛这根迷魂香是他缠着冷药师亲手给他弄的，无色无味，而且药效奇强。说吧，谁派你来的？深更半夜来我的房间，意欲何为呀？苏洛一看，顿时心中大喜，他没想到这小黑点竟然如此神奇，看着小小的，威力可一点也不小，而且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简直是敌人防不胜防啊！我不会杀你，但是呢，让你吃点东西。你看，这是断肠丹，这是五毒散，这是子午追心丹，这是……你可以选择不说，不过那样的后果，希望你承受得起。你必须得保证，等我说了之后，你绝对不能逼我吃下那些毒药。看来那幕后之人也非常一般呢，请来的所谓高手，非但武功一般，而且骨气也弱得很。你也说了，这些毒药都很贵，你觉得本姑娘是那么浪费的人吗？说吧，究竟是谁雇佣了你？是贵府的三小姐，这次的任务是她发布的。三小姐，苏婉，果然是意料之中的人。三姐姐，怎么可能是她？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这有证据，你看，这是贵府三小姐亲笔签字的任务书，不信你自己仔细认认。果然是她。那么她请你来做什么？杀了我？不是。说实话哦，不然……是要杀你，但是是先奸后杀，而且什么？而且将你的尸体曝尸荒野，让狼狗啃咬。先奸后杀，再曝尸荒野，被狼狗啃咬。苏婉啊苏婉，原本以为你不过心思恶毒些，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蛇蝎心肠。哪一次不是你先挑事，我苏洛被动反击？我处处忍让，反倒让你得寸进尺，以为我好欺负吗？这样毒辣的招数你都能使得出来，好，很好，非常好。说是这次不将你连根拔起，他日我苏洛往后在府里哪还有安生日子？只听说千日做贼，没听说过夜夜防贼的。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你先奸后杀，曝尸荒野吗？
苏婉，既然这是你定下的游戏规则，那咱们就按照你的游戏步骤来。不过在此之前，先允许妹妹我送你一份大礼。苏婉呢，苏婉，好好享受这最后一刻吧。过了今晚，你将面对你此生以来最难堪的日子，而且永无尽头，逃无可逃。苏家三小姐被来历不明的黑衣人破了身子，这事儿要传出去，真是好期待呢。这么好看的床上动作片，我这么大方的人，又怎么会独自欣赏呢？走水了！走水了！快救我！吕队长，快去救三小姐！三小姐还被锁在里面呢。三小姐不是有武功吗？怎么还在里面？里面的火势并不大，怎么三小姐不跑出来呢？不知道啊，先别管这么多了，赶紧上去救人吧。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竟然……天哪！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我接了任务，却害苏府四小姐，却谁知被她所擒。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这个白痴、混蛋、流氓！我花钱要你奸污苏洛，你怎么找我这来了？都跟你说了是苏三小姐，苏三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样啊？快出来啊！还不快出去！你快给我滚出去！快跑啊！可是，衣服呢？滚！往哪里滚呢？快躲进去！都围着干嘛？三小姐呢？三小姐应该还在里面，方才还发出声音的。退开！婉儿，快出来！婉儿，莫非婉儿已经出事了？三小姐，你在哪儿啊？主子，你看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的婉儿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败坏门风之事。苏婉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了，大声的咳嗽起。这声剧烈的咳嗽在静谧的室内响起了，打破了寂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而且里面竟然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婶子！天哪！今日之事，若是有人胆敢提一句，杀无赦。处理掉。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是苏洛那个贱人害我的，是他害我的。三小姐放心，此事将军自有明断。处理掉。将军，您晚上都没进食，还是多吃些东西吧。哎呀，不吃，端走。将军可还在为婉儿的事伤神？唉，将军，此事未免过于蹊跷了，说不定婉儿是被冤枉的呢。你也如此想？是啊，妾身是越想越不明白，婉儿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平日里婉儿温柔端庄，知礼节，懂人情，虽是庶出，但人人提起苏家三小姐，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几声。
您说，这样的婉儿又怎么可能做出有辱门风之事呢？你的意思是，此事另有内情？是，妾身觉得婉儿此事定是有人暗中陷害。陷害？是啊，应该是陷害。您看，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黑衣人那么碰巧就摸进了婉儿的院子，起火了，他们两个竟都没发现，火烧光了衣裳被褥，他们还能毫无所觉，这不对劲呢，大大的不对劲。对呀，当时我被气糊涂了，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明白？就算再如何激情勃发，大火都快烧到屁股了，怎么可能不灭火？怎么可能不早早的跑掉？最后竟然还被困在屋内，等待着我们去捉奸，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夫人说的对，此事大大的不对劲儿。是谁陷害的婉儿？若是让本将军找出来，定将他碎尸万段。婉儿一向规矩守礼，从不与人争执，也从不与人结怨，怎么会有人陷害他呢？你只知道婉儿规矩守礼，却不知道她在人后如何嚣张跋扈。旁人不说，就说她对洛儿。婉儿并不是没有树敌，她和洛儿明明就有旧怨，而且两人之间关系很紧张。上次婉儿污蔑洛儿，还拉着我过去查情，难保洛儿不会怀恨在心。洛儿？不应该吧，她们姐妹俩又能有什么仇呢？不是妾身偏心，而是洛儿生性怯懦，胆小如鼠，而且她连一点灵力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去陷害婉儿呢？我的夫人就是太善良了，从来不将人往坏处想，她哪里知道人心险恶呀？洛儿和婉儿之间早有宿仇，这是我早知道的。至于洛儿生性怯懦，胆小如鼠。将军，婉儿已经被人陷害成这样了，她的后半生几乎已经被毁了，您不能再将洛儿也毁了呀。此事就算是洛儿做的，咱们也当什么都没看到吧。这怎么行？绝对不行！若此事真是苏洛所为，那么他必须为此事付出代价，本将军绝对不会有半分徇私。来人，从黑衣人身上开始查，务必要将此事彻查清楚。不，此事必须得查，不过记住了，要秘密的查，绝对不可大张旗鼓的查。是。夫人已经吩咐了下去，他们今晚就会行动。行了，记住，此事必须小心，绝不可透露半点风声。这些个庶女，苏夫人看着就犯恶心，她们的存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苏子安对她的不忠。往日里为了面子，她可以容忍他们在眼皮子底下晃悠，但是现在苏婉已经毁了大半，不用理她，她下半辈子都爬不起来了。不过呢，她最后的价值还是要利用一下的，现在嘛，就只剩下一个苏洛。当年那个女人被将军接进府里，日日恩爱，盛宠不衰。如果不是我最后出手将她弄死，说不定现在这将军夫人的位置已经是那个贱人的了。也不知道苏洛这个小贱人运气算好还是算差。若她长得有3分像那个小贱人，我早已出手将她弄死了。可也正因为她长得不像那个小贱人，所以一直得不到将军的喜爱。如果不是看她是个丫头，我还真怀疑当年那贱人将孩子给换了呢。竟然有母女长得完全不相像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而空间中的他则是艰苦地修炼着大虚空手印，
自从上次在黑衣人的身上实践之后，苏洛对这大虚空手印极为看好，同时他也悲哀地发现他的晶石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苏洛发现小朦胧竟然通过吞噬晶石在成长进阶，所以他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若是有晶石的话，他修炼的速度将会突飞猛进。但是晶石又岂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若是买，那价格吓死人呐！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赌原石。没有金币又怎么去赌石呢？老天爷是不是特别眷顾我呀？难道我真是幸运女神的私生女？哪儿来的？还有没有啊？这枚金币带着湿泥土的气息，很显然是从地下刨出来的。难道这小破院子竟然还真的埋有金币不成？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金币？泥土没有问题，金币也没有问题，但这木箱子很显然是做旧的，有着淡淡的腐朽气息，这一切预示着这个箱子埋在地下很久了。但是这金币后面的年份嘛，哼，竟然是今年刚铸造出来的，这可能吗？在我的院子里出现一堆来历不明的金币，为的是什么？是谁在布局，又是谁在设计我？回禀夫人，四小姐果真将金币都挖回去了，一个金币都没剩下。很好，继续监视，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将金币运出去。苏洛果然还是上不了台面，只一点点金币就能让他上当。苏洛啊苏洛，这1万金币你就当陪葬吧，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这调查报告属实吗？妾身觉得洛儿就算心肠再坏，也做不出这事儿啊。将军还是不要轻易下决断吧。那是你太善良了，根本就不懂人心险恶呀，夫人。这份调查报告为夫亲自监督的，怎么可能有假？哼，怎么可能不会有假？可是洛儿她应该不会吧？哼，来人，去将苏洛给本将军绑到大堂去。此事必须要弄清楚，否则留着这样一个心思歹毒的丫头，苏府别想有好日子过。逆女，还不快跪下！爹爹摆出这般阵势，又用强势手段请女儿过来，不知道有何教诲？臭丫头，你还有什么话说？爹爹，你在生气什么啊？说，你三姐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原来是苏婉的事。我记得当初放火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人证物证可以证明是我所为。那么这位便宜老爹如此信誓旦旦的将罪名加诸到我身上，莫不是在唬我？三姐姐的事怎么会是我干的呢？爹爹，你也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简直目中无人。爹爹，你相信这上面的话？哼，你现在还有何话说？苏洛，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心狠手辣之事呢？就算婉儿再如何不对，她也是你姐姐呀。你这么做，已经将婉儿的下半辈子全部毁掉了，你知不知道？靖宇，怎么说话的？一切自由你父亲定夺。洛洛别怕，此事或许是有人造谣生事，你只要将知道的都说出来，你父亲不会冤枉你的。苏夫人一张好会说话的嘴啊！她虽然表面上呵斥苏靖宇，安抚我，但字字句句
不理我的便宜老爹，故意挑起他本就蓄势待发的怒火。高手，绝对是高手。索洛，你认不认？我又没做过，怎么认？认什么？还死鸭子嘴硬。好好好，既然你如此嘴硬，那就人证上来，看你如何狡辩。来人，带莫先生上来。让这样的人来指证？莫先生，当日的事究竟是如何？你且仔细说来。回禀将军大人，按照佣兵工会的规矩，是不可以随便透露顾客的资料。但既然是大将军要彻查，佣兵工会也不能不配合。你只管说，本将军自然会与你们会长打招呼。是。当日有位姑娘来发布悬赏任务，大将军也知道，佣兵工会什么任务都可以发布的，只看人敢不敢接了。当时那位姑娘的任务一出来，几乎没有人敢接，但最后被一位极度缺钱的会员接走了。那是什么任务？是玷污苏家三小姐。那位发布任务的姑娘是谁？她在好奇什么？难道不应该忐忑不安吗？原本以为苏洛这个臭丫头很好对付，但现在看来似乎有点难度呢。哼，真是难为他们，为了对付我，竟然在他们面前演出这样一场精彩的戏码。只可怜我那便宜老爹自以为掌控一切，却只是成为别人手中的刀，被人借刀杀人。他非但不知，还自以为是，当真是可怜。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到底是什么默契呢？真是让人费解啊，费解。莫先生，尽管说，当初那位发布任务的姑娘到底是谁？是。你放心，一切自有本将军给你做主。此事也断断不会传扬出去，对你在佣兵工会里的职务也绝对不会造成任何困扰。谁在外面？怎么回事？不是吩咐了不让任何人进来吗？太子，竟然是太子，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这儿？青儿，你出来了。苏夫人口中的青儿，就是苏青，苏家的二小姐，苏西的嫡亲姐姐。她天赋绝佳，自小就被蓝海大师收为关门弟子，带在身边悉心教导。半年前，她到三阶平静之期，便听了蓝海大师的话，闭关修炼。现在她出来，莫不是父亲、母亲？星儿，你……青儿幸不辱命，这次闭关终于晋级到4阶。要知道，除了晋王殿下这个天赋强大到变态，能够在20岁之前进阶到7阶之外，放眼整个东陵国，这个年纪能够到4阶的几乎寥寥无几，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罢了。好，简直太好了！我苏子安呐，果真是大辈子积福积德，才盼来这么好的女儿啊！恭喜父亲母亲双喜临门了。哦，除了你这事儿外，还有别的喜事儿？爹爹还不知道吧？希儿这次的运气更好，她路上有奇遇，现在已经是3阶了。3阶啊，希儿，这是真的？好啊，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果真是天佑我苏家。不愧是我苏子安的女儿啊，太会给老子争脸了。夫人呐，你生的好女儿啊，个个都成器，本将军欢喜得很。哼，不像那2个庶女，一个比一个废材无用，惹人厌烦。古人诚不欺我，
嫡出和庶出果真是天壤之别。3阶的苏西，4阶的苏青，果真是好强大呢，修炼速度好快呢，我真是要羡慕死了。但是如若苏子安知道苏洛仅仅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从0晋级到2阶的话，只怕他得吓死。因为就连他一直奉为天才的苏西，从5岁开始修炼的，整整8年呢，也不过才是2阶巅峰而已。若不是此次机缘巧合，还不知道他何时会突破呢。苏大将军，府上似乎很热闹啊。让太子殿下见笑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女孩子家家打打闹闹罢了啊！哎，见笑见笑。哦，又是府上的4小姐吗？看来苏大将军娇女还稍有欠缺呀。是，让太子殿下见笑了。方才本宫在门口听到这位莫先生似乎要指证什么人，本宫没听错吧？回禀太子殿下，小人要指证的人就是方才口中的4小姐。苏洛，果然就是他。哦，你要指证咱们这位4小姐，指证她什么呢？太子殿下有所不知，之前有人来佣兵公会发布了玷污苏3小姐的任务，而那个发布任务之人就是苏4小姐。苏家4小姐竟然到佣兵公会发布任务，请人玷污苏家3小姐，这要是传出去……唉，婉儿前几日已经……什么？3姐姐已经被……说，这是不是真的？你竟然真的发布任务去请人玷污3姐姐，太恶毒了，实在是太恶毒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还不承认？人家佣兵公会的管事，难道还会冤枉你不成？苏洛啊，苏洛，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心狠手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婉儿再怎么说，那都是你姐姐呀！本来就不是我做的，要我怎么承认啊？好，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被指证了还敢不承认？莫先生，佣兵公会发布任务，素来有记录在案的吧？哼，竟然还真有。不过这字迹看起来还挺灵秀的，果然人品和字品是不一样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说？落款人苏洛。你笑什么？莫不是这臭丫头自知死罪难逃，竟然被吓疯了？父亲大人，既然你看过，那么请问这上面的落款人是什么名字啊？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了？苏洛，我警告你，装疯卖傻一点用都没有，你最好适可而止。是，这上面2个字确实是苏洛2字，可是最大的破绽也就在这苏洛2字。破绽？啊，竟然有破绽！什么破绽？很简单的一个推理，这么说吧，父亲大人，如果您去佣兵公会发布一个刺杀别人的任务，您会在落款处写上苏子安3个字吗？如此说来，苏洛是无辜的，莫不是有人栽赃嫁祸？或者，正因为你有恃无恐，所以正大光明地署上名字呢？我的智商有这么低，会做这种一串小尾巴的事？我的行事习惯是算计好每一步，部署好所有后才会行动，才不会像苏婉那么傻呢，破绽多的不行。还有，莫先生，请问当日去佣兵公会的真是我？你亲眼所见？怎么会这样啊？
赵嬷嬷不是说苏府四丫头是个草包废材，非常好对付的吗？苏四小姐，你不要再狡辩了，没用的。那么，也就是承认你亲眼见到我了？苏四小姐何必再自取其辱呢？当日若不是亲眼所见，小人又岂敢指证您呢？那么当日你口中的我，是戴着斗篷，还是就这样的真面目呢？当日苏四小姐没有任何遮掩，直接就来了。不过有拜托小人不能将此事传出去。好，就当我苏洛蠢钝如猪，做坏事不知遮掩面目，还大意的落下签名。那么现在我且问你，当日你见我之时，身上抹的是茉莉花香还是芍药花香呢？茉莉花香还是芍药花香？这个我还真记得。当日来的那位姑娘身上带着似有若无的茉莉花香，那味道久久不散，印象还比较深刻。但是现在要怎么回答呀？芍药花香吗？这丫头明明不过是个草包废材，可怎么句句都让我难以作答，差点露馅儿呢？四姐真好笑，就凭你买得起胭脂花粉吗？还擦什么香呢？真是可笑。苏四小姐的这个问题，小的只怕难以回答了，因为时隔多日，小的真的记不清当日四小姐有没有擦香粉了。五妹说的没错，我一个连香粉都买不起的庶女，又如何有金币去佣兵工会发布任务呢？哦，对了，穆先生，那任务花了不少金币吧？这样的苏洛，真的是传说中的废材草包吗？若这样的他是废材草包，那我们这一大群被他逼得节节后退、无力招架的所谓天才，又算什么呢？好美的少年郎！哎呦，不知北辰会长大驾光临，本将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恕罪。北辰影，来自神秘的北辰家族，现在是东邻国佣兵工会会长。他从来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当然杀人越狠的时候，他笑得越灿烂。苏将军不必多礼，你运气当真不错啊，生了个好女儿，往后飞黄腾达，前途不可限量了，恭喜恭喜啊！承蒙太子殿下错爱，这确实是希儿的福气。这有太子什么事儿？他之前说我往后飞黄腾达，难道指的竟不是太子与苏西的事儿？那会是什么？这帝都第一人，你忘记是谁了？靖王殿下。北辰大人真爱说笑，靖王殿下与我们苏府素无往来，不知道您攻的又是哪门子的喜呢？苏大将军，苏夫人，你们的消息真闭塞呀！难道你们不知道郡王殿下对贵府的小姐……不可多说，不可多说，天机不可泄露。啊？难道这是真的吗？如果靖王殿下真的对我们的女儿倾心，那是多大的福气呀！能够拉拢到靖王殿下，这对苏府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呐！苏家嫡出的二小姐身份尊贵，容颜绝美，更难得的是天赋惊人，修炼速度是整个帝国年轻一代当中屈指可数的。更何况苏青师出蓝海大师，身为帝国的护国法师，蓝海大师在陛下面前都享有很高的话语权。是他吧？应该是他吧？若果真从苏家几位小姐中选，当之无愧便是这位苏二小姐啊！天哪，那可是靖王殿下！靖王殿下，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青儿，你跟靖王殿下……你们太可恶了，我不理你们了。没想到1年前飞渡桥的惊鸿一瞥，
晋王殿下竟然会对我念念不忘，在我归来的第一天就派人来替他表明心迹。这简直是太羞人了。我好像好心办坏事了，怎么办？苏青搞什么呀？这又不关他的事，他羞涩的跑什么跑啊？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好不好？现在他这一跑，岂不是坐实了南宫和他之间有暧昧？那怎么会？我这真嘴贱呐！这些我是怎么都解释不清了。完了，他肯定生气了，他肯定会将气撒到南宫身上，南宫肯定会将伤害值转移到我身上。嫂子，误会，纯属误会，南宫心里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了呀，千万莫要误会了呀。这位北辰大人是眼睛抽搐了吧，或者是脑抽风？嫂子，都是小的嘴贱，你千万不要虐南宫啊！你一虐他就会虐我们的呀！好美的一张脸，怎么就偏偏毁在这双眼睛上呢？真是太遗憾了。苏将军，闲话休提，不是审案吗？继续吧，正好本大人也旁听旁听。此事就到此为止吧。这怎么行？不行，一定要查，而且要彻查。我肩负老大的命令而来，如果无功而返，那我的面子往哪里搁呀？此事大堂内这么多人都知晓了，想要瞒又哪里瞒得住？为今之计就是将所有罪名都扣在苏洛头上，最后我再来个大义灭亲，或许还能挽回几分颜面。事到如今，你竟还敢狡辩！来人，将他插出去！慢着，动谁不好，偏偏要动南宫心尖剑上的可人儿，都不要命了吧？苏大将军，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方才明明苏四小姐说了，她没有金子，如何去佣兵工会发布任务？关于这一点还没有查清呢，你怎么就直接将罪名加处到她身上？这未免太武断了。难道苏将军平日里在军中也是如此审案的吗？哎呀，北辰大人说笑了，只是这是本将家中之事，所以若小小的家事都审理不清，又有何资格掌管帝国兵马？苏大人，您说是吗？大家都是平级，若不是给北辰家族面子，老夫早就不鸟你了。现在竟然敢来教训老夫！是，北辰大人说的极是。苏四姑娘，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申冤辩护了。你放心，只管说来，这内堂里没人敢欺负你。哼，北辰大人可莫要偏心了。放心，本官从不公报私仇，也从不恃强凌弱，从不欺压弱女子。想必太子殿下也不屑于做出此等无聊之事吧？哼，都是这臭丫头，恨我成了敌方的笑柄，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她的。北辰大人，您觉得以我这身打扮，是能发布起任务的人吗？那任务我看了，花费有3000金币呢，把现在的你卖上10回都出不起。哼，谁知道他是不是在人前装穷啊？依我看，还是去那偏院搜查一番的好，说不定那屋里就藏着一堆金币呢。原来当日那堆来历不明的金币用处竟然是在这儿啊！
无缘无故就要搜查我的院子，这是什么道理？既然你自认清白，为什么怕大家查呀？哼，你那院子分明就藏着来历不明的赃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大人，既然苏洛死都不肯承认，那么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搜查他的院子。要不要去搜，还请父亲定夺。坐着久了，出去走走倒也不错。既然太子要走，那本官就陪你走走呗。好，这就去搜查。等搜查结果出来后，看你如何狡辩。等等，哼，说是查出来如何？说是查不出来又如何？想去查黄金？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的很呢。那些黄金，本姑娘确实挖走了，但现在呢，就堆在本姑娘的空间里。你们想搜，做梦去吧！若是查到，那么从此以后，你苏洛就在苏府出名；若是查不到，说是查不到，在这现场的苏家人都必须给我苏洛侦查道歉，谁都不许抵赖。苏四姑娘说的不错，姑娘家的闺房岂是人想进就进，想搜就搜的？还有没有王法了？苏大将军，你觉得呢？北辰大人所言极是。行，就按你说的，若是搜不出来，在场苏家人都给你侦查道歉，而且赔你100枚金币作为补偿。现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还有100枚金币，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有北辰大人和太子殿下一同坐镇，苏洛放心的。苏大将军，没想到啊，贵府竟然还有如此破旧的院子，可是留下来当古董供人参观的。北辰大人真爱说笑。啊？难道这里还真能住人不成？到了。这苏四小姐就住这儿啊？不是吧？真是太让人惊讶了，太难以置信了，太难以想象了，太过分了呀！堂堂名门世家，堂堂的大将军府，竟然让自家姑娘住这种风一吹就倒的房子，简直就是凌虐呀！对，凌虐。哪儿有这样的人呢？到别人家里做客，也不说点好听的，净捡难听的话说。苏将军呀，不是本大人说你呀，这心实在是太偏了，偏的都没边了。北辰大人莫要如此说，洛儿住这儿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不得已的苦衷？住这儿？苏夫人，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苏夫人呐，其实大家都理解的，毕竟苏四小姐不是你亲生的嘛，你将她打发到这个下人都不住的地方来，任由她自生自灭，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嘛。北辰大人，苏夫人，其实你不必解释的，毕竟嫡庶有别嘛，是吧？大家都理解的嘛。但是不是本大人说你心里再如何不愿意，表面上总得做得好看点吧？现在你竟连表面的功夫都不屑去做，亏得皇上还封你一品贤惠夫人呢。他说的如此肆无忌惮，苏子安和苏夫人竟然不发作。不过更奇怪的是，这人竟然处处都向着我，字字句句都是替我打抱不平，这是为何？而且他每每奚落完苏子安和苏夫人后，还都朝我挤眉弄眼，一副邀功的可爱模样，简直让人忍俊不禁。这人谁呀？我
我之前认识吗？就你最啰嗦，少说句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太子殿下是不啰嗦，但只做不说，缺德事做尽了，小心以后生儿子没奈啥哟。找死！找死！北辰大人，既然是来搜查的，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吧？这里是将军府，什么时候开始搜查，自然是苏将军说了算的，怎么能来问本官呢？这什么人啊，这是？他从进苏府到现在，可有当自己是客人？现在倒好，以客人自居了。啊，那既然如此，便开始吧。早点将这煞星打发回去，苏府也早点恢复安宁。哼，今日受了好些气，但若是能将苏洛一举除掉，这点气又算得了什么？可搜出来没有？回禀大将军，房内并无金币。那可有别的值钱宝贝？没有。怎么会这样？明明……夫人，闭嘴！他眼底的深意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哦，回禀将军，这地下似乎有古怪。100多年前那场帝都战乱，苏家老爷子曾暗中命人在地下埋下了黄金，以防万一的，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战乱结束之后，黄金陆陆续续的被挖起来，但总有遗漏。大槐树，对，没错，当年就是以槐树为记号的。难道这地底下竟然果真埋有黄金？我啊，有东西啊！这下面有东西！取出来，快快取出来！哎，将军，还是小心为上啊！哎呀，能有什么事儿啊？妇人之仁。其实苏子安对苏夫人不是没有怒气，北辰影有一点说的极对，苏夫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偏心了。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家夫人的苏子安，在心中第一次对苏夫人信任产生了一丝裂缝。将军，挖到东西了！快快呈上来！只听说当年老爷子埋了黄金，没听说过埋珠宝啊。这锦盒绝对不是我命人埋的，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到底是谁？对方又是使的什么计策？要引谁入局？妖宫？莫不是换锦盒的人是他？呈上来。难道里面竟真是珠宝？难道是武功秘籍？这个苏子安简直太大胆了。快还我！那里面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北辰影拿去，不然的话，不仅是我，整个苏府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北辰大人，那是我苏家的武功秘籍，不传之秘，绝对不能落入外人手中，所以请你务必将册子归还于老夫，不然……不然怎样？不然我苏府必然追杀到底。那蓝皮小册里究竟写了什么呢？追杀到底？哎呦，我好怕哦。媚阳，既如此，你还回去吧。爹爹，不许动，谁都不许动。苏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看的？你竟然故意当着太子的面将其毁灭，你眼里还有没有帝国陛下？
有没有太子殿下？要论目中无人，你北辰影自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呀。现在却反过来将罪名扣在我身上。太子殿下，那东西实在是有伤风化，末将怕污了太子殿下的眼睛，所以赶紧将其毁灭了呀。哼！苏将军，你怎么能对太子殿下说谎呢？方才你明明说那是你苏府的武功秘籍，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有伤风化的图册了？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这一瞬间，苏洛觉得这位北辰大人还蛮可爱的，至少在苏子安面前，那杀伤力简直无人能敌。在苏洛的院子挖到了有伤风化的图册，很显然，如果传出去的话，伤的是苏洛的归誉。哎呦，太子殿下，那真的是有伤风化的图册。若是武功秘籍，末将怎会舍得将其烧毁呢？末将之所以如此焦灼，就是怕此事传扬出去，对我家洛儿不利啊。大家的目光都一致地集中在苏洛的身上，那些目光中饱含鄙夷、嘲笑、讥讽等等各种复杂意味。太子更是用饱含深意的目光嘲弄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苏洛，这样的目光让苏洛很不舒服。父亲大人，您方才说的有伤风化的东西，就是指这张纸上的吗？怎么会还有一张？这臭丫头什么时候捡到的？洛儿，听话，快将那东西回去。爹爹急什么？女儿可好奇的紧，这有伤风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瞧大家的脸色，似乎都很好奇呢。爹爹，要不要咱们就让大家看看，都评评理，您觉得如何？这个不孝逆女，当真是气死我了！啊，洛儿，别跟你父亲赌气了，父女哪有隔夜的仇呢？再说，你父亲那也是为你好，不是吗？父亲大人，您不会为了这小小一张纸片杀女儿灭口吧？胡说八道什么？还不快闭嘴！苏将军，这场戏真是太有趣了，本大人看的兴致很高哦。苏四姑娘，方便将这张纸给我看看吧，我可好奇的紧呢。北辰大人想看，原本不该拒绝，但是父亲大人似乎不大愿意呢。再说，这锦盒分明就是你北辰影自己放进去的，里面是什么东西，没人比你更清楚了。洛儿，快将那张纸拿来。其实今日的主题不应该是搜查贼赃的吗？父亲大人，您说是吧？什么栽赃，胡说八道！你这院子里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可是母亲、哥哥和五妹妹他们不都指责是女儿找人陷害三姐姐吗？绝对没有这种事儿，那是你母亲他们胡说八道、私心作祟，让你受委屈了。这点爹爹会让他们给你赔不是的。啊？怎么？这是多么严重的指控啊！明明这一切的决定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唉，这院子现如今被折腾成这样，可要收拾好一阵子呢。没事儿，爹爹会叫人帮你。爹爹马上命人整理出东边的紫藤院来给你住，你放心，到时候一应俱全，你五妹妹有的都不会亏你。这丫头行啊，简直太行了！原本我还肩负着给苏洛创造舒适环境的任务，没想到这丫头只用了一张不知道从哪儿摸来的破纸，就将什么都搞定了，太高了！
简直不让人佩服都不行啊！难怪高傲挑剔如南宫也会被这丫头迷得神魂颠倒，痴心一片了。有时候女儿想出门走走，但是守门的护卫，唉。没事，这块令牌你拿去，往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绝对是畅通无阻。好东西啊！父亲大人之前许诺的，若是没有查到黄金，就还我清白，这话算数吧？自然算数。那是不是在场的所有苏家人都要给女儿侦查道歉？当然，爹爹一力替女儿澄清事实，还女儿清白，自然是不需要的。苏洛，你不要太得寸进尺，小心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方才本官没看仔细，拿来，再给本官好好瞧瞧。逆子，你给老子闭嘴！现在可以将那张纸还给爹爹了吧？哼，谁还谁是傻子。苏洛，你给我等着，以后会有你好看的时候。好，我等着呢，随时欢迎苏武小姐来报仇。哼，好，很好，苏洛，这话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可别跪下来求饶。哼！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真是苦了你了，小洛洛。小洛洛，这是你能叫的？像，真像，这表情，这语气，还有这姿势，跟南宫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不得不说，这俩人还真是同类。你就不好奇我为何一直帮你？不好奇，不过你若是能告诉我那蓝皮小册子中的奥秘，或许我会洗耳恭听。咦，怎么感觉身份倒过来了？明明他应该好奇的不停追问我才对啊，真是不可爱的丫头。或许以后还可以拿他威胁某神。原来他好奇的目的在此，想知道？现在你可以说了。嘿嘿，偏不告诉你。想知道的话，就问南宫去吧。那害人的东西可是他提供的呢。原来真是他。记得去找他哦。要去找他吗？回来那日，他似乎有话要说，但却被我转移了话题。最后，我匆匆赶回院子，已经有好些天没有见到他了。但是，要去找他吗？小姐，这就是我们往后的住处。不过是个住处罢了，有什么好激动的？等以后。四小姐好。有小朦胧这自动寻宝的小东西在，我还怕赌晶石会输吗？更何况之前从坑里刨出来的金币还热乎着呢。既然是别人好心送的，不用白不用了。苏夫人、苏西、苏静宇，等着吧，以后的日子绝对非常精彩呢。哎，别闹了，回头出去之后再玩，好不好？会是谁呢？呀，不错嘛！这刚住进新院子，就有闲情逸致出来散步了呢。你不过是个被人踩在脚底的废物，得意个什么劲儿啊！别以为爹爹赐你做宅院就是器重你。哼，苏洛，我看你能在那院子里待几天。说完了。啊，被人指着鼻子骂，他竟然还如此淡定。之前的苏洛，我只横过去一眼，
他就唯唯诺诺的，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现在的他究竟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他竟然敢有恃无恐！你别以为我不敢对付你啊！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随时欢迎。不过是个废物，居然也学人家玩起灵宠，可笑！哼！苏洛，笑死了！也就只有你这废物才会养狗这种同样废物的动物。可真是有怎样的主人，就有怎样的宠物啊！笑死我了！而且，咱们让苏洛这废物瞧瞧真正的灵宠是怎样的，好不好嘛？姐，咱们让苏洛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灵宠，也让他开开眼界，好不好嘛？哎呀，二姐，咱们这也是为苏洛好不是？让他见见世面，免得他老出去给咱们府上丢人。也好，猎豹回府后就缺人玩耍。缺人玩耍？苏秦还真不愧对了他的名呢，清高孤傲的都没边了。我好歹也是他名义上的妹妹，他一句话就将我打发给猎豹玩，堂堂的人给猎豹玩，还真是了不起的灵宠呢。缺人玩耍，那被别人玩残了，需要赔吗？你在说什么？玩残猎豹？真是笑死我了！猎豹可是4阶魔兽，4阶！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只是一个灵力都没有的废物啊！猎豹，去，好好陪他玩玩。既然苏洛这臭丫头要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正好，昨日母亲他们受了这丫头的嫌弃，现在正好可以给他们出气。相信父亲知道了，也不会多说什么的。天哪，这只小狗跟它主人简直是一个德行出来的，都是那样的自不量力。难道他以为他一只小狗就能矫正4阶魔兽猎豹？蠢货，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猎豹不是应该去扑苏洛的吗？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而且还将自己摔得那么狼狈？你做了什么？你看到我做了什么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猎豹自己突然间抽风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猎豹可是4阶啊，4阶！整个东陵国能找出几头4阶魔兽啊？可是，苏洛这臭丫头到底是怎么办到的？真是见了鬼了！猎豹起来，你给我站起来！这简直就是耻辱啊！我千辛万苦，花费无数人力物力，最后还请师傅帮忙，才将这猎豹驯服了。谁知道，它竟然是只傻豹子！那是什么？小狗啊，小狗，牙还没长齐的普通小奶狗，它在怕什么？还浑身瑟瑟发抖。难道它以为那是龙吗？是黄金神龙？姐，你这猎豹
不会是傻的吧？傻？魔兽中能够修炼到4阶的猎豹，会是傻猎豹？闭嘴！去撕裂他！骄纵任性的苏西都不敢当众对我如何，苏青却直接下命令，让猎豹撕裂我。哼，苏青啊苏青，没想到论起心狠手辣，你那几个兄弟姐妹里，你能算第一人。我说，咬死他！啊呜！猎豹可是我的灵宠，灵宠怎么可能会攻击自己的主人？就别说在东陵国，就是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苏青4阶，他的猎豹也是4阶。按照大陆上约定俗成的惯例来说，同阶的魔兽比人类要强一些。更何况现在的猎豹是处于狂暴状态的，其实力更是成倍的往上翻了。能让高傲的苏青狼狈如此，想必比杀了他还难受吧。晶石被开采出来的时候是有一层厚厚的风化皮包裹着的，即使修为再高的人也无法透过那表皮感应到里面有没有晶石，只有切割后方才知道。于是这就诞生了赌晶石的行业。姑娘，要不要买毛料？这些原石可都是从西南矿区直接拉来的，一路都没有停留过。你看这上面的赤色暗纹，极有可能就是出赤色晶石呢。啊，是？你是说赤色晶石？苏洛激动的不是那赤色原石，而是那小神龙竟然可以口吐人言了。可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会说话呢？难道跟之前他命令猎豹的时候，最后那一声怒吼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真是因祸得福呢。姑娘，看你这么漂亮，运气也肯定是漂亮的。要不切一块试试？说不好还真有赤色晶石呢。这块原石不贵，也就1金币而已。既然这位大哥你这么看好，何不自己切开来看看呢？说不定里面还真是赤色晶石呢，那就赚翻了。哎呀，我这手实在太黑，明明别人从我这儿买原石都能切出来，我自己卖了几10年的原石，自己愣是切不出一块来。哼，你说这手黑不黑呀？行吧，那就这块了，麻烦大叔给我切出来。姑娘，真要我来切，我这手可是很黑呀。无妨，若是切出来，大叔不要将其据为己有就行了。那怎么会？看，这不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银货2器。嘿嘿，那就切吧。没事，继续切，我相信你的手气。哼，刘七，你还敢切原石啊？就不怕把你的晦气带给客人吗？姑娘，这是第一次来吧？你有所不知啊，刘七这摊上已经有1年没切出晶石了，稍微懂点行的都不会去他家买去。姑娘，你上当了。刘叔怎么停下来了？继续啊，切不出来又怎么样？不就1枚金币吗？姑娘我就当花钱请人做解石表演了。嘿，不识好歹。我就说吧，刘七这黑手这辈子都切不出晶石来，若是他能切出赤色晶石，若是他能切出原石，你预备怎么着？哼，若是他切出晶石，哪怕是赤色晶石，我侯三儿立马将这块原石给吞了。把这块原石给吞了？啊，这个可以有。呵呵，既如此，那请在场的大伙儿都做个见证。来，哎，当然呢，也不能让你吃亏。若是刘叔切不出晶石呢，本姑娘立即赔你100金币。好，我侯三儿跟你赌了，大伙儿都给做个见证啊！刘七那铺子里的原石
已经有1整年不曾切出晶石了，又怎么可能这么凑巧，偏偏在今日切出来？而且他刚才已经切了3刀了，连个屁都没有，怎么看都不可能切出晶石的。哎呀，100金币呀！只要答应下来，那可就是整整100金币呀，足够我挥霍好一阵子了。嘿，我傻了才会拒绝这等好事儿。姑娘，要不还是你自己来？无妨，你继续切，说不定接下来你就时来运转了呢。你的运气不好，可本姑娘的运气一向是好的不得了的。但愿吧。哎，赌长了，赌长了！诶，刚才打赌的那位呢？猴子，别去那儿啊，这还没赌完呢。就是，这都出红了你才走，太迟了。就是嘛，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呀，猴子。你要是走了，你店里的那些资料，我们可随意拿喽。姑娘，您的赤色晶石千万收好了。姑娘，你这赤色原石卖不卖啊？姑娘，我出100金，你将这赤色晶石卖给我吧。我出110金，我出120金，我出150金。我们家公子出300金，还有谁敢跟？不好意思啊，这块赤色晶石本姑娘不卖。不卖？你知道我们公子爷是谁吗？原来这原石市场标榜自由买卖，都是糊弄人的呀！真实情况竟然是强买强卖。臭丫头，好厉害的一张小嘴啊！不过，难道你过来了也没打听打听？这原料市场的主子是谁？这原料市场的主子是谁？这还真心没打听过。不过，这很重要吗？哦，莫不是你们家开的？说真是他家开的，他又怎么会因为一块小小的赤色晶石就跟我强买？这根本不科学。哼，竖起你的耳朵听明白了。这原料市场虽然不是我们家公子开的，但是跟我们家公子开的也差不多。差不多？看样子差很多呢。哼，好，愿闻其详。哼哼，告诉你吧，这原料市场乃是佣兵工会开的。佣兵工会？原来是佣兵工会开的呀！失敬失敬，只是不知这位公子是佣兵工会的何人呢？分会长、副会长，还是会长大人？无知的臭丫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家公子跟北辰会长是好朋友吗？这原料市场是北辰大人开的，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公子开的。跟你这样无知白痴的臭丫头说话，真是拉低我们的档次。虾米，跟我说话竟然会拉低他们的档次？既然这原料市场是北辰会长开的，既然你们家公子跟北辰大人是好朋友，那么想必晶石是大大的有吧？想必也看不上我这小小的一块赤色晶石吧？你，本公子家里的晶石堆积如山，但那又如何？本公子就是要买你手上的这块，你卖还是不卖？此时只见一股看不见的威压瞬间从他周身弥漫开来，这是属于3阶武者的威压，对于普通人而言，那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一时间，众人面带惊恐地往后退着，远远离开这现场，生怕自己会被无端的波及到。这是在用武力威逼我妥协吗？还真当我是任人欺负、毫无还手之力的废柴吗？原料市场绝对不会强买强卖，更不允许以武力威逼。是。还不快滚！是。这个锦衣公子在这儿多次作恶了，但是从来不曾有黑袍人出面制止，更加不会直接将他逼跑，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那样的世家不是谁都可以得罪得起的。但是今日黑袍人却是这么快就出现了，而且毫不留情地朝那锦衣公子下手，那么到底是巧合呢，还是刻意呢？如果是巧合，那也就罢了；若是刻意，
众人的视线都凝聚到了苏洛的身上。若是刻意为之，那么这位姑娘的身份只怕大有来头啊！侯三，给本姑娘站住！现在才想跑，迟了。姑娘说的什么话？我侯三儿说话算话，谁要逃跑啊？你说话算数啊？那再好不过了。来，将这块原石吃了吧。真的啃原石？我的牙齿没那么硬，好不好？姑娘，您大人有大量，就行行好，饶了小的吧。这原石小的真的啃不动啊！小的要是啃得动，这解石哪里还需要机器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姑娘，您运气这么好，也不能浪费了是吧？要不这块原石就送你了，咱们两清了，可好？这么容易就两清，你觉得可能吗？那姑娘觉得如何？你说，只要能办到的，只要不是违背良心道德的事儿，我侯三儿一概答应。不会要你违背什么良心道德。这块原石大概有10公斤重。这样吧，我再在你这堆石头里掏出9块来，一共凑成10块原石，那这笔账我们就算两清了，如何？行，就按姑娘说的话办。哼，你侯三不是笑话，刘七1年切不出1块晶石吗？那就让你也尝尝1年都切不出1颗晶石的滋味，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黑人。行了，就这10块吧。哎呀，姑娘啊，手下留情啊，千万手下留情啊！那行吧，就这么多吧。来，既然你侯三自诩手气好，那将这些都切了吧。还是期待出晶石吧。如此的话，今日这店里的原石都能卖个好价钱。侯三算是想通了，他不断地祈祷着能出晶石，但是手起刀落，第一块像切西瓜一样的从中间切过，露出了2瓣灰扑扑的颜色，没有一丝晶石的色彩。侯三，你小子运气不如刘七啊！你看人家今天刚切了1块原石，就切出了晶石，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不行，侯三，你可要争气点啊！要是切出了晶石，你这店里的原石，老赵我包了。哎，也对，这切原石花的又不是他的钱，切到他是赚，切不到赔的可是我的名声啊！横竖他都不会亏就是了，也难怪他这般有恃无恐的模样。这小姑娘看着清清淡淡的，谁知会这般狡诈？以后就是再给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再跟这小魔女作对了。不应该呀，按说这姑娘挑选的都是表现很不错的料子，怎么会1颗都没有呢？真是太难以置信了。快点呀！愣着干什么？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你犹豫片刻，没有就突然变有了的。所以啊，赶紧下刀吧。是啊，没有，连切6块表现很不错的籽料，竟然连1块晶石都没发现。是啊，这要是我们在侯三这店里买，就亏死咱们了。幸好刚才老子只是看看，没有胡乱买。就是，看来侯三这批料子不太正啊。这里最憋屈的属谁呀？是我侯三儿好不好啊？你们不花钱，只看热闹，但老子要花钱请你们看热闹，还要被你们嘲笑，这老子招谁惹谁了呀？算了，你这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好好的原石到你手里，竟然1颗晶石都没有了。算了，不切了。姑奶奶呀，不是我这手运气不好，是他这原石就不出晶石，我有什么办法呀？我也很无辜的好不好啊？哦，那你的意思是你这批原石的质量不好哦？这姑娘说话咋这么犀利呢？得嘞，又被呛一军了。这姑娘还真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不管怎么说，这倒霉的都是我侯三儿就对了。但是姑娘，
你这石头总得给小的切完吧？切完？要是都被你切了没了呢？哎，算了，看你也不好过，那就再切一块吧。行了，也别啰里吧嗦了，就切这块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就这么说定了。这个啥？没有，怎么会这样？不信，我不信！住手！你都浪费了我7块原石了，现在还想切，想的倒是真美。什么叫他的原石？那都是我花金币从大老远的西南运过来的，好不好？你这店里风水不好，姑娘我带回家慢慢切。哎，你们别走啊喂！这不还没切完呢吗？你们再看看，说不定就能切出来一块了。什么？侯三儿啊，你小子还敢切？哎呀，算了，不要意气用事。你今天的运气可实在是不太好啊！不行，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走了。站住！我侯三儿今日再切10块石头，看看到底出不出晶石。赌石，既然是赌石，那就只管赌就好。现在我们来下注，买能出晶石的赔率100，不能出晶石的赔率1，买定离手，概不奉还。这里的原石市场很大，但是苏洛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的，也就只能碰碰运气。不过以苏洛的经验来看，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圈内规矩，比如赌石，若是没有圈内的人推荐，一些资深的隐藏店面他是根本不知道的。即使他空有能感应晶石的小神龙，但是不得门而入也是没用的。那2个小男孩是故意装作打闹，实则靠近他身边盗走他的钱袋。尊贵的小姐，您需要向导吗？您别看我小，但我家就在市场后面，离这里只有几10米远。我自小就在这赌石市场里长大的，这里的一切我都熟悉。您需要了解的信息我都可以告诉你，而且还可以带您去隐藏店铺去哦。你怎么没有同他们一伙呢？看他们的样子，过得比你好呢。一入偷门深似海，从此良知是路人。母亲一直都教育我，不管何时，不管落到任何境地，都要谨守本心，堂堂正正，绝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哦，那你真没偷过？我可不信。我只偷过1次馒头，那是妹妹饿极了在啃桌角了，我没办法。但是第2日我挣了钱，就把馒头钱还回去了，真的。哼，急什么？我又不是那卖馒头的。好了，说说看你的价码，本姑娘瞧瞧你合不合适。我很便宜的，一天只要10个铜币。5铜币就好。母亲抓药至少需要4铜币，还需要给妹妹买点细粮吃，她年纪小，咽喉细，一喝粗粮就吐。行，10铜币就10铜币吧。说是今日姐姐有收获，再额外赏你。多谢小姐，您是好人，大大的好人。对了，你怎么称呼啊？苏小圆，姑娘叫我苏小子或者小圆圆子，怎么称呼都可以。你也姓苏？说不定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呢。好了，前面带路吧。今日时辰尚早，咱们好好的将这原料市场给逛逛。对了，你刚才也看到我跟那位锦衣公子起了冲突了吧？是，小的方才确实看到了，也认识那位锦衣公子。小姐是想问他的身份吗？说说他的资料。说起来，那位锦衣公子的来头真的是很大，听说是姓柳，是柳丞相家的2公子呢，叫柳成风。小姐往后可要小心避着他点，据说啊，这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柳成风，柳丞相家的2公子。柳丞相这3个字怎么那么耳熟呢？柳若华，柳若华不就是柳丞相府上的3小姐吗？那柳成风竟是他兄长。哼，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柳丞相家的2个2代都与我结仇结怨，
看来我与这刘府是八字不合呀。当日我回到偏院的时候，苏婉带着我那便宜老爹匆匆而来。当时苏婉是笃定我没有回来的，那么是谁告诉苏婉我没有回来的消息呢？而且还那么笃定地说我和晋王殿下去了落日山脉，还说我与瑶池仙子有了冲突。应该就是柳若华，除了她根本就没有别人了。那么苏婉请黑衣杀手半夜欲凌辱我之事，柳若华又参与了多少呢？看来很有必要回去跟被关在静思院的苏婉好好赏月谈谈心了呢。小姐，这里就是老陈家，老陈家是隐藏店铺的货源最丰富的，品种最高档的，当然价格也高。陈伯伯，我帮您带客人过来了。关门。这是通过检验了？走吧，陈伯伯答应我们进去了。还有把客人往外赶的？当然了，陈伯伯性子孤僻，平日里不喜见外人，所以很不喜欢为人打搅。能够上这样来，一般都是做过几回生意且合作愉快的。像小姐这样第一次来就被迎进去的极少极少。那还不是托你的福？不是，我前几次也带了客人来，但毫无例外都被陈伯伯赶跑了。能够来这院子里的有3种人，一种是合作愉快的生意人，一种是陈伯伯口中的有缘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冤大头。冤大头？那你说我是属于第2种还是第3种？姐姐自然是有缘人啦。至于冤大头，就比如……小姐，我真不是故意的，真不知道他会在这里。还真是冤家路窄呀！这么大的原料市场，这么多家隐藏的商店，偏偏又碰上他了。天哪，这些原石可都是最高档的，每一颗都50斤以上的，他竟然跟切白菜似的随便乱切，这要是把晶石切坏了，多可惜啊！切坏的晶石灵气会溢散出来，若不炼化的话，随着时间的推迟，灵气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所以破损的晶石价格一般都卖不上去的。这是最后一块了，柳成风有些犹豫，他举起了特制的切石刀，上下左右比划着，刀锋迟迟不敢落下。今日他花了1000金币，精挑细选10块原石，但是前面切出来9块全是废料，若是这最后一块还是不成，那他这1000金币就打了水漂听个响了。是你？是本姑娘，你待如何？你知道我们公子是什么身份？竟然用这样的态度跟我们家公子说话。刘二公子这运气……闭嘴！这里是陈府，可不是你们刘府。收起你丞相公子的做派吧，也不嫌丢人。刘府丞相公子，原来他竟是知道我是刘丞相府的2公子，那他还敢如此对我？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啊？哪里来的底气，让他敢如此无视我？你这小狗倒是不错，说吧，这小东西多少钱？本公子收了。想要买小神龙？小神龙是人想买就能买的吗？只怕柳丞相再做100辈子丞相，都凑不来钱买小神龙的一根汗毛呢。不卖。臭丫头，我们家公子要买你的小狗，那是看得起你，你别不识抬举。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太可恶了！怎么，柳公子这是希望本姑娘将他那根臭舌头也给切下来吗？这个女人，既然你知道我是谁，那很好，你敢伤柳家的人，那就等着柳家的报复吧。柳家的人绝不会这么被白白欺负了。口口声声以柳家的名义报复，柳成风，你还是打不过架回家叫长辈的小孩子吗？竟然敢鄙视我！好，很好，你很好，有种就报上名来。好可爱的小东西，真不想让它长大呀。既然如此，那这只小狗就当赔礼，现在它归我了。
竟然敢抢小神龙，活腻了吧？疼！臭丫头，今天你死定了！你别想走出这个门！别吵，再吵都滚出去！